穿越修仙界，身在最底层、艰难求生的许阳，发现自己拥有一个特别的金手指，只要坚持做一件事情，就能获得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吃饭，固本培元，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睡觉，养生蓄锐，龙精虎猛，长春不老；呼吸，归西吐纳，心血如潮，气动山河；走路，日行千里，缩地成寸，丹山改月。无论凡俗种种，还是修真百异，只要持之以恒，就能极尽升华。凭此，许阳从一个小小的渔夫开始，成为史上最强的十里坡剑神。深秋的洞庭湖上，一叶破旧的乌篷船静静漂浮在芦苇荡中，一位枯瘦的老翁坐在船头。岁月如梭，转眼45年过去了，何仙洲鲜美的水上珍馐却已乏味。许阳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整整45年了。作为一名穿越者，他在这个世界过着普通的渔家子生活。27年过去，他并未展现出超凡的成就，仍只是一个渔夫。45年穿越，胎中之谜，前世记忆。和通常的穿越者不同，我只是一个渔夫。这世界的危险远比我想象的要多。封建王朝固化的阶级，要展示穿越者的优势，困难重重。因此，这么多年来，我仍是个渔夫，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20多年来，许阳并未白白度过，他积累了大量技能特性。饮食、睡眠、呼吸、厨艺、捕鱼、行舟、养殖，这些技能特性成就了我的超凡体质和丰富的技巧。但在这个封建社会，即使有着穿越者的知识，也必须小心行事，否则将面临杀身之祸。许阳拥有一个属性面板，他能够固化他的技能，但许阳并不轻易展露这些优势。他深知一旦引起注意，就等同于引来危险。时间不多了。哟，老许头还没死啊？托您的福。许阳向鱼市走去，踌躇满志。哟，老许头竟然还没断气，全托七爷的福。今日可补有蓝鳍金枪鱼，今天运气好，碰巧捕到了一条。您老许头果然有一手，这鱼我就拿走了，交易得公平公正，这2文钱你拿着。是，我虽然孤身一，但每月利钱加上各种开支，就算不欠外债也所剩无几。要是遇上灾年，生了病，简直就是一触即清，倾家荡产。今天还行，捕上来的鱼差不多都卖光了。许阳努力将自家的渔获卖出，虽然鱼价低廉，但起码可以维持生计。购买了一些生活物资后，他准备回家，但正当他即将坐下休息时，一声呼喊打断了他的思绪。老杨，张成，当年大伯遗言要跟你讨个老婆，至今也没能讨到，这是我儿子，从今以后他便也是你的儿子，给你养老送终。好吧，因不得已，许阳接受了张成的安排，这使得他重新思考起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事情以及未来打算。爹，何必费这么多功夫，还让老二管他叫爹？我看那老家伙也没几天活透了，等他一断气，再占下他的家当，你和他是表亲兄弟，谁说得出话来？就是那破船上也就些锅碗瓢盆等家伙，打包起来也卖不了几个钱，那船更是破的不行，占了又有什么用？还要搭上一桌酒席。你们2个蠢蛋！那厮老鬼膝下虽然没有儿女，但远近亲戚却不少。平日里虽然不往来，但吃绝户这种事情谁会放过？到时肯定有一大帮子人赶着来，我们还怎么吃这份独食？用得着吗？那老家伙能有什么身家，值得我们费这么些功夫？你们知道个屁！这世道能活这把年纪的渔家人，哪个没些压箱底的本事？那老家伙一直不显山不露水，连婆娘都没讨一个，肯定有不少积蓄。就是退一步说，他一个大子儿也没有，我们也能用他的名头把那些东西名正言顺的出手一些，懂吗？这懂了，还是爹你高明。不然怎么当你们2个混小子的爹？老表啊老表，不要怪我，你这把年纪也该活够了，不如早点下去一家团圆。放心，我说话算话，以后我家老二肯定给你家延续香火。当夜，船舱中，许阳望着手中的刀，那刃锋已被磨得极利，反映着摄人的寒光。舱外月隐星没，黑暗无际。许阳放下尖刀，走向舱内。正是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虽然不知道张成父子有什么打算，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确切威胁到了我的安全，所以他们要死，今夜就要死。舱内，许阳褪下衣服，那佝偻的身躯竟逐渐挺直饱满了起来，更有一阵筋骨错动的怪异声响自从体内传出。片刻之后，船头只有一名五官凌厉、尽显金刚的青年跳入水中。呼吸和易容是我最早就练习的技能，呼吸能让我在增加寿命的同时减缓身体的衰老，再加上延长的寿命，才让我现在正处于人生巅峰时期。易容更不是普通的改变相貌这么简单，就是练家子也是看不出来一点端倪。还有我一直打鱼的养殖技能，使我培养出了一个得力助手老六，一只体型极大的鸬鹚。许阳潜入水中，在老六的提名声中，许阳若游鱼般潜水而行，很快就抵达了张家父子停船的水域。现在只要耐心等待对方起夜解手，如果实在等不到，那便摸上船去，动手强杀。洞庭湖上，夜幕渐深，在这片水域里，每一位船家都明白夜晚更加危险。然而就在这个深夜时分，一出意外打破了这宁静的湖面。不出舱内的规矩，就是为了安全着想，看来我得找机会动手了。
不好，老二，快醒醒！你哥掉水里去了，快去把他救上来！怎么了，爹？你哥掉下去了，快下水把他救上来！多，这个死小子，我都说了，夜里风大浪大，别出仓，别出仓，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吧？这老二看着水下的异动，张成也要跳入水中，可突然有个黑影从水中翻身而出，提刀刺中张成腹部。许阳果断实施了他的计划，将张成和他的2个儿子全部扼杀。收拾片刻后，操纵船只开往深水湖区。洞庭湖水域太大了，且每年都有事故，这事估计短时间内没人发现。没想到张成的财富还挺不菲，不过自己的实力还是有些弱了，看来要抓紧提升实力。不过该如何提升自己的实力呢？穿越多年，许阳对自己的金手指早已了如指掌。想要开发技能很简单，一个字做，只要坚持，即使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打磨技能。以呼吸为例，必须要完成呼吸2个动作才算做完1次呼吸，因此不做也算是做的情况。不呼吸、不吃、不喝、不睡、不修炼，这些相反不做的行为显然不能生成技能。这么多年来，我连青楼也没去过1次，甚至还传出了一个谣言，说我命根子受伤，以此来避免娶妻生子。不做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练成技能的，必须切实去做一件事情，将其做完，日积月累，才能在属性面板上固化成技能。以武功为例，我想利用穿越前的知识配合属性面板，看看是否能练出一些武功技能。什么也没有，看来我练的拳法并不成体系，在系统的判定中并非真正的拳法，故而无法生成相关的技能，那就只能做一些有攻击力的事情，比如扔石头，或许可以生成飞石技能，可这些能与武者相抗衡吗？经过观察与试验，属性面板生成的技能特性的确拥有神奇的力量，有的甚至可以说是法术神通，超越了凡俗的范畴。飞石命中是一回事，造成伤害又是另一回事，还不清楚能不能练出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技能，应对接下来的挑战。天色不早了，是时候回去了。怀着这样的心态，许阳享用完1锅河鲜粥后便躺下睡觉。沉入温暖的海洋之中，许阳在梦中看到了现代都市的景象，一时间他对真实与虚幻产生了疑惑。清晨他缓慢睁开眼睛，然后起身沐浴在点点金光的属性面板中。庄周梦蝶，这意味着什么？难道我能通过梦幻穿越到另一个世界？我试试。梦中他发现自己出现在某山谷，一名倒在血泊中的少年。我是许阳，不对，我是李青山，对，我是庄周梦蝶。庄周梦蝶不仅是穿越，还能恢复伤势、填补体力，就是需要消耗神魂之力。不过倒也可以通过穿越后的分身击了。果然，看来只要消耗一定量的神魂之力，就能将本体的技能复制过来。凤羽分身，庄周梦蝶果然厉害，不光分身在练，还有时间外挂。分身在的世界1年，现实才过去1天，看来我之后的日子要起飞了。小黄村日暮西斜，炊烟袅袅，好一派田园风光。这青山是李老大家的那小子，失踪这么多天了，竟然没死，真是命大。这下热闹了。青山，你到哪去了？在山里迷了路，好不容易才走出来。怎么了？还说呢？你知不知道青和红玉都快急疯了？还有，你快回家去看看吧，一大帮人在你家张罗着吃席呢，听说还要分你家那几亩田。许阳眼神一凝，随即动作撇开少年，便朝家里奔去。在我家里大吃大喝。哥，你回来了。他们把家里的米、地里的菜，还有那些肉都拿光了，我不给，他们还打我。那个李老九还把咱们家的地契也抢走了。那个青山，你回来了。这么多天，你去了哪里？青山啊，你多日未归，大家都以为你出了意外，来你家帮衬帮衬。如今你回来了，大家伙帮衬了这么多，这里里外外的花销可都是我垫的。虽然是亲戚，但亲兄弟明算账，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算算，分分清楚？青山，你干什么？撒日了，撒日了！快去找组长，把他的衣服拿来。哦。来吃席可以，但份子钱是不是也该交一交？份子钱当然应该。滚！这时许阳望了青和红玉2人一眼，也不解释，只是问道：“你们信我吗？如果你们信我这个大哥，那就跟我走。”这个世界不仅有修仙求道，也有普通人的生活。在这里，有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妥协，甚至卑躬屈膝。但对于许阳来说，他的选择并非止步于此。虽只是几亩薄田，但怎么也是家业，你当真要卖？不止田亩，我兄妹3人皆愿卖身陆家为奴，求陆老爷慈悲，与我兄妹3人一处容身之所，遮风避雨。你到我家做个长工，这几亩田地仍由你家看顾，如何？多谢老爷。许阳低头拜谢，陆员外还想望着他，将田契交给管家。张府，这事便交你去办，同李家好好说清楚，不要闹出什么误会来。是老爷，跟我来。哥，这么做真的好吗？那陆家也未见得是什么好人啊。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应付李家，明白吗？且忍耐几年，我已有打算。放心，早点休息吧。我的做法确实考虑不周全，但对我而言，田地和契约都不重要。我的根基是我的金手指，练就强力的技能与特性需要稳定的发展时间。在陆家，我能够安稳的练习技能，立足相间。同一时间，现实世界中，许阳吃完东西，立即返回梦蝶世界。梦蝶世界一声鸡鸣，将许阳唤醒了过来。先前往陆家，希望能谋求一个差事，可以帮助我练就技能。
张管家，我想谋个屠户的差事，还请您多多帮忙。你小子还会杀猪宰牛？不太会，但我有一膀子力气，以前也猎过些走兽，学起来应当不难。好吧，刚巧那边也缺人，我便安排你过去当个学徒。多谢张管家，陆家也是有名的大户，把持着周边的屠宰生意，门下还养了一批屠户。这份差事是练就技能和获取肉食的绝佳途径，有了稳定来源，我很快就能将这具瘦弱的少年躯体养壮起来。张福这个大管家的安排下，许阳很是顺利地完成了屠户的入职手续。今晚吃肉，这是什么味？今天捡回来的，给你。我先去山里打猎。哥，都中午了，你还要进山？去看看能不能打到点什么。我也去行不行？等你再大几岁，我就带你去。哦。练剑术不能手忙脚乱，要先充数量。我先收集竹子回家，准备开始制作竹弓和箭矢。哥，你的弓箭，这弓箭能打什么？隔壁二狗的弹弓都比这厉害。别管那么多，快去做饭。夜幕降临，月光下，许阳开始练习射箭，但一开始并未能命中目标。然而，在持续的练习下，他算是掌握了原身的弓箭技艺，箭矢开始逐渐命中。岁月如梭，3年过去了，陆家大宅后厨院中，一群汉子围着一头黑猪忙碌着。瞧，青山手持尖刀，快摁住他！这畜生好大的力气，摁住了。托尼，快拿过来！金善，快来！我来。这些精肉送到厨房去，这些腿肉送到肉铺，这块小里脊留给张管家。青山一一分配好猪肉，将剩下的猪骨和猪肝放进竹篓。他转身离开，拿着竹篓走了出去。青山哥是越来越大胆了，那块脊骨带了不少肉呢。就是，听说青山哥每月的利钱大半都孝敬给了张管家，张管家怎么会跟他为难？妹妹，今天杀了一头大猪，拿回来一些肉。哇，这么多！今天杀了几头猪呢？1头，个大。哥，看我今天猎到的兔子，肥得很。不错，我们中午吃骨头，晚上再吃这只兔子。等一会儿吃完午饭，我们一起进山打猎。他们又进山了，看那篓子，不会是狍子吧？陆家靠山就是好啊，早知道我也卖身给陆家了。任青山混得好，是因为他有本事，不仅杀猪宰牛的功夫一流，动手和打猎也很厉害，才能得到陆家的重视。听说陆员外都准备招他当女婿了。夜深人静，月华如水，照亮着院中许阳独自施工站立的身影。许阳打开了手心面板，仔细查看着其中的内容。在这个梦蝶世界里，练习技能的难度要比现实低得多，仅仅3年功夫就超过了我在现实世界27年的努力。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掌握这么多技能，作为本体志愿的唯一技能，饮食只增加了一个新特性，食疗，能通过饮食来治疗身体，再配合呼吸、睡眠等技能，使我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壮了。许阳回到房间，换上夜行服，系上匕首，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家门，在夜色中快速行动，悄无声息地来到陆家宅邸外，轻松越过墙头，进入宅邸内，在陆家书房进行盗窃，并迅速离开。片刻后回到家中，赫然是一本本的书籍。自从练就了读书这项技能后，我就经常前往盗取书籍。虽然不识字，但依靠着破译和过目不忘的特性，我已经吸收了大量的知识信息。这个世界是正常的，没有超凡的力量，也没有跨时代的科技发展，但武技水平十分低下，大部分人的内力作用也有限。虽然这个世界的武技水平较低，但我仍然需要努力练习，提高自己的实力。青山哥，这次怎么收了这么多？是城里有单子，还是哪家要办事？二小姐捎信回来了，今儿要从百剑门回来呢，还带了一位新姑爷，听说是个才子。老爷开心要大摆宴席，特意叫人收了这些牲畜，还牵了一头大黄牛回来。你牛来了，这么大的牛，还是青山你操刀吧？给他来个痛快的吧。3年的屠户生涯让我成功练就了屠宰技能，并生成了3个特性词条，分别是煞气、解刀、保鲜。方才黄牛的尸神便是煞气导致的结果，对生灵心神有一定的震慑效果，甚至还能杀伤魂魄。一头牛，斩查功夫，说解就解了。杀牛都这般简单，那杀个人不是轻轻松松。此时许阳的技能栏中，屠宰意象正见光芒闪耀，解刀2字在其中逐渐模糊，转为4字凝现，正是庖丁解牛。庖丁解牛能够洞悉身体结构，预判行动轨迹，锁定行动方向与身体要害。这技能也就是说，只要双方的差距不是太大，就能先天立于不败之地。有了这技能，哪怕不用弓箭，也有把握斩杀李陆2家的武士教头了。收拾，把肉送到厨房去。还有这头手，祠堂那边要拿来祭祀的，剩下的你们自己分一分吧。干什么？一个个都站着干什么？不用干活啊！三少爷，张管事，您怎么来了？怎么，三少爷过来还要跟你通报？你们傻愣着干什么？不知道今儿老爷要开宴吗？误了老爷的大事，谁担待得起？张管事，肉我们已经宰好分好了，正要给厨房送去呢。这么快？是呀，这多亏了青山，那功夫又见长。是青山啊，难怪有这手艺。张管事，我家里还有事，先走了。站住！三少爷，还有事。你那篓子里装的是什么？分的一些肉与骨头。分的一些肉，谁让你分的？谁给你分的？你一个奴才，竟敢分主家的东西，谁给你的狗胆？这是屠房的规矩。规矩？谁定的规矩？狗奴才，拿主家的东西，还敢跟主家说规矩？张福去把篓子里的东西倒出来，我倒要看看这狗奴才拿了多少。不必劳烦了，小人不懂规矩，还请三少爷大人大量，不要见怪。那狗奴才反了天了。
哥，怎么了？今天没去杀猪吗？哥，怎么了？清河呢？出什么事了？穿好甲具，带上弓箭，照之前演练的，该带上的东西都带上。许阳并非轻易动手的人，他的紧张显然不是为了一点口角。作为一个精明的人，许阳深知这次的事情背后一定有更大的原因。他不是那种会因为小事而引起麻烦的人。陆家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看来这其中一定有着某些原因。虽然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现在已经彻底得罪了陆家，就不需要手下留情了。清河、红玉都准备好了吗？好了。很快，他们沿路前行，却遇到了一行人，当中一人便是李老九。李青山，给我上，把这几个吃里扒外的小杂种！许阳开弓连射，转眼便将几人射翻在地，最终捕获了李老九。说怎么回事？爹，青山，不关我事，放过我，放过我！李家大少爷在府城攀上了什么贵人，陆家也收到了消息，知道李家要发达了，所以给百剑门的二小姐去了信，让他勾搭同在百剑门学艺的李家二少李青云，一来二去，两人就好上了。陆家便提出结亲。贵人？什么贵人？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青山。看在同族的份上，话音未完，便将李老九击杀，随后扬长而去。在这等我回来，若是3天之后我还回不来，就照之前我说的去做。哥，一定要去吗？是啊，我们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就在这山里躲起来，他们总不能将我们抓住吧？大丈夫生于世，有些事情可以忍让，但有些事情必须要争。等我回来。陆家大宅灯火通明，虽然意外不断，宴席还是如期举行。众人散去后，陆冠和三子陆明来到书房。爹，李青山真的会回来吗？你说你今日既然撕破了脸皮，不该让他活着离开。我是想着卖李家一个面子，让他们亲自动手泄愤，怎想到那人行事如此狠辣。李青山，我早就看出此人非是池中之物。也可惜了爹，李家人已经找到了那李老九的尸体，身首异处。放心吧，我已有打算，明日派人进山去清风寨一趟。话音未落，一声闷响响起，陆冠艰难地转过头去，却已晚了。爹，你……许阳击杀陆明后，转身在书架上搜索起来，并将有用的书全部打包带走。片刻之后，便有火势蔓延而出。深夜，火光冲天，一片混乱。在陆家戏院，两青年奔出房间，手持长剑，警惕四顾。走水了，快救火！怎么回事？好像是哪里走水了，去看看。是。在混乱中，两人商议着要去查看情况。然而，在他们准备回屋穿衣的时候，一支箭矢破空而至，男青年顿时挥剑挡开。什么人？更多箭矢接连射来，两人挥剑招架，艰难抵挡。青云，等等，李青山。最后，箭矢穿透两人的抵挡，冲穿了他们。李星云和陆影倒在血泊之中。许阳随后便向李家宅邸而去。一些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做绝，否则将会留下无尽的后患。在山中，夜晚，李红玉与李清河警觉地注视着封闭的竹门。突然，敲门声响起，两人惊慌失措，紧接着听到许阳的声音：“是我回来了，开门。”哥，你回来了，拿点吃的来。许阳没有多做解释，安抚两人休息后，便回了屋中。回屋后，开始研究搜刮到的武功秘籍，对知识的渴求如海绵吸水，渴望吸收所有的力量和知识，以充实自己。5年后，小黄山一处险峻的山脉，独具寒意的风呼啸而过，蒙蒙雪气弥漫在视线之间。一行3人匆匆而行，汉子提着一柄柴刀，带着妇人和敦厚的少年走在山间小路上，旁边不时有寒风呼啸。孩儿他爹，这能成吗？能，一定能，只要找到清风寨，就一定能。我听说那清风寨可是土匪，要是被官府抓到，土匪又怎的？那张家摆明了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与其给他们逼死，还不如投了清风寨，起码还有活路。就是爹说的对，当年那李青山能做的事情，我周小山也能做。到了清风寨，我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当然，爹和你青山叔可是光着屁股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当年要不是……总之，只要到了清风寨，一定有我们家的好日子。正当3人信心满满的朝前行进时，突然间一声厉喝自林中传来：“站住！”惊得3人急忙站住脚步。2位大哥，我们是小黄村的，进山来砍柴火，不是什么歹人。砍柴火还带着这么些东西，你糊弄鬼呢？错，到底干什么的？王大山被追问的手足无措，而此时一声厉喝再次响起：“住手！”一人走出林中，是一名身形高大的少年。我们都是小黄村的，这位好汉。你是清河，你是李清河，你认得我？我是大牛啊，驻村口的周大牛，你不认得我了吗？当年我跟青山，周大牛，大牛哥，原来是你啊！怎成了这副模样？都是被那张家逼的。对了，这是我婆娘，这是我家小子，快叫人，这是你们清河叔，清河兄弟，清河叔，嫂子，快，小山给你清河叔磕头。在绝处逢生的关键时刻，周大牛心情激动，他语无伦次地向李清河道谢。李清河对周大牛的殷切期盼心中颇为复杂。5年前的自己若无大哥相助，恐怕也会有着和周大牛一样的遭遇。与此同时，清风寨中教场之上，一群汉子正在操练武功，上身赤裸，体格精壮，正在呼喝不断的操练武功。哥，百断山来人了，带到大厅去，我一会儿就来。知道。
见过李大当家，久闻李大当家爱武如痴，一直重金搜罗天下高深武学，这3本秘籍皆是名家大派的上乘武学，天王特赠予李大当家。六阳宫崔心帐嵩山剑法倒是有心了，梁天王送上如此厚礼，寓意何为啊？李大当家少年英雄，我家天王欲结2家之好，因而将此秘籍作礼送上。此外，听闻李大当家有妹芳龄未嫁，我家天王3子少年亦未娶，若是我2家结成亲近之好，不可能。回去告诉梁三江，给自己准备好棺材，3日后我往天王峰取他项上人头。这中年文士满眼错愕，被许阳的反应弄得手足无措，只得默默离去。什么混账？谁给他的雄心豹子胆？他当真如此说？不错，天王，这李青山当真桀骜不驯，胆大包天。此人确实有几分手段，但如此便敢挑衅我百断山，未免也太胆大包天了。大哥说的不错，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敬酒不吃，那就叫他吃罚酒，明日就灭了他清风寨。哼，不急，这李青山虽然狂妄，但也有几分手段，绝非一鱼之辈，不可莽撞轻看。军师你怎么看？天王所言极是，这李青山虽然为人狂妄，但绝非无的放矢之人。听闻当年他不过是那小黄村中的小山民，父母早亡，备受欺凌，还险些被宗族之人吃尽绝户，如此他却能以大魄力卖身陆家，对抗李家，驱狼吞虎，保身之时成事做大。不过几年功夫，便在陆家混得风生水起，还练了一手百步穿杨的剑法。此后李家得遇贵人，陆家有意修好，欲将他做弃子抛出，结果还未动作，他便先发制人，一夜之间灭尽李陆2家，随即携弟妹逃入山林，至此更是蛟龙入海，一发不可收拾。短短5年时间，他灭清风寨，据小黄山，大收山中逃民，壮大山寨势力，还大肆传授武功，从不吝一时金银。莫说山中逃民，便是周边村庄乃至县镇府城之人，都知他急公好义，气量非凡，可谓世之英雄。此外，他还通晓诸多奇淫技巧，不仅绘制雪花金莲，还导出了肥皂、琉璃等奇物，以此打开商路，变形府县，又同世家大商合作，可谓日进斗金。虽然日进斗金，他却毫不保留，一面以重金悬赏，大肆收购天下名家武学，一面购置铁甲、刀兵、粮草、肉食。如今不仅其一生武功深不可测，手下之人更是如狼似虎，个个悍不畏死，争相用命。言多有失。总之，李青山此人非是寻常宵小，我百断山实力虽胜他10倍，更有天王这等盖世英雄，众头领这般好汉豪杰，但还是不可小视于他，理应步步为营，徐徐图之。呵，军师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为风。那李青山一个黄毛小子，奶都没吃干净，也敢如此狂妄？敬酒不吃吃罚酒，明日我等便灭了他清风寨。他那清风寨才立几年，也敢同我百断山叫嚣？任凭此人如何诡计多端，也敌不过我兄弟合力。传我号令，集结3军，明日兵发小黄山，踏平清风寨，生擒此人。大哥，你们齐上吧！一声话语，血雨腥风。片刻之后，厅内杀声渐息，厅外却是烽烟四起，整个山寨都陷入混乱之中。小生拜见李大当家，恭贺大当家夺得百断山基业。啊，你倒是识物，多谢大当家夸赞。梁三将此人坐井观天，刚愎自用，竟妄图与大当家为敌，当真取死有道。好了，废话少说，库房何在？山寨库房多为常物，梁三将此人自私自利劫来的奇珍异宝尽在其私库之中，还藏了不少神兵利器、武功秘籍。大当家，请随我来。百断山，天王峰就此一着。百断山坐南朝北，位居中原，乃是南北交通要道之一，且山脉连绵，纵深广大，得了百断山这份基业，此后便如鸟上青天，鱼入大海，放眼天下，再无掣肘。山中无岁月，悠悠过甲子。74年后，百断山天王峰聚义厅前，各方豪杰相聚，席间笑语盈盈。周大哥，许久不见了。周管事，风采不见当年啊。周师兄，祖师他老人家近来可好？祝老师仙福永享，寿与天齐。诸位兄台远道而来，周某感慨万千。贵客登门，快快有请。说是贵客，却不出迎，这般态度着实玩味。莫非昆仑掌门何天冲率门下弟子恭贺李天王寿比南山？铁剑先生大驾光临，我等有失远迎，还请见谅。周大管事言重，老夫不请自来，乃是登门恶客，这生见谅，我说才是。昆仑远在西域，无端无有，怎会前来祝贺？看这模样，天王也未有邀请啊。只怕不是无端无有，而是事出有因。听说金玉满堂货通天下，近年来更是行商西域，重开了中原与西域的贸易，期间闹出不少事端。昆仑派为西域地头蛇，莫不是为此而来？果然不是善客，天下谁人不知？金玉满堂乃天王所有，昆仑派挑在此时上门，分明是存心不良，想要搅乱天王100岁寿辰，当真不知死活。聚义厅内议论纷纷，气氛紧张。而这时，空洞掌门陈龙飞也携师弟妹前来祝寿，众人心中更是疑虑重重。空洞掌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与昆仑相似，空洞人数更多，并再次引发了一番议论。而另一众多门派与帮会接连登场祝寿，聚义厅内极肉热闹。5大派、7大帮全都来了，看来今日之事是不能善了了。天王100岁寿诞，他们安敢如此？这般动作，摆明串联，拜寿是假，巡视是真。况他们也是好歹，竟敢上百断山巡视，这些年吃的教训还不够？他们自是人多势众，分明是小看我等。怎能让这般宵小坏了祖师寿诞？我等弟子门人合力将他们打出山去。莫急，周师兄还未说话，说明祖师自有计将，我等不可鲁莽坏事。
诸位来此为天王寿诞祝贺，百段山上下不胜荣幸，还请诸位纵情畅饮，今日不醉不归。且慢，今日我等前来，除去祝贺李天王100岁寿诞外，还有一事，便是要李天王与天下人分说，因此敢问李天王何在？天王尚有要事，暂时不能分身。周海虽然不才，但也能拜天王分说一二。只怕这个主周管事做不了，还是请李天王出来，同天下英雄当面吧。天王如何行事，岂是尔等能够决断定夺？我劝陈掌门与诸位不要自取其辱。你不错，师祖如何行事，岂是尔等宵小能定？你有何事要说便说，要打那就同我到山外去做过一场，休缴了师祖寿诞。今日乃是我等祖师100岁寿诞，诸位与我等有什么江湖恩怨，到山外解决就是。倘若再次胡搅蛮缠，扰乱祖师寿诞，那休怪我等纳受无情。阿弥陀佛，王总镖头行事还是如此霸道，一言不合便以打杀威胁，难怪7年前灭尽我少林俗家龙门镖局上下78口。我等百段山门人，受祖师言传身教，谆谆教诲，行事向来光明磊落，无愧于心。若是我正为镖局所为，我王堂必定坦然忍之；若有半句不实，必遭五雷轰顶，形神俱灭。人证物证皆指于你，你说不是便不是了。我正为镖局与你龙门镖局之间确实多有竞争，甚至斗杀过几场，但龙门镖局灭门血案，绝非我正为镖局所为。天下谁人不知，百段山李天王乃是天下绿林之首，巨啸山林的绝世巨寇，过往商旅乃至路人百姓无不遭受盘剥，甚至当年李天王未入武林之时，便辣手灭了其宗其祖李陆2家满门，如此门风也敢说什么光明磊落，无愧于心，当真笑话。秃驴，你胆敢辱我祖师名声？实话实说罢了。空见大师所言提示，什么绿林豪杰，不就是一伙儿强盗？贼秃驴，你颠倒黑白，血口喷人！我百段山经商不满天下，可谓富有四海，业成八方。如此基业还需盘剥百姓，都是你们少林传承100年，名为佛寺，实为好强，背地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在座各位都是天下英雄，你们可曾听说我祖师行过不义之事？放眼天下，谁不在一生急公好义李天王？哼，什么急公好义，不过邀买人心，壮大自身之举。尔等小辈有何资格与我等论说？李青山呢？让他出来，怎么敢做不敢当嘛？辩论之声渐次升腾，在场氛围越发紧张。正当形势即将失控之际，呵呵呵，好生热闹啊！武林风云变幻，阴谋阳谋交织之际，一股不为人知的力量悄然出现。而在这盛会当中，一场惊天阴谋即将浮出水面。众人惊讶地望着少年公子及其特立独行的众随从，一时间各种议论纷至沓来，掌门纷纷皱眉，犹豫不决。在下圣火教李少白，今日率圣教左右2使、4大法王、8大坛主亲上百段山，恭祝李天王长命100岁。放肆！我等登门祝贺，百段山便如此待客。李天王名震天下，却不懂得教手下人点规矩。原来是圣火教少主当面，这般正式上百段山，不知所为何事。哈哈哈！都说百段山周大管事8面玲珑，为人机敏，乃是李天王左膀右臂。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天下人尽皆知。李天王急公好义，不仅是盖世英雄，更是一代宗师。这些所谓名门大派，竟敢在李天王100岁寿诞之日寻衅滋事，当真取死有道。周大管事，烦劳你禀报李天王，便说我圣教有意与百段山结盟，从此你我2家同气连枝，一荣即荣，一损即损，平分天下，共治武林。妖女，魔教妖人，安敢如此？只要天王应允，今日我2家便可联手，将这一干道貌岸然的名门正派全数斩杀于此，扬我2家威名。此后天下武林唯我2家独尊，岂不快哉？魔教妖人，痴心妄想。圣火教李少白见过天下英雄。李少白，圣火教怎的又一个李少白？在下才是真正的李少白。至于此人，乃是朝廷杨王之女清平郡主，今日假冒我圣教之名，来此挑拨百段山与各大门派纷争，乃是朝廷阴谋算计，想要我武林同道自相残杀，诸位万万不可中计。不错，我乃杨王之女，朝廷亲封的清平郡主，但今日之举，并非有心挑起百段山与武林各派纷争，实在是这圣火魔教狼子野心，已成叛逆。他才是真正心怀不轨之人，如今已秘密调动朝廷兵马位于山下，欲要将李天王与天下英雄一网打尽，还望诸位明察。朝廷绝技无异于百段山与李天王为难，反倒是这魔教叛逆，欲要夺百段山基业成自身根基，不仅串联各大门派，还调动了一支大军前来围剿。我父王得知消息，方才调兵前来。什么局面？祖师何在？兵临山下，如何是好？的，看样子我不能再陪你了。这些年你挑了太多担子，我没用，武功练不好，算账又不会，不仅帮不上你的忙，还一直拖累着你。没有的事。我知道你不是凡人，我和二哥能跟着你，是我们今生今世最大的福气。现在这福气我们享完了，如果有来世，
我还想当你小妹，行不行？好，那说好了，不许骗我的。你看，二哥他过来接我了，还有爹娘，大黄也来。郭奶奶，老祖宗。随着小妹的去世，李青山也静静地起身向外走去。岁月无情，长生路上难免会有遗憾，我要变得更强，掌握力量，掌握命运。在聚义厅内，众人的气氛既肃穆又紧张，面对百断山的局势氛围异常微妙。事情至此等地步，李天王若是再不现身，恐怕今夜这百断山要血流成河了。事在人为，我来了。李天王难道是装神弄鬼？这锅粥还不够乱吗？李天王的出现让在场的人们不禁震惊，他已经成名70余载，这位年近100岁的传奇人物，怎么可能是面前这个年轻人？难道说他是后代，还是狸猫换太，装神弄鬼？此人为何假扮李天王？百断山如此做法，又是寓意何为？大师，听闻15年前，李天王曾上少林挑战3度神僧，不知此人到底。阿弥陀佛。李天王功参造化，竟可逆转生死轮回，返老还童，已可比肩我派达摩祖师，老衲佩服佩服。恭贺祖师神功大成！少林、武当、峨眉、昆仑，还有空洞、丐帮、巫山派、神剑山庄，来的倒是挺齐。天王功参造化，已非凡人，我等也不想搅扰天王，再染这凡尘俗事。奈何天王门下行事太过专横霸道，武林各派均有怨言。薛、武林、朝廷、犯贼，其实你们都是一路人，容不得我李青山的人。我们绝技无意与天王为难，你们容不下我，我又何尝容得下你们呢？天王此话何意？这数十年来，你们各门各派皆败于我手，如今我也有15年未出手，看来你们已经忘记了我这个天王的称号是怎么来的了。天王神功盖世，我等确实不及，若是以武强压，我等不仅口不服，心更不服。李天王纵然你再厉害，也不过一人，一旦真气耗尽，你也在劫难逃。是吗？那便是。你们还有你们，齐上吧！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许阳不仅未如败下，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是要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天下熙攘，皆为利往。难道以为我过了100岁就日落西山了？来，让我看看这些年你们长进了多少。许阳的挑战在台下激起了一片沉默，众人惊疑不定，没人敢率先动作。退路已断，生死为战，你们还等什么？来吧！那就让晚辈来领教李天王高招。击响之后，人群震惊地看到了成名已久的丐帮帮主陈继玄，他纵身出招，然而在这次交手中被迫后撤。许阳的磅礴真气震撼了所有观望者，而陈继玄则深受其影响，砸碎了大理石地板，留下一丝鲜血。丐帮降龙掌，看来少林大还丹果然名不虚传。敌情日紧，我虽吃了少林大还丹，可远远及不上李天王的造化功力。但今日作为武林同道，我必须拼尽全力，即使不能取胜，也要誓死一搏。请指教，李天王。凝虚成石，真气化钢，空气颤动，仿佛有浪潮般的扑面而来。看看我的如何！忽然，一声龙吟响彻云霄，众人还未来得及一路璀璨的龙影呼啸而出，以排山倒海之势朝陈继玄飞去。这是什么？难道降龙掌可以召唤真龙？什么东西？降龙掌打出一条龙来，开什么玩笑？如雷轰鸣，真龙呼啸，将对手一起重重撞向断龙石，整个武场都在震荡之下剧烈颤抖。众人愕然回首，只见陈继玄掉下山涧，生死未卜。在众人陷入慌乱时，少林主持空剑手持金刚禅杖跳了出来。金刚伏魔，抓住这个机会，八剑合一。倒是没有辱没神剑山庄的名声。众人奋力攻击，却被许阳释放的六道龙狂指示轰然震入人群之中，众人束手无策，血肉飞溅，死伤无数，整个天王峰都在震动之下剧烈颤抖。你金刚不坏神功，难道还有境界？返老还童，长生不死之力，罡气之上并无境界，起码现在没有。我这些年来，许阳除了挑战高手外，一直专心修行武艺，并教授他人。通过不懈的努力与吸收各种武学，他已达到了无敌境界。数十年的武学积累，使得练武这项技能拥有了诸多奇异乃至超凡的特性，将武功推向超凡入圣，达到超越常人的境界。然而，这些技能特性的衍生，却仍不能跨越罡气之上的界限。目前我的修为仍然是罡气之境，没有吗？天王饶命！清平之前鬼迷心窍，杜至天王神功盖世，恳请天王为太上国师，百断山为护国圣门，尊享荣华，万事不改。妖女住口！我圣火教之宗旨，便是以强者为尊，恳请天王为我圣教之主，推翻无道昏君。我们猪油蒙了心，实在罪该万死。为赎此罪，我昆仑上下请入天王门下，从此为天王。许阳没有理会，而是径自离去。百断山下清冷的山林，隐约可见一对如蛇蛰伏的甲士。这鬼地方蚊子这么多，真是折磨人。早叫你不要跟来，这点苦都受不了，日后怎么独领一军？难怪父亲总是说你不争气。我是不争气，可大哥你这么争气，不也是没讨到什么好脸吗？老头子就是偏心，什么好差事都交给老二。好了，三弟，听闻那李青山乃是山户贱民出身，胸无大志也是理所当然。此等王道之机，何该为我兄弟所取，成就千秋吧？青年重摔在地，胸前嵌着一支箭雨。三弟，飞矢如雨倾盆而下，将这片山林尽数淹没。各种山峰，赤红火光腾然而起，上现无数森烟铁甲，漫山遍野而出。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200年后，在大漠边城的勾栏内，一位中年说书人正讲述着大周太祖的传奇。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今日老生常谈，再同大家说一说我大周太祖本纪。苏先生，你这头开的也太长了。就是，你怎不从开天辟地开始说，快入正题吧？就是，前面这段我们都会背了。莫急，说书嘛，总要循序渐进，方才引得出精彩来。朝廷无道，民不聊生。太祖夺得百段山，潜心修武20载，功成出山，无敌于天下，威压十方，莫敢不从。时间一晃，来到前朝继业7年，太祖100岁寿诞于天王山。天下群雄欲趁太祖年老力衰，覆灭天王山，但却不想太祖武功已然登峰造极，天下高手均不敌太祖神武之力，惨然败亡。太祖武道通神，江湖已无人可敌。北上伪朝，江南魔教皆觊于天王山之基业，各发10万兵马围攻天王山。太祖何许人也？天下之局尽在胸中，破10万雄兵，斩下敌手无数，将天下土地收归公有，均分于百姓，民的温饱，衣食无忧。呵呵，巧取豪夺说的这般好听，当真无耻之尤。何谓巧取豪夺？人家祖上田产乃是代代血汗辛劳积累所得，你一声令下便要收走，不是巧取豪夺是什么？还有脸面说未解民力，得看分明是为他李家江山夺百姓之力，稳自身之机。尔等国之蛀虫，实境名高，肥硕己身，还说什么血汗辛劳，可笑至极。你此乃国本方略，顺天应人之举，尔等余孽竟还贼心不死。你们这些余孽还想做那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对抗此等武道大师，浩荡天威。大师言之尚早，大势在水，苍天有眼，因果轮回，必然有报。大周五祖胸襟如海，无布天下，但为何要灭尽各大门派，连我们丐帮都不放过？大周的武道盛世，容不得我们这些邋遢叫花子觉得我们碍了五祖陛下的眼。哈哈，别人不清楚，你们自己难道还不清楚吗？坑蒙拐骗，甚至踩生折割，暴力之甚。若是容下你们，国法威严何在？成王败寇，这就是你说的事实，不是吗？王行王道而成，寇行寇尽而败。当年那暴君起兵欲夺天下，我儒门倾力相助，众多大儒士子为其巩固江山，他反而灭我儒门道统，实在是亘古未有之暴君。妇孺只知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待到山河日下，国不将国之时，便转投新朝，再享富贵。你住口，无耻老贼！说这么多干嘛？赶紧了结这场纷争，省得夜长梦多。那暴君设立鹰犬2大密位，阁下为此地鹰卫头领，应当知晓我们4人来此所为何事吧？尔等逆贼阴谋串联，拉了此地总兵下水，欲开边关门户，放外邦蛮夷入关，驱西市奉蛮夷，这便是尔等教门气节。200年了，那暴君的魔功再厉害，如今也该死了吧？多少人恨他要死，我们能成今日之事，朝中出力者不在少数，甚至他李家之人都助力颇多。那暴君已遭天下反噬，阁下如此修为，何必为他殉葬？不如加入我等，共襄盛举。事成之后，那暴君长生延寿之法，你我共享，岂不美哉？一群井底之蛙，自到临头还不自知。其上吧，让我看看这些年你们长进了多少。动手，速战速决。天罡归元，浩气长舒，佛法无边，亢龙有悔。不过尔斗，唯有五经能抗五经，唯有斗卷不惧斗卷。这是大周治世之后200年间天下流传最广的名言警句，4人自也知晓，如果可以，他们也想以五经抗衡五经，斗卷针对斗卷，奈何他们不会。李青山坐在悬崖上，刚既凝聚成实质，但在攻城之际，他遭受了挫折，口吐鲜血。祖师起来吧，失败了。凝钢爆丹之关键在于神，神控其身，神愿其切，凝气成钢，爆丹于田。这思路没错，但神魂之力不似气血之力，壮大起来十分困难。我之神力不足，难控罡气，最终功亏一篑。祖师，这就是后续的武道之路吗？这只是我目前的设想，到底能不能成，还要步步践行，看你们的了。我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祖师曲阳无言，身上散发出一道华光，生机盎然。随后飘散，弟子们纷纷跪地。天武纪元1723年，五祖李青山于东海之滨白日飞升，是为天下之祖，武道真仙。洞庭湖的波光中，一叶乌篷船轻轻摇曳，船舱内一双历经沧桑的眼眸缓缓睁开，仿佛穿越了时空的尘埃。一生一世300年，匆匆一梦300年。谁知我是武中仙，一辈子结束了。虽有些许匆忙，些许遗憾，但总体而言还算圆满。一个正常人在无病无灾的前提下，寿命极限大概为120年。如果修炼了大周五经，达到真罡境界，
凭借大招5经中融汇的各种养生功法，那最多可以将寿命提高到180岁，这就是极限了。我能活300多岁，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武道通神，大招5经的延寿效果更强；二是饮食、睡眠、呼吸、练武等技能都有延年益寿特性，再加上长春不老、生生不息，如此才将寿元提到300多年。但这就是极限了。大周作为第5世界刷出的技能特性，最好也就是武道通神与长春不老。像庄周梦蝶这种堪称造化、不可思议的神通特性，从来没有出现过。从此也能看出现实世界的水有多深，存在的超凡力量有多强。有句话说得好，知识就是力量，信息就是财富。还是先处理一下现实世界的琐事，再补充一点生活必要物资，调整心理与精神状态，再开启第2段梦幻人生。小酒馆中，众人的喧嚣声与酒肆的香气交织在一起。别老许头还没死啊，身子骨还真是硬了。今儿又来喝酒，莫不是又捕到了鳖鱼？我们怎就捕不到呢？尽是些臭鱼烂虾，晦气。这你就不懂了吧？鳖鱼啊，不能网，须得钓。老许头活了这么多年，别的本事没有，这钓鳖鱼可是一绝。许爷，这本事传我可好？我认你当干爹，今后给你养老送终。许阳默然无语，静默地品尝着酒菜，仿佛在尽情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度过了大周300余岁的光阴，在现实世界中仅过了1年而已。金鱼帮有令，所有人马上到鱼市口集合，不得有误。发生了什么事情？谁知道这么大动静？金鱼帮的命令，快走吧，别耽搁了。就是惹恼了那些贵人，我们可担待不起。这位是我们金鱼帮的3小姐，这位是铁狮帮的铁公子。今日3小姐与铁公子前来，是为了找一个人。这人在1、2年前到过我们这片，大家看看。若能提供消息，我金鱼帮有赏，甚至还可以加入我们金鱼帮，享受荣华富贵。七爷，这人我们见过。你说，这人是个富家公子，2年前带着妻女来到湖边，说要乘船游湖，出手就是1两银子，大家都抢着上呢。是吗？那后来呢？后来这生意给老张头抢了去，因为他家的船比较大。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听老张头说他们游湖而下，到青石口那家人就下船离开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老张头，大半年前失踪的那个老张头。对，就是他。你不是骗我，来个死无对证吧？小人怎么敢？很多人都看到，不信你问。问一问什么时候失踪的，在哪里失踪的，失踪前做过什么事情，见过什么人？是，这个在白水湾吧，他家的船一直停在那地方。我记得那天他好像去找过老许头一次。对，我还遇到了，说要把自家老二狗给老许头送终。老许头。七爷，老张头失踪前去找过你啊？是来找过我。找你干什么？过继他家老二，说要给我养老送终。然后呢？然后我们谈好了，他们就回去了。就这样，只是如此。对，很好，赏你的。其他人还有消息，尽可说来，重有赏。多谢铁公子。就在许阳拿起银锭的时候，青年脚下一动，便向许阳提去。然而许阳早有预料，瞬间便了结了青年以及陈七一干人等，并直向室外奔去。斗卷轻身之法展开，配上健步如飞之效，不过几个呼吸起落，就成了远方一点黑影。许阳不顾内力消耗，几个呼吸的功夫就冲到了湖岸码头，并一头扎进水里游泳。人体交流，为何？张成父子的那批财物难道有什么问题，惹得金鱼帮与铁狮帮大费周章，如此旋转，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不过那批财物早被我埋藏了起来，根本没有动用的想法。如今又出了这等变故，那就更没有理由拿出来找麻烦了。还好趁早准备，带上家当，开始转移。给我找，哪怕把这洞庭湖翻个遍，也要把杀我儿的人找出来，千刀万剐，挫骨扬灰。是。3日后，许阳在无人荒岛安家，为了安全，更换了身份。他决定尽快提升实力，于是庄周梦蝶，蝶梦庄周。这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许阳意识到自己穿越到了一个即将要被冻死的乞丐身体里，天寒地冻之中，思如潮水席卷而来。很快，许阳就接收了这具躯体的一切信息。确实是一个乞丐，年纪多大不太清楚，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姓名都没有。从记事起就跟着一个老乞丐以乞食为生，饥寒交迫，穷困潦倒。前年老乞丐死了，留下他一个人独自生存，更受欺压。大隋开皇20年，穿越到了华夏史书。穿越前，我虽只是一个普通人，但基本的历史知识还是有的。开皇20年，仁寿4年，也就是说还有4年时间，隋炀帝杨广那个铺盖货就会当权。这个隋唐世界是平行世界，还是华夏历史当中的那个隋唐？这个世界有我追求的力量吗？看来还是要靠自己探索啊！先离开此地，寻觅一处容身之所。以目前的身体状况，绝熬不过3天，想办法搞点吃穿住的。还热着，快吃吧。这人我不认识，或者说阿狗不认识，记忆当中没有半点印象。看样子双方也不可能攀上什么关系，那这是怎么一回事？慢点吃，别噎着，刚才太匆忙，忘记买水了。你等等，我去给你买壶水来。不用了，谢谢。你小心些，多保重。看来这个世界的人还是很善良的，我也该走了。站住！刚才那个小丫头给了你什么东西？拿出来！快拿出来！动手给我打！许阳没有言语，默默躺到地上，抱住头颅，缩起身子。放肆！仙姑饶命，我等再也不敢了。滚！是，马上滚，马上滚！
师尊，你没事吧？没事，谢谢，多谢仙姑相救。可知静安寺在何处？静安寺，知道，这是我们徐州城最大的寺庙，仙姑可要带路？不用，你持此信到静安寺去，他们会收留于你。轩儿，走吧，你小心些，多保重。不必忧心，那小乞丐为人机敏，静安寺离此也不远，不出意外，他很快就能抵达。多谢师尊。师尊，你不是说当今大隋天子乃是您代行天下，选出一代明主吗？为何什么？为何在他的治理下，还有这么多的乞丐，这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倒在街头，冻死饿死？难道不应该人人衣食无忧吗？纵是明主，也有所难。世上人心有私，人性为我，不能天下大同，四海均分，此为人道亘古之事，不可变也。那师尊，为何我们还要扶助这样的天子？难道就不能我们自己当天子，创造一个天下大同、众生平等的世界吗？不能。为何不能？因为我们也是人。师尊，等轩儿长大，一定会选出一位圣明天子，帮助他好好治理天下。师尊相信，轩儿一定可以做到。到时候一定不会再有人冻死饿死，大家都能吃饱穿暖，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生活下去。那轩儿可要快快长大。如果是在第一个世界毫无积累之时，那投身此寺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能够获得有效的庇护与充足的时间，悄然积蓄力量，徐徐成长。但这个如果并不成立，现在有充足的底蕴支撑，这来历部分规矩诸多的静安寺对我而言已不再是最佳选择。静安寺前，许阳逛了一圈，确定无人跟踪之后，果断转身而去，离开了静安寺，踏上了自己的旅程。夜幕低垂，破庙之中，几个乞丐围火而坐，咒骂声中透露出一丝不祥的预感。杀千刀的，疼死我了！都怪那个小杂种，找到机会非要弄死他不可。怕是难了，那小家伙也不知道撞了什么狗屎运，居然能遇上那样的贵人。就在这时，一个瘦小的身影映入眼帘。阿狗还敢回来？好小子，一个人也敢回来，找死！老大，你不要杀我！问你一点事情。阿狗，狗哥，不，狗爷，不关我事，老白头的事都是老大干，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求您饶命，饶命！老白头，看来这事还另有隐情，也算是无心插柳，了结此身因果了。近段时间，这徐州城中可有大户人家得了恶疾怪病，或者久治难愈，寻觅良医之人？这听说城南的王员外前段时间风邪入体，快要病入膏肓了。还有听说周穆大人的小儿子得了种怪病，请了好多大夫都没治好，前段时间还招榜寻医，说谁要能治好他儿子那病，就赏赐黄金100两。周穆。许阳上前翻看了一下尸身，竟从那乞丐头子身上搜刮出了几两碎银。搜刮了尸体后，便在篝火旁坐了下来。第二天，许阳平步走进周穆府前，他用昨夜搜刮的碎银换了新衣，并在客栈整洁了一番。在下姓许，名仙，字清扬，听闻令家公子患有奇疾，招榜寻医，因此特来接榜，还请2位通传。你也是大夫？正是。哪有你这么小的大夫？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去，别来胡闹，触怒了大人，你有10个脑袋也担待不起。阁下面色黄白，眼垂发黑，平日行动是否有气无力，腰肢酸软，精神萎靡，尤其行房事之时，更是夫刚不振，总觉身体亏空。还有阁下，你气血两亏，更是不堪，是否常入烟花柳巷，或是夜间独自？够了，先生这边请。许大夫可有法医治？果是奇疾，但不碍事。取此药来，以水煎煮，每日1天，服用3月，保证药到病除。这当真？若是3月不能药到病除，许仙愿将性命赔与大人。先生言重了，只是小儿顽疾多年，诸多良医前来，皆尽束手无措。不想先生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医术，实在令人佩服。先生妙手回春，救回我儿性命，不胜感激。来人啊，取诊金来。是，还请先生笑纳。大人客气了，但在下不要这诊金，只有一个不情之请。得，先生请讲。家师生前唯有遗愿，便是将我们医术发扬光大，还请容许在下开办医馆，于这徐州城中悬壶济世。原来如此，先生妙手仁心，利国利民，本官岂有不容之理？这诊金还请收下，便做开馆之资。多谢大人。3月之后，一间医馆在徐州城中盛大开业，名曰保安堂。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便是16年过去。隋朝大义年间，天下动荡，百姓难以为继。而在徐州城的繁华街头，生活依然继续着平淡的节奏。包子，刚出炉的包子，皮薄肉厚，油大喷香的大肉包子哦。膏药，祖传膏药，头疼脑热，一膏变灵。真是信了奇，竟然有人来这儿卖膏药。怎的？这地界不能卖膏药？不是不能卖，而是卖不掉。你来时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家的地界？谁家的地界？自是保安堂的地界。什么？你不知道保安堂？那你总知道我们徐州城第一神医，妙手回春，救死扶伤，号称阎罗含命的许清扬许大夫。他医术真有这么高？那他诊金收的肯定不便宜吧？大家都是小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的，去得起他保安堂，还是买我这膏药实惠？你知道个什么？早在几年前，许大夫便开义诊了，对我等百姓概不收费，还赠医药，且门下收容了上百弟子，近千门生，皆是穷苦百姓出身。许大夫来了，来50个肉包子。许大夫早就给您预备好了，您拿好。使不得，您治我家包子是我的福气，这钱万使不得。许阳回到了自己的保安堂，这10余年的时间使他变得更加深不可测。众人虽敬仰他的医术，但他的内心却隐藏着更多的秘密。世尊，先生，许大夫好，见过清扬先生。好。
师尊，海沙帮帮主韩盖天派人前来，点名要师尊前去为他诊治，开出诊金1000两与10枚海明珠。不去。巨坤帮帮主云玉珍定6于月16前来受诊，诊金10万2白银，且奉上青宫鸟度数秘籍，让小师9接。朝廷那边新苑周穆未到，但听闻是宇文伐之人，已然命人前来送上拜帖，言语间似有让师尊赴东都之意。不见。16年，中士来了。何谓大事？大事即大征，要么卷死别人，要么别人卷死我，没有第3种可能。而我已经准备好了。好了，暂时就这样，先下去吧。是，师尊。在大周五经的庇护下，许阳的修为如日中天。保安堂内，进室之中，许阳一人独坐，默运五经。这种主动修炼的速度远快于被动运行的速度，我能在短短的16年间将长春不老、武道通神、五经之祖等特性练就出来，离不开五经奇效行功的帮助和没日没夜的苦练，两者结合，16年光阴足可抵得大周100年苦功。否则以本体如今的修为、神魂的强度，想要将武道通神、五经之祖这等级别的特性传输过来，支援分身开局，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师尊，他们来了。如何？伤势很重，有点不妙。三师妹正在为其疗伤。那你先去洗洗，我先过去。是。娘，大夫，谁？师尊。师尊，这寒毒当真恐怖。换我来吧。呐。宫卷纯阳之法，生卷回春之术。娘。冰玄剑确实非同一般，可惜未够火候。若是在大周世界，这一手足可化尽天下奇寒。无论是玄冥神掌，还是寒冰真气，又或者九阴至极吉利，都经不住我这一道纯阳回生神罡。但这女子体内的寒毒却顽强抵抗了好一会，最后都未被完全清除，这是为何？这是在哪里？在徐州，我们到徐州了。是许大夫？不对，许神医救了你。徐州，许神医，多谢神医相救，君错。别急着谢，你体内的寒毒还有残留，若是不消除完全，那仍有性命之危。许神医，你这么厉害，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求你大发慈悲，救救我娘！可以救，但我们要先谈谈诊金的问题。诊金没问题，许神医，你说个数，就是金山银山，我们也想办法给你搬过来。我要你们身上的长生诀。长生诀。被宇文化及追杀了这么久，没想到这位实力深不可测的许神医竟知晓此书在我们身上，那岂不是羊入虎口？一书换一命，换事不换，你们决定，我从不强迫别人。换，我们换，我们换，只要能救娘的性命，一本书算得什么？许神医，这就是长生诀，我们不求其他，只希望许神医你能救回我娘。小众小灵，长生诀，不错。可以救我娘了吗？不行啊，她伤势太重，身体太弱，方才行功已是极限。若是继续驱除寒毒，她必定承受不住，必须先做调养，之后每隔3日行功1次，3次之后自可痊愈。原来是这样，好好歇息，3日之后我再来给你疗伤。等等，许神医，你有所不知，此书关系重大，天下4大门阀之一，随地禁卫总管宇文化及便对此书虎视眈眈，死追杀我们母子3人，想必不要多久，他就会追到这里。我既收了此书，自会保你们周全，好好养伤，不必多想。放心，师尊为人一诺千金，说保你们周全便保你们周全。我说区一个宇文化及，便是3大宗师前来，也伤不得你们分毫。3大宗师乃是天下武林乃至各个王国公认武道巅峰的绝强人物。作为3大宗师之一，一剑大师傅彩铃的弟子，他很想反驳李素问这番话语，但又不好出口。等等，不对，他们还有一个目标，除长生诀外，还有一个目标，宇文化及。他们想干什么？娘，你怎么了？不会又病发了吧？我去找许神医过来。不要，娘没事，就是想到了一些事情。你们好好休息，有事唤我即可。徐州城外，华贵车队缓缓驶入城内，司马之车彰显尊贵，车内文武对坐，目光如炬。是己看出什么了吗？勃勃生机，万物竞发，好一派盛世繁华之景。是啊，此地繁华，不下东周，尤胜江南。方才来时，城外所见，田有其耕，村有其居，路不见流民，道不见恶殍，百姓均无饥色，可谓安居乐业，尽享太平。如此不奇怪吗？自是奇怪。这些年来，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对内修造运河，营建东渡，对外屡屡动兵，灭土御魂，征高句丽，多次加征于百姓，税赋劳役甚重，以致民生凋零，各地民乱四起，烽火连天。如此，天下竟还有安居乐业之所，丰夷足食之地，岂不怪哉？是何原因？暂不知晓，但料想与那人脱不开关系。那人，你是说那位许神医？不错，正是此人。此人乞丐出身，食不果腹，却不知从何处习得了一手绝世医术。16年前拔除那周穆王伯生小儿之顽疾，以此立足于徐州，开办医馆保安堂。徐州各大世家皆受过他之救治，且都药到病除，令他名望更甚，更美诸多
多家财，还广收门徒，每一人都得他医术之真传。这城内的保安堂几番扩建，还开了很多分馆，在这徐州境内遍地开花。5年前，他又大行义诊，对百姓施医赠药，概不收费，深得民心。更有甚者，在家中立起了他的长生牌位，香火供奉不断，称他在世活菩萨。他这是要干什么？对啊，他这是要干什么？施医赠药，大行义诊，妙手回春，广收人心。如此做法，是急，你想到了什么？汉末、张角、黄庭反贼，此人分明是想要造反。无凭无据，不可妄言。要什么凭据？他这般做法还不是凭据吗？是也不是。总之行事未明之前，我等不可妄言定论，更不可轻举妄动。为何？因为我怕他真的会反。徐州乃是中原腹地，兵家必争之所在。我与文伐欲行大事，此地必须把握在手，怎能容许此人盘踞？自然不能。若否，兄长又怎会请旨让你我前来徐州赴任？只是行事未明，不可轻举妄动，须得徐徐图之。这许青阳来历不明，深不可测。如今其事已成，正面冲突，我与文伐纵使能胜，也要付出惨痛代价。如此做法，殊为不智。那你的意思是推波助澜，驱狼吞虎？此人虽然非凡，但终究是剑籍出身，而这天下乃是家之天下，4大门阀，5姓齐王，还有8大世家，哪个不是传承数百近千年？底蕴之深，实力之强，岂是此人10余载积累可及？此人如此做法，怕是早已令徐州世家不满。只是慑于此人羽翼已丰，又有上任州牧王伯生居中调和，这才勉强得以相处。如今那王伯生年老离任，你我调为徐州之主，只要推波助澜，必能引动双方争斗。届时你我便可借世家之力，探明这许青阳根地，谋定而动，一击攻城。妙哉，知己，你不愧是我与文伐的炙手谋主。驾。怎么是兄长传述？何事？兄长一路追杀那携带长生诀潜逃的3人，结果屡遭一股神秘势力截击，竟令那3人逃到了徐州之地。因此让你我配合拦截，务必要取得长生诀。这程度与无敌都在华吉身边，那3人有何本事，竟能逃过我与文伐3大高手追杀？那3人武功只是寻常，关键是那股神秘势力。另外，那3人前来徐州，乃是因为被兄长兵权尽所伤，身受重创，性命垂危，需要求医问药，所以如今应当在那保安堂。长生诀不容有事，改变策略，马上派出信使，以我与文伐之名，请徐州各大世家之主前来聚首。你再持兵符圣旨，前往军营调兵，以防徐州民变。兄长已在路上，待他抵达徐州，我们立即动手除掉那保安堂。是。大局已定，入城。许仙、许青阳，一个乞丐，能有今日，绝非寻常。是谁在背后支持？令男、杜应该、立法没道理，独孤更加不可能。黑白两道，魔门沉寂已久，佛门作壁上观，道门栓势难解，儒门又是世家之策，不像，都不像。此人究竟什么来历？兄长好像有些不对。怎么？路上空无一人，这说明什么？走漏消息，情理之中。若是这点本事都没有，他岂能在徐州立足，做大至今？也是。队伍默默行进，直向城中开去。保安堂内，傅军绰的身躯颤抖，体内寒冰已微不可察。好了，你身体恢复的速度比我想的又快上一些。九玄大法果然名不虚传，先生谬赞了。此次行宫已将你体内寒毒尽数驱除，再疗养数日便可痊愈了。长生诀原本我已收藏，这是我抄录的他本，应当没有错漏之处，你们可以拿去修炼。若有问题，前来找我。此外，日后你们及身边之人，若是需要寻医问药，也可前来寻我救治，只需以武学典籍为诊金即可。这多谢神医。寇仲、徐子陵，记忆之中，他们是一部小说《大唐双龙传》的主角。如此，问题就来了，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世界，还是书中虚构的幻想？那就如此，好好歇息。这位许神医真是个好人啊，虽收了我们长生诀为诊金，但并未彻底占为己有，还给了我们拓本，一来二去相当于免费救治。这宇文化及前来拜会，不知青阳先生何在？宇文化及他来了，不好。青阳先生妙手仁心，本将甚是佩服，但一世先生恐怕有所不知。数日之前，有3名朝廷钦犯伪成病患，进入保安堂求医，本将今日便是为此而来，还望青阳先生辨明是非，将这3名朝廷钦犯交出，省得伤了医馆清静和气。既然先生不听劝告，那就休怪本将无礼了。来人，破门！久闻青阳先生年少有为，聪识天成，如今一见，果然不虚，佩服。就如方才所言，还请先生交出那3名朝廷钦犯，不然此就死扶伤之地，恐起血雨腥风，涂炭生灵。
狗贼，这件事情与许神医无关，要动手朝我来。久闻许神医除医术高绝之外，还最兴武道，常以天下武学为枕巾，救治江湖英雄。如今那长生诀因在先生手中吧，是又如何？先生妙手仁心，全湖济世，本将士不愿以刀兵相对，还请先生将长生诀交出，此乃进宫之宝，为人所盗，本将奉命追回，谢遗天字。倒是个会说话的，凭此我给你一个机会，交出冰玄进宫本，今日饶你一命。放肆！哈哈哈！不知先生的武功修为及不及得上医术造诣？齐上吧。那宇文化及就请教了。冰玄界不错，这太极阴阳气化3000，不想短短几日，先生便参透了无人能解的长生诀。非是长生诀，不过也足够了。礼尚往来，接我一掌，斗卷降龙。玄冰急招，冰虎噬虎。兄长，大哥，化吉，快放箭，动手！徐州乃中原腹地，自古便为天下官要，兵家必争。这等大好山河，怎能为贱民所惧？那须青阳瘴王博生之事，狐假虎威多年，今日终有报应。宇文兄乃国之栋梁，此番平定逆乱，必定名震天下。哪来的好人？你不是张家家主？不愧是宇文伐智守谋主，果然智慧过人，请吧，师尊等候多时了。师尊，好一个许清扬，好一个保安堂，没想到你们竟发展到了此等地步。这徐州之地的世家，怕是早被你们历代逃疆了吧？难怪天下纷乱，民生凋零，这徐州之地还能如此繁荣，原来早已易主。这短短的16年，到底发生了多少事情？你们究竟是什么人？3日后，徐州城内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傅君闹与寇仲、徐子林3人失魂落魄的行走，血腥的阴影仍旧笼罩心头。我决定了，决定什么了？我要回去拜师。拜师？拜什么师？自是拜许神医。不对，青阳先生为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谈笑之间，便将宇文化及那个狗贼抬成了死苍蝇。大丈夫当如是也，我一定要拜他为师，练成和他一样的武功，威震天下，纵横江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叫你少去听那些闲书了。你去拜师，人家就收，怎么不收？我都打听过了，青阳先生一直广收门徒，如今保安堂的弟子门人大半都和我们一样，是穷苦人家或者孤儿出身。青阳先生能收他们，自然也能收我们。小玲，我们一起去吧。这不可，不可，为什么呀，娘？此人深不可测，其城府心机更是恐怖至极，是一个极端可怕、极端危险的存在。你们2个万万不能与他扯上关系。有吗？你不懂。总之，你们听娘的话，千万不要跟这个人扯上关系，他很危险，非常非常的危险。这好了，娘说怎么办，那就怎么办。娘总不会害我们，何况许神医既将我们送了出来，那就说明他没有收我们为徒的想法。现在回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不如好好跟娘修炼长生诀。好吧。怎么样，讲好了吗？一书换一命，很划算的交易。秘籍原本在法主手中，我只能手抄一本给你。可以，一书一命，还有宇文成都、宇文无敌、宇文世吉、宇文志吉，以及您宇文伐的一众高手、亲卫私兵都可交易。我没有那么多，金银粮草可否？也可。多少？宇文伐4大高手各需1本与冰玄剑相当的武功秘籍，其余人等可以金银粮草交换。刚气者1万两，真气者5000，内力与亲卫士卒。就依先生所言，我亲手书信一封送往宇文伐，所需之物很快便可调配前来，还望先生信守承诺。一个活着的宇文化及回到严广身边，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将这天下搅乱，开启争龙之局，能够给我带来更多利益，更多好处。兄长已经离开徐州境地了，还是稍作休整吧。你的伤，我无大碍，不可停缓。另外派人先行准备船只，我等要尽快赶回江都。看来只有夺得皇权，才能洗刷这一切耻辱。只要解决掉杨广，取而代之成为新帝，区区一个许清扬算得什么？拜见圣爷。既来本，打探清楚了吗？回禀圣爷，那长生诀确实在那高离罗刹女手中，杨公宝库之物也是出自他手。半月前，这罗刹女与他收养的2个小子被宇文化及追上，一路逃亡到徐州，寻求那神医许清扬救治。这些传遍的事情就不要浪费时间说了，我要知道那许清扬的底细，什么身份，什么来历。此人来历甚是古怪，16年前便有人调查过他，结果发现他竟是徐州城内的一个乞丐，后改名换姓，一发不可收拾。16年间，巧然取代了徐州各大世家，不觉之间将徐州实控在手。凭此，他还培养了一支铁甲精兵，将这徐州打造的如铁桶一般，滴水不漏。又一个宋阙，此人行事确实与那位宋世伐主有几分相似。
宋氏法主天道宋阙，一代武林传说，兵武双绝，随地杨坚欲统天下，他亲领1万精兵与之对阵，结果实战实胜，打得杨坚狼狈不堪。无奈之下，杨坚封其为镇南公，宣道不听。论武道，更是奇才，据说其武功已不下于3大宗师。如今徐州之地，难道又要多出一个这样的棘手人物？你说此人只一掌便重创了宇文化及。是，当日大庭广众之下，此人一掌如龙而出，宇文化及倾尽全功也抵挡不住，险些被当场轰杀。那人疑似还有几分留手。如此说来，那长生诀已入他手。此人好熟天下武学，之前还开口要宇文化及交出冰玄镜宫本。长生诀若在那罗刹女身上，如今应该已为他所得。那罗刹女踪迹何在？我等一直跟踪，他3人已离开徐州。徐州城内，静安寺中，一女子看着手中的信件，直至一阵清风吹来，吹乱手中信笺，她才如梦初醒，抬眼望向天穹。许仙、许清扬，你到底是什么人？这是宇文化及用来赎身的赎金，4部皆可凝神合道的顶尖武学。凝神合道实际共有2部，一为凝神，二为合道。所谓凝神，就是凝聚神意，融入武功之中，令其脱胎换骨，出神入化。合为道，万物皆为道，只要武者凝神于道，专注于道，以身之功法接引道之意境，便可壮大神魂，凝就神意。我的道是什么？我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人是不是天地自然、世间万物的一部分？武道可以参悟，可以观想，可以寄托精神，强化魂魄吗？气者为脸，血者为精，这就是武道之意。有我无敌，唯有独尊，一切伟力归于自身的武道之意。武道便是自我之道，我便是有我无敌，唯我独尊。如今我虽然只是初入凝神之境，但和武道通神之力，还有武经之玄妙，武道之强横，未必不能碰一碰3大宗师，争一争天下第一的名头。也就是说，我又天下无敌了。傅君绰死了，怎么死的？他们离开徐州之后，便往雍州而去。3日前遭遇魔门阴魁派劫杀，阴魁派主因后朱玉言亲尊驾临，傅君绰不是其对手，为掩护寇仲与徐子陵离开而舍命断后，最终为朱玉言所杀。朱玉言难道真的有什么主角光环天命之力来保证原有的进程发展？那寇仲与徐子陵如何了？傅君绰舍命断后，2人跳河逃生，之后便不知去向，可要派人寻找。不必了，人各有命，随他去吧。是。这1个月来，许阳主要只做2件事情：一是巩固修为，稳定境界，彻底掌握凝神合道的力量；二便是参悟着长生诀，破译内中的甲骨文字与人体经络图。估摸着应该有希望活到300岁，再不济也能250。也就是说，这个世上除了摆在明面的3大宗师、4大圣僧、天刀邪王等，就是如今宗师之中最年轻的宋阙，也糊不到我的一半。只要我想，我可以把这些人通通熬死，就是没有多少意义。毕竟江山代有人才出，这帮人死了，还会有新晋宗师横空出世。长生诀的破译工作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接下来就是着手修炼了。怎么让长生诀融入武经？纵然要练这长生诀，也是将其纳入武经体系，令2者融为一体。前提是我先得学会练成长生诀。可偏偏修炼长生诀有2个要求：一是不能有内力修为，否则会造成功法冲突，不能练成；二是需要修炼者无意之意修炼，需要研读道家经典，领悟天地自然的无意之意。难道要我自废武功？不可能这么做。如此就只有一个方法了，靠外挂。武经之祖加上教师技能5大特性，弟子越多，修炼越快，并回馈我一部分心得增益。这样不只是长生诀，还有冰玄镜以及此时各种顶尖武学，都可以用天下布的方法融入武经体系，再引动武功竞争，如军备竞赛一般，让他们不得不练，不练就死。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又是2年过去。许国公宇文述之子，于扬州江都世行谋反，一杀随地严格，自立为帝，建国为许，改元天授，天下无主，争龙之举彻底展开，烽火硝烟，天下大乱，江湖武林更不太平。扬州淮水大河之上，一艘金碧辉煌的宝船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那是金玉满堂的宝船。据说此船长44丈，阔18丈，上有9桅，82帆，毛虫数千斤，内有数层，可容1000人，出入江河湖海，日行万里有余，因此唤为宝船。金玉满堂凭此宝船组建船队，出入江河，遍行四海，攫取天下通商之力，可谓日进斗金，富可敌国。财大气粗，财大气粗啊！听说今日在此淮水之上，金玉满堂要召开一场盛会，拍卖诸多神功秘籍，与天下奇珍异宝。扬州与周边各地的世家门主，还有武林江湖、黑白2道的头面人物，甚至各路反王巨寇，都派出了大队人马，携带重金前来参与。我去，那些反王巨寇都来了，不怕他们直接动手开抢吗？这李世士知道这金玉满堂背后站的是谁吗？是谁？徐州武天王一军许清扬，是他。近些年来名声鹊起，直逼天刀宋阙的那位武天王。听闻此人武功深不可测，曾于徐州一掌重挫宇文化及，宇文伐4大高手无人是其一合之敌。
你这都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前段时间邪帝向羽田首席大弟子道行逆施有鸟剑，不知怎么招惹了他，被他找上门去，一掌轰上。还有洛阳商会会长阴魁派的大财神辟尘荣凤翔，以及西川大商胖甲安龙。前段时间他俩的商会与金玉满堂起了冲突，吓得这2位魔门宗师立时龟缩，至今都不敢露面，也不知道躲去了哪里。听闻他已送上战帖，不日便要前往岭南挑战宋氏法主天刀宋阙。若他能胜宋阙，那天下3大宗师怕是要改成天下唯一大宗师了。徐州乃是中原腹地，天下官要所在，他却一人独镇，天下群雄无人敢犯，可见其威。江湖岸边，一艘艘船只开动，百川入海一般，向那金碧辉煌的宝船巨舰驶去。要开始了吗？那艘船上挂着李四旗，莫不是陇西李氏？那挂着崔字旗的是柏林崔氏。哈，那挂着独孤2字旗的，莫不是独孤法？五姓7望4大门阀，除了宇文阀焦头烂额、无暇抽身之外，全都到了。不只是世家门阀，你看武林各派、江湖各帮，还有黑白2道各路反王巨寇的人马，全都入场而去了。那金玉满堂到底要买什么宝贝东西，竟有如此吸引力，让天下各大势力几乎齐聚于此？嗨，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他们卖的东西厉害得很，你不买都不行。真想上去看看热闹啊！宝船之上，拍卖厅中，一名身宽体胖、中年老登走上高台。在下金无命，金玉满堂会长。今日拍卖会的规矩，想必在座的诸位都已清楚，在下也不再浪费时间赘述，只讲3点。第一，明码实拍，举手无回，说1便是1，说2便是2。第二，公平公正，现金交易，不可以是压人、搅乱拍卖。第三，我金玉满堂广收天下奇珍之物，无论是武功秘籍还是奇珍异宝，只要有所价值，都可换取金银来参与此次竞拍。诸位若要换取，可自行前往旁听，我们有专业的品鉴师、估价师，保证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现在竞拍开始。这是我练风号大将师精致出品的百炼玄甲，每一件都是玄铁精当百炼而成，刀枪难伤，尽是不透，刚气武者披之，亦可当千，万夫莫敌。此次拍卖200套，起拍价为20万两白银。30万两。理罚雄踞关中，果然财大气粗，不过35万两。宋罚虽居岭南一隅，但商路广阔，也富可敌国，40万两。关中巨富就是关中巨富，45万两。唉，天刀八式，价值何止万金，秀您认输了。45万两白银，200套百炼玄甲，为7号贵宾拍的。下一件拍品，保安堂新品阎罗还命丹。青龙乙木丹、白虎光金丹、纯阳补气丸、百炼玄铁剑，一件件拍品流水而上，多是练风号与保安堂出品的兵甲与丹药。这等兵备与救命之物，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基本都被各大门阀世家与各路反王巨寇收入囊中。如此这般，兵甲医药等战备物资拍卖完毕，换到江湖武林之人紧张起来。下面开始拍卖武功秘籍。第一件拍品冰玄镜，此乃宇文阀家传秘功，可修治凝神合道之境，练得玄冰级寒之奇异劲力，刚柔并济，虚实如意。最是克制火属阳属功法，对轻功身法也有奇效，并有寒毒暗藏，侵入心脉，神仙难救。起拍价5万两。6万两，这位客人出价6万两，还有人7万、8万、9万、10万、10万5千、11万。看着2人相互抬价，令其不断攀升，众人都是沉默。自去年开始，金玉满堂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做了一件搅乱江湖武林的事情，那就是公开拍卖各种武功秘籍、核心法门，乃至传说之中的神功宝典，直接打破了各家敝帚自珍的局面。现在江湖之上人人自危，只要金玉满堂一开拍卖会，各大武林门派、江湖帮会都必定派人到场，盯着自己的仇家死敌。一旦对方拍卖武功，就要与之竞争抢夺，若是抢夺不过，就要先下手为强。拍卖结束之后，直接动手开杀，绝对不给对方练成的机会。15万两，成交。冰玄镜功法为56号客人所得。第二件拍品炎阳奇功，此为天下3大宗师之一西域武尊碧玄所创奇功，乃是炎阳火属的功法，尤胜冰玄镜，只是宫本不全，少了最后一层境界修法。起拍价5万两白银。你还能要点脸？前脚卖完冰玄镜，后脚就出炎阳功。你们这么做生意，就不怕哪天被人打死？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8万、10万。你他娘的刚买冰玄镜，哪里还有银两跟老子争？弄虚作假是吗？老子就有，不服别叫。去你的！12万两。好手段，就是不知道这等烈火烹油的做法，你们能延续到几时？做得如此极端，慈航进斋竟还不出面制止，莫非有意落子徐州，选那位武天王为帝？不，此人行事唯我独尊，端是强横霸道，自身又有绝强武功，对慈航进斋而言，绝非最佳人选。立法其势虽主，虎踞关中，但自身却没有绝顶高手。想要镇压江湖武林，真正一统天下，必须仰仗慈航进斋与佛门之力，助他们坐稳武林圣地，白道魁首之位。君主天下，我主江湖，君握大权，我收香火，如此方才符合慈航进斋与佛门释教之礼仪。这般看来，他们很快就会与那位武天王会面了。金玉拍卖，长生诀现世，金无命一拍金堂木，7本宝典映入眼帘。最后一件拍品道门宝典长生诀，众人心中先是惊涛骇浪。
长生诀，众所周知，武林有4大奇书宝典，一为道门长生诀，2为魔门天魔册，3为庆斋慈航剑典，4则是传说之中最为神秘的战神屠戮。2年前，长生诀为我金玉满堂之主徐州镇武天王一君许清扬所得。清扬师尊学贯古今，以通天之智慧，历时180天，终将书中7400余甲古文与7幅人体经络图破译，解出此书修行之法。另外，此功修法与其他武学背道而驰，因此不能有任何内力在身，若否两脉相冲，反害其身。此书既名长生，自有长生之效，据说炼至最高境界，甚至有望天人合一，破碎虚空，飞升仙界。这真的假的？破碎虚空，飞升仙界？越说越玄乎，真有这样的仙法？他自己为何不练？就是还这么好心拿出来卖，怕不是他胡搞乱搞，瞎猜出了些不知真假，能否炼成的法门，这才放出来，让天下人带他试验。那长生诀据说是广成子所书，流传至今已有数千年了，都没听说有哪个人炼成，里边全都是上古时期的甲骨文字。他许清扬就是再厉害，也不能一字不差不漏的全破译出来吧？若是拿原本出来拍卖，那也就算了，这他自己书写抄录的踏板，谁敢练啊？我金玉满堂以声誉担保，此书此法确真可行。若是练后觉察有误，可到我金玉满堂名下任意商会，保证全款退还。若是练得走火入魔，保安堂免费收治。反之，若是有人退款之后还暗暗修炼此书并攻成，那便是欺诈于我金玉满堂，不死不休，势必杀之。这莫非是真的？那许清扬如此好心，管他呢，是真是假，回去找几个不会武功的下人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哪怕练不成，也能全额退款，怎么都不亏啊！如若是真，那就赚大发了，青春不老，延年益寿，多少钱换得来？还能练成先天之气，天地自然之道，阴阳五行之理，这不就是另一个天下大宗师载人宁道奇吗？哈哈哈！金玉满堂，当真好算计，大肆售卖武功，挑起武林纷争，如今又抛出这长生诀来，此书一入江湖，又将掀起多少血雨腥风，刀光剑影。武天王如此做法，究竟寓意何为啊？师尊胸怀，岂是尔等小人能够领会？胸怀，武天王的胸怀，便是挑动江湖纷争，让武林人人自危吗？连那等魔门邪功都拿来售卖，莫不是要天下人都变成那些人不人、鬼不鬼的邪门武者？我金玉满堂向来光明磊落，所受功法无不是正统武学，何来邪功之说？分明是你等别有用心之辈，栽赃陷害，搬弄是非，坏我师尊名声。哼，原来是天连宗的八魔使，怎么你们宗主不敢露面吗？就让你这样的走狗前来送死！你今日盛会不好见血，暂且饶你一命，滚回去告诉安龙，再坏我师尊名声，保你天连宗上下鸡卷不留，满门尽灭。在座诸位都是绝顶聪明之人，这等小人伎俩应当洞若观火。我也不多废话，拍卖继续。这长生诀分阴阳五行7部功法，此次各卖10部，也就是70部，每一部定价10万两白银，不做竞拍，人人可购，不限数量，先到先得。诸位请吧。70万两，我送法要一套。送法果然财大气粗。废话，天刀80都卖了，能不财大气粗吗？也不知道那天刀80金玉满堂给他们开了什么价钱。70万两，我理法也要一套。听闻这长生诀的先天之气，对治疗内伤乃至心神都有奇效，奶奶的病有救了。我独孤法也要一套。众人见此，再也按捺不住，纷纷举牌抢购。最后一部长生诀阳典由78号客人拍下，10套70部，已经全数售罄，多谢诸位光顾。刚刚我收到消息，此次临时增加一件卖品。好，临时增加什么东西？这件卖品乃是一份线索，阳宫宝库的线索。阳宫宝库，这阳宫宝库和氏玉璧，二者其一，可得天下。这条线索我们也不能确定真假，所以我金玉满堂不做任何担保，也不进行拍卖竞价，10两一份，人人可购。诸位若有需要，请往旁听购买。这是阳宫宝库啊！这阳宫宝库的诱惑，恐怕还在长生诀宝典之上。长安城太极宫中，李渊惊疑不定。李秀宁带回的阳宫宝库之谜，激起了李唐皇族的无尽波澜。什么阳宫宝库竟在长安？接受隋恭帝杨佑禅让，登基为帝的唐高祖李渊，一脸惊异地望着自扬州归来的李秀宁。金玉满堂给出这样的线索，应当不会无的放矢。此外，我听江湖传闻，阳宫宝库的所在只有一名高丽罗刹女知晓，那罗刹女已被殷后祝玉言所杀，这阳宫宝库的秘密便只有他2个养子清楚。那2人与许清扬有几分关系？如今托金玉满堂卖出线索，应当是想以此将祝玉言引来长安，伺机报仇，合情合理，所以不太可能作假。罗刹女、祝玉言、许清扬，那太好了！既然宝库就在长安，那我们还等什么？马上派人去找，里里外外都翻一遍，我就不信找不到。父皇，传闻和氏玉璧与阳宫宝库，二者得其一，便可得天下。如今阳宫宝库现于长安，可见父皇实乃天命所归也。父皇，此事还需从长计议。这宝库线索被金玉满堂以10两之价公然售卖，如今已是人尽皆知，天下各大势力必定齐聚长安。齐聚长安，他们敢？当
我们礼堂是你捏的不成？线索之中还有消息说，那魔门圣物邪地舍利就藏在宝库核心之处。如此，邪王石之轩、殷后祝预言，还有魔门8大高手，各宗势力必定都闻风而动，齐聚于此。魔门？什么狗屁魔门？住口！身为理罚之主，李渊很清楚江湖武林魔门这几个字的分量。在这个武道昌隆、超凡脱俗的世界，宗师之境的绝强武者，拥有一人成军、纵横战场的恐怖实力，一个邪王便不可小视。若再加上魔门8大高手，各宗各派齐入长安，若是一个石之轩，那还好打发。可这如今这阵仗，不止石之轩等魔门高手，徐州那位武天王也不可小觑。众所周知，金玉满堂乃是徐州那位武天王的产业。此人得到线索，明知宝库所在，却不占为己有，反而宣告天下。如此寓意何为？难道是那2个小子坚持？不可能。若那许清扬答应为他2人斩杀祝预言，那他们绝对会心甘情愿将宝库线索奉上，没道理做这些事情。所以只有一个可能，是那位武天王的意思。这一切都是他的布局，他想利用阳宫宝库与邪地舍利，吸引天下高手齐聚长安。什么？这许清扬他想要干什么？不知道，但可以确定，他最终目的绝不只是阳宫宝库或者邪地舍利那么简单。他这么做一定有所图谋。至于图谋什么，不管此人意欲何为，这般动作都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等必须有所防备，以防不测。二哥说的极是，此事关键还在那许清扬，着重防备徐州与此人即可。徐州还好，徐州与长安相距甚远，纵然出兵袭击，攻我关中，也要过洛阳、泗水、函谷、东同等关，几乎没有可能入我长安。父皇能否请来几位宗师，应对此人锋芒？几位宗师怕是不能。父皇，这许清扬非同小可，做到今时今日境地，只用了短短18年的时间。面对这等人物，若是不能一战而下，放虎归山，必定后患无穷。所以孩儿斗胆，请父皇务必请来几位宗师拿下此人。这让为父再考虑考虑。什么？那阳宫宝库就在长安，圣舍利也在其中，消息还散布了出去。是，这消息应当是那2人交给金玉满堂，经过那许清扬同意后发出的。许清扬，传令下去，全派集合，随我前往长安。师子，这怕是那许清扬的陷阱，为助那2人复仇布置，以这一去就上了他的当啊！管不了这么多了，圣舍利绝不能落到其他人手里，更何况这消息传出去后，他也一定会赶来的。他是。明月之下，教场之上，一人负手而立，正是宋氏法主岭南天刀宋缺。宝库设立长安，许清扬，哈哈哈哈哈！兄长，此事你且镇守岭南，我去长安一趟。宋缺一笑，洒然而去，留下宋之一人不知所措。徐州城内，静安寺中，轩儿，你在这徐州已经2年有余了吧？ 2年3月，师尊。是吗？观感如何？耕者有其田，织者有其柱，织者有其庐，老幼有从医，实乃千古未有之气象。确实，此人确实是千古未有之人。那师尊，但这等开创者，必为世所不容，千古未有也千古不容。他之做法，倒行逆施，以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般下去，不过是王莽张角之流，虽得一时鲜花灼尽，声势无俩，但烈火烹油，终有尽时，难以长久。长久。从古至今，历朝历代哪个不是200-300年便烟消云散？谁人得过长久？谁人不是烈火烹油？他这般倒行逆施下去，怕是连200-300年都不得。何谓倒行逆施？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还是世家门阀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但也是世家之天下。人性本私，家国天下，这是人道千古不变之态。轩儿，你觉得他能以一人之力抗衡天下大势吗？此人乃是英雄，但却非王者。论武功，论谋略，论心机，论手段，他都无可挑剔。唯独这一点，他错了。他错在不该如此极端。将徐州世家历代桃僵全数换血，令天下世家人人自危，对他闻之色变，还挑动武林纷争，根基未稳，王业未成，被如此引得天下为敌，人神共愤，一步错，步步错，走到如今这一步，他已经无可挽回了。所以师尊心中已经有了其他选人。不错，是谁？李伐。李伐的入关中，雄踞长安，已有王者之势。若李伐得了天下，徐州还有今日之景象吗？唐王仁厚治世，必定善待百姓。他仁厚，他手下之人也一般仁厚吗？师尊，我慈航进斋代天选地，究竟为天下苍生、黎民百姓，还是为我慈航进斋佛门释教之传承昌盛？因为现实如此，这既是为我慈航进斋，也是为天下苍生，有私亦为公，两者并不冲突。你应该明白，也必须明白，如今这徐州之地被他经营的如铁桶一般，为他一手掌握。除了这静安寺，他为什么不对静安寺下手？是因为时机未到，他不愿打草惊蛇，引来我佛门反击。一旦时机成熟，力量足够，他就会离庭扫学，灭我佛门道统，绝我释教传承。他太专横，太霸道了。他对我佛门如此，对道如两教义士一般，他容不下天下人，天下人又如何容得下他？师尊，你选中李伐，只是因为其有王者之相。不错，天下4大门阀，宇文伐弑君夺位，离心离德，已是朝不保夕。宋伐偏居一隅，又有宋缺这等人物，若是成事，对我慈航进斋定不依赖。独孤伐实力
力薄弱，远不及李宋二法，成事艰难，所以师尊你才会选中李伐，对吗？不错，师尊，你以前不是这般教导轩儿的，为什么？因为现实如此，不出意外的话，很快他就会对着静安寺还有徐州境内所有的寺庙道观下手，彻底清除不受他掌控的势力，保证徐州境内没有任何隐患。这为什么？因为他很快就会有大动作。几日前，在扬州金玉满堂召开了一场拍卖会，会上他们将杨公宝库的线索以10两之价售卖，如今天下皆知，杨公宝库就在长安。杨公宝库就在长安，这是他之算计，以杨公宝库为饵，引诱天下英雄齐聚长安，其中必有图谋。这图谋什么？不知，但此人行事向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此次地点又在长安，其图谋极有可能针对李伐，所以师尊，李伐正是向我慈航庆斋求助。我已经传书给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以及禅宗4大圣僧，不日就会前往长安。无论此人图谋如何，算计怎样，此次都要将他斩于关中。师尊，你不必多说，徐州今日之事全数系于此人，只要此人一死，历史就会分崩离析，唾手可得。那徐州百姓正是为了徐州百姓才要如此，世家门阀，江湖武林，天下人心才能安定。我知道这手段不光彩，但轩儿你要明白，有的时候为天下苍生，我们只能不择手段，这般因果若有报应，为师一肩承担。师尊，好了，说的够多了，随我离开吧。这静安寺很快就要不复存在了。师尊，方才不知何人将此物打入堂中。没见到人。没有。也罢，准备的怎么样了？有条不紊，正在进行。快些吧，有人已经迫不及待了，莫让他们久等。是。3个月后，关中长安，李伐入主关中后，又得关陇世家之时，实力迅速壮大，如今已是天下群雄之首，根基稳固，王气渐现，也有真龙气象。然而这般风光，近来3月却折损不少，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些江湖中人当真胆大包天，全然不将我李唐放在眼中。这次杨公宝库现世，消息一经传出，立时风云汇聚，江湖武林、名门大派、散人豪侠齐聚长安，人多了，麻烦也就多了。近段时间，长安城的治安急速下降，不仅弄得百姓人心惶惶，连父皇都感觉根基不稳，不得不召回了阀内高手，还有精锐禁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位武天王当真手段通天，让人自愧不如。此人手段确实厉害，但二哥也不必妄自菲薄。我李唐人心所向，必成天下之主。此人倒行逆施，终为冢中枯骨，所以二哥不必为此自乱阵脚，中了他的算计。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只要的最终之成果，那一时之优劣算得什么？三妹所言甚是，是我着相了。杨公宝库何氏玉璧，二者其一，可得天下。这传闻究竟是真是假？是真亦是假。若是一块玉璧，一个宝库，便能决定天下归属，那世间哪里还会有这般纷争？只能说这2件宝物能增强实力，成为夺取天下的莫大助力，如此而已。不错，虽不能真正决定天下归属，但也能让人实力大增。若那杨公宝库真在长安，一定要为我李唐所得。最好如此。大哥四弟还有我们的人马，已经将长安城内外悉数搜遍，都未找到那宝库踪迹。此事是真是假，恐怕还有待商榷。说不定是那武天王为达目的，不惜舍弃声誉制造出的骗局。有此可能，但也未必就一定是假。听闻那杨公宝库乃是杨素好友，天下第一巧匠鲁妙子所造，机关巧妙非常，自是难以寻找，要么埋于地下，要么藏于水正地下，两者结合相通之处，便是那宝库机关所在。我马上派人封锁探查长安城内外的各处水道，杨公宝库的机关一定就在其中。不可，这杨公宝库虽然重要，但真正关键还在那位武天王。此人以杨公宝库为饵，显然是要螳螂捕蝉，我们不可中他诡计，为其前驱，应当冷眼旁观，黄雀在后，拿下此人。如今放眼天下，可谓雄主者，唯此人与我李唐，其余人等皆是土鸡瓦狗，不足为道。只要此番将他斩于长安，那天下就再无一人能阻我李唐大业。与之相比，区区一个宝库算得什么？这是为兄着相了，险些中大人诡计，多亏三妹你提点，我这就调集亲卫。若那些高手围杀不成，我们就大军掩上，万箭齐发，不惜代价也要将此人永远留在长安。但这般调动大军，势必会为父皇所知，大哥四弟难免不会从中作梗，所以还请三妹您入宫一趟，告知父皇此事关窍，不要误了我李唐大业。二哥放心，小妹这就入宫。好。与此同时，跃马桥2名青年并肩而至，来到桥中央，相视一眼，直接纵身一跃。有人跳河，多好的2个小伙子啊，怎么就想不开了呢？看没看见2个结伴同行的小子？这刚刚跳进水里了。在那里。在那里，杨公宝库出事了，快走，发财的机会来了！邪地设立，必定为我所有。立时间，长安城内外沸腾，无数武者冲出城外，向那杨公宝库奔涌而去。殷后祝玉眼、魔帅赵德言天君袭应，那是宇文商、宇文伐都这样了，他还有空闲抽身。独孤凤也来了，那位是多情公子后西白。这小子来了，石之轩应该也到了吧？慈航进斋的美人大队也到，净念禅宗怎么还不见踪影？如此这般，不知多久，山林之中，沈川，妖女休走，将邪帝舍利放下。该死，这如何是好？妖女止步。净念禅宗，你们这帮无耻秃驴！师侄女莫慌，鞭师叔来也。哈哈，这般热闹，怎么少得了我？圣舍利非我莫属，秃驴死来！
被他们围在当中，却没有半分安全之感，因为他很清楚这些同门师长更是豺狼恶虎，不怀好意。就在弯弯心烦意乱、不知所措之时，一只手伸到了他的面前。天人合一，宗师之境。哇哇，狮子。祝后太祝。妖女休走，留下舍利。此时，许阳还在打量手上的邪帝舍利。这颗形似黄玉的舍利之中，蕴含着一股极其强大的能量。据说，这件奇物乃是魔门至宝，历代天邪道主死前都会将毕生功力注入其中。时至今日，这颗舍利已经吸收了不知多少邪帝精元，乃是魔门中人梦寐以求的圣物。虽非此行的主要目的，但由此收获也是不错。对，武林早有事实定论，非宗师不可抗衡宗师。众人惊起，抽身而退，只有一人未动，那就是弯弯。他也想逃，但身体挤不出一丝气力。这2年，除了参悟长生诀、苦修5经、增进功力之外，还练出了一个新技能特性——天人合一，以人身之力引动天地之能。这是武者凝神合道之后拥有的能力之一。毕竟我也是凝神合道的武者，也拥有天人合一的能为。如此，自身能为与技能特性相叠加，2重天人合一的效果。你到底是？石之轩不死法印，肉卷幻元。根本对抗不了我的不死印法，凝合虚实之道，生死之力能够有效的虚化攻击力量，转换生死之力。虽然我这一手并非无敌，但自创出不死印法以来，我纵横天下多年，始终没遇到过一个武学造诣、招法境界能胜过我的宗师高手。连天下第一人之称的宁道奇与我也不过伯仲之间，如今这人却能轻松化解，不是对手，撤幻魔身法。哪个才是真身？斗卷太极，不死法。写我看着倒地之后一动不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的石之轩，弯弯身躯一颤，继续在背景板这份工作。还有谁？阿弥陀佛。华严宗的地心尊者，三论宗的嘉祥大师，禅宗4祖道信以及天河宗的智慧大师，佛门4大圣僧都来了。那4位便是佛门4大圣僧。不错，这许青阳布局算计，国有底气1丈，黑白2道，佛魔2门，如此阵势都挡不住他一人。若非父皇向慈航进斋借力，请来4大圣僧，今日恐怕真要被他走脱。听闻这4大圣僧乃是佛门中的绝顶人物，每一位实力都不下3大宗师，也不知是真是假。不管是真是假，今日都要将此人留在长安，否则放虎归山，龙归大海，日后必成我李唐心腹之患，灭顶之灾。4大圣僧，没想到此人修为已至如斯境地，若非今日请来4大圣僧，后果当真不堪设想。阿弥陀佛，久闻许施主威名，今日一见，果然天资卓绝，绝世无双。这般年纪便有如此修为，我等不能及也。只是那邪帝舍利乃是至邪至恶之物，内中不仅藏有历代邪帝精元，还混杂诸多邪气魔气，迷人神智，惑人心灵，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还望尊驾设下此物与执念，以免涂炭生灵，为祸天下。怎么修了这么多年佛法，就学会一个自欺欺人吗？哼，冥顽不灵。既是如此，那就休怪我等了。是夺天地，在这大势之中，领域范围之内，所有天地元气都要为4大圣僧的佛法所支配，除非能打破他们的佛法大势，或者以同等级别的大势分庭抗礼，否则休想动用天地之力，天人合一。距今为止，放眼天下，无人能与此等大势相抗。但是佛域之中还能成事，此等能为，果然恐怖，万万留他不得。阿弥陀佛。大圆满正法，达摩手，佛心掌。亢龙归。不愧是嘉祥大师，枯禅玄功号称防御之最，可不知你还顶不顶得住？枯禅玄功，降龙掌。
铁天阳。降龙之法、亢龙之招实在太过极端，对于身体的负担更是恐怖。寻常宗师若用此法对敌，那纵然能够击败敌手，最后自己也要身躯崩溃，玉石俱焚。许阳一招合道，展现出的力量宛如真仙一般。发生了什么？谁能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这就是四大圣僧的实力。许清扬报古天王真乃神人也。卧槽！二哥，快放箭！放箭，这快！他以气功力尽，无以为继了。这攻守听令，万箭齐发。是。天人合一这个技能特性只负责合一，不承担合一的消耗。双重天人合一必须承担双重的精神消耗。现在不仅肉身伤重，精神损耗也极为严重。换成其他宗师，此刻说不定真无反抗之力，要被这剑雨覆盖射杀，单元易尽。纵使宗师，也不过板上鱼肉。不过我受伤归受伤，气力并未枯竭，甚至还能再施展一次除亢龙归海外天人合一的极招。这些人都是我的战利品，好不容易才生擒下来的，怎么能在最后关头给人弄死？剑不可停，我看他还有多少元气。我就不信，先扫黑白两道一众高手，后战不死邪王石之轩，再与四大圣僧巅峰对决，至极冲突，如此轮番大战下来，这人还能在他万军剑雨之下屹立不倒？此人已是强弩之末，不必惧怕，轮番交替，剑使不断，千万不要让他有机会拖走。但这是马蹄声。不好，殿下当心！练风破这剑，练风破甲剑，徐州五卫军许清扬，后军改前军，坐撤。怎会这样？师尊，快走！长安城内，李世民和李秀宁冲入太极宫。父皇，战况如何？那许清扬死了吗？此人竟有后手强援，一支五位铁骑杀到，关键时刻救下了他。怎会这样？父皇，怎么了？边关急报，徐州出兵，洛阳不战而降，五卫军长驱直入，急破泗水，强攻函谷，威逼东统。若是我们再不派兵支援，什么？不可能！洛阳怎会不战而降？王世充呢？独孤法呢？都死了吗？还有三关之地，坐拥天险，守备森严，怎会那么快就陷落一关？是谁在假传军情？回禀秦王，洛阳不战而降，确实是真。究竟何解？我等也不知。至于三关之地如何陷落，军情急报说那五卫军尽是高强武者，都有先登之力，身披玄甲，攻强剑凶，他们实在抵挡不住。此人此番布局，果真是为谋我李唐基业而来。不好，父皇，他伤而不死，随后必要攻城，破我长安，我等要速做决断。3日之后，天下惊闻，徐州起兵，五卫如龙，马踏山河。仅3日，长安易主，天下震动。李唐之主李渊遭五位铁骑衔尾追击，一箭穿心而亡。太子李建成赐死李元吉，亦死于乱军之中，其余人等不知所踪。天下之事又是一变。长安城内，天牢中。说吧，他留我们一命，到底想干什么？他要天魔册，我就知道可以，我给，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要石之轩，他恐怕不会答应。那就让天魔册跟着我一起去死吧，我宁可玉石俱焚，也不让他称心如意。这个，师尊，我有会天魔秘法。请回去转告武天王，预言一时鬼迷心窍，奎因派天魔典藏，必定双手奉上。师子，这里就我们2个人，你别这样，我害怕。道心众魔，紫血行断，天魔刹女，连环魔像，两派6道，无数圣门中人梦寐以求的10卷天魔册，今日终于有希望补全了。武林4大奇书：长生解、天魔册、慈航剑典、战神图录。如今你已得其2，还差慈航剑典以及传说之中最为神秘的战神图录。若是4书补全，此功同修，必定能爆丹合道，破碎虚空。不，我圣门上代邪帝项羽田，仅将天魔册的道心众魔大法炼至圆满，便破碎虚空而去。若是4书同修，造化功成，那纵然在上界也是绝强人物。不可能！这4大奇书何等玄妙，以一人之精力，如何能够修成？怕是穷尽毕生之功，也无法将其中一门功法炼至圆满境界。你收遍天下武学，又不4大奇书，究竟想要干什么？还有我的不死印法，想要我石之轩给你当牛做马，简直痴人说梦！让君主见笑了，无妨，感觉如何？还是那样，办好不好？祛病抽丝，不可心焦。尊主放心，在下明白，有了这些宫本，不出意外，天魔册很快便能补全，我这邪王也能功成身退，无事一身轻了。去吧。是，师尊。师尊，他们来了，那就带进来吧。是。
慈航净斋掌门人范清慧见过武天王。我要和氏璧、慈航剑典以及慈航净斋与净念禅宗的所有藏书秘典。天王为天下雄主，又是绝代宗师，我慈航净斋与净念禅宗的典藏自然为天王开放。至于和氏璧，保存在净念禅宗之内，我已传书于了空主持，不日便会将和氏璧送至长安。敢问天王能否容下我慈航净斋？佛门香火，佛法传入中土已有400余年，这400年间立起了多少寺庙，发展了多少信众，又收取了多少香火供奉。净念禅宗坐落于洛阳南郊，寺内建筑数百余间，自成一体，又有7大宝殿，皆以3彩琉璃瓦为顶，殿中佛像均是能工巧匠以金铜石铸而成，栩栩如生。这还只是一个净念禅宗，天下何止一个净念禅宗？你说我容得下你们吗？我等可削减用度，将福财尽充国库，只求一地存身，常伴青灯古佛，还请天王高抬贵手。你们的存在就是阻碍，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与你们纠缠，所以我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天王请讲。再打一场。我知道你们的底蕴不止于此，这样输了定不甘心，还有道儒两教，天下世家回去传话，告诉他们我这人专横霸道，唯有独尊，半点容不下他们，所以你们没有选择，只能拼死一搏，动用全部力量再来与我一战。地点就定在你们慈航净斋地榻峰上，时间由你们决定，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来找我。佛门释教也好，道门儒教也罢，不服者尽管来，我一概不惧。对了，还有东突厥高句丽，告诉碧玄与傅彩玲，我一统中原之后力争天下，若他们不想坐以待毙，便来中原与你们联手合攻，最后一搏。天王当真要做到此等地步？不然呢？我看起来像在与你玩笑吗？我佛之法无边，向来不畏刀兵，你纵有通天彻地之能，震古烁今之力，耶制压的意识，镇不住勇士，终有再换人间之时。换了再说。你既然天王执意如此，那我等也只能舍命相陪，地榻峰上恭候大驾。不送，该收尾了。半年光阴一晃而逝，烟雨蒙蒙中，地榻峰上的慈航净斋，武林最神秘之地，正上演着一幕师徒情深的传承与牺牲。师尊，你这是何苦呢？我是慈航净斋的斋主，不能辜负慈航净斋。这半年来，我行走天下，串联各方，中式功臣3位圣僧，还有3大宗师与道门道手，如门如齐，合共9位宗师，将上地榻峰与那人决一死战。师尊，好了，我知道你不愿见此情形，说实话，为师也不愿，但奈何他毫不退让，非要逼我等与他决一死战，有何办法？事到如今，多说无益，唯有放手一搏，该做的不该做的，为师都已经做了，现在只差最后一件事情还未完成。轩儿，为师求你助我一臂之力。师尊，我调查过了，那许清扬是一个极重情义之人。保安堂开业之后，他每天都会光顾一家包子铺，20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始终不变。虽然当年他并未持我书信拜入静安寺为僧，但他还是成了你那一饭之恩，救命之情。师尊，听我说，虽然他行事专横霸道，为人更是唯我独尊，但不得不承认，他极重情义，一诺千金，无论对弟子门人，还是对治下百姓，都是如此。你对他有一饭救命之恩，他心中对你必有一席之地。所以，为师求你一件事情，保全我慈航净斋。这件事情有2个办法可以达成。第一，你入皇宫侍奉于他，以身饲魔，如此一来，纵然日后他要灭绝佛门道统，看在轩儿你的面上，也会留我慈航净斋一脉生机，延续传承，还能成你心愿，可谓两全其美。师尊，轩儿绝技无此想法。儿女情长，人之天性，为师并非要责怪于你。但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此人虽重情义，但更有野心。你可以委身侍奉于他，但你必须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你是慈航净斋的斋主，你要保证慈航净斋的传承，如此为师地下才能瞑目。师尊，生死有命，不必如此。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方法，但为师知晓。轩儿你天性善良，此法对你太过残忍，为师着实不愿你承受如此痛楚的折磨，所以你只需照为师的第一个方法去做，如此便好。师尊，不要。轩儿，为师现在为你灌顶，将毕生功力传授于你。从这一刻起，你就是我慈航净斋第15代斋主，慈航净斋这个重担就交给你了。师尊，静心凝神，躬行周天，不要让为师的牺牲白费。我脉传承，慈航剑典虽说最重心境，并非功力根基，但有终究好过没有。轩儿，你天性善良，是心纯真质朴，心境之关于你而言，本来不是什么障碍，只是情之一字，万难分说。希望有朝一日，你能勘破情结障碍，见心通明，爱而不痴，成就慈航剑典的最高境界，将我慈航净斋发扬光大。如此幽冥之中，九泉之下，为师与慈航净斋列祖列宗，方可欣慰瞑目，进入轮回。师尊，轩儿，为师去了，你多保重。师尊，拜见斋主，退下吧。长妹做好准备了吗？准备什么准备？这刺杀那魔头的准备啊。
刺杀那魔头。不错，宗师武者最重心境与气势，那人出道以来未曾一败。长安之战更是横扫黑白两道，佛魔望门、邪王阴后4大圣僧全数败于他手。凭此，他已经养成了一股无敌气势，其心极静，无漏无缺。倘若让他以如此状态上地踏风来，纵是9位宗师联手，也未必能将他斩杀，反而会成为他的磨刀石，令他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所以，我们唯一的希望，便是在战前坏他心境，破他气势，消他战意。斋主，你对此人有过救命之恩，他又极重情义，所以只能由你出手刺杀于他，无论成与不成，都能给他造成心伤，哪怕只有一点一线，也是决胜之计。所以，为天下计，为苍生计，为我慈航尽斋计，恳请斋主以身赐名。如此这般，又是6月，江淮两岸一艘宝船立于江水之上。二哥，你看看你自己都变成什么样子了？父皇泉下有知，会是什么感受？父皇，是我害了父皇，倘若当日我……够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父皇与大哥他们已经去了，李家只剩下你一个男儿，你若再这样一蹶不振，那我李家就真正完了。我振作又能如何？此人得关中，收洛阳，据徐州，3的连成一片，已成王道基业，麾下5位无敌之师，自身武功威震天下，谁人胜得了他？此战若胜，便有希望。若是有必胜的把握，那经念禅宗何必离开中原，远走海外？道门、佛门、儒门何不将所有宗师请出，都上地踏风去，而是两端分流，两头下注，一批死战，一批出走。显然他们也知道，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一战胜算渺茫。那人得邪地设立，又收魔门秘典，补全天魔实策，必有方法吸收舍利精元。那9位宗师纵使豁出性命，至多也只能将他击败，绝无可能将他留下。如此有何意义？垂死挣扎而已。那邪世家呢？是不是也一个打算？不错，一部分人已经建好船队，准备远走海外，还有一部分人则留守于中原，似有投靠之意。投靠？他容得下他们吗？若是壮士断腕，敢于割肉，之后再循规蹈矩，受其约束，也是勉强能容的。如此，世家还是世家，他们能忍的一世，难道还能忍得生生世世？迟早会原形毕露的。届时一样要身死族灭，还不如早早抽身。他们或许是想等那许清扬100年之后再做图谋。100年，几个100年？那许清扬一身武功，不知到了什么境界，又得长生诀、天魔策、邪地舍利、和氏玉璧等奇书至宝，他能活多少个100年？怕是那些蠢货的18代儿孙都上了坟，他许清扬还好好的呢，熬死他，亏他们想得出来。就是退1万步说，真给他们熬死了又怎么样？以此人手段，几百年光景，这天下在他手中会变成什么模样？几百年铁律足以构成制度，就算哪一天他真的去了，那些人想要兴风作浪，也得承担莫大风险、莫大压力，不值得，不值得。我们也走吧。走去哪里？哪里都好，天下之大，总有我们存身之所。我打不过他许清扬，难道还打不过那些外邦蛮夷吗？退一步，天地宽，父皇，请恕孩儿不孝，为保全我李唐血脉，延续家族传承，孩儿不能为你报仇了。见过师仙子，师尊已经等候多时了，可要解见？无需，只是有一件事情，我等想与师仙子说明。何事？师仙子可知我是谁？武天王首徒，保安堂大弟子，北玄公子之名，天下谁人不知？当部的什么公子？师仙子可能不知道，我以前并不叫苏北玄，而是叫小狗子，原是徐州城内一个孤寡乞儿，无父无母，无依无靠。那年我才8岁，被几个老乞丐打断了手脚，丢在街上乞食讨钱。若不是遇到师尊，我活不过那个冬天。师尊杀了那些乞丐，将我带回保安堂，为我接续手脚，又收我为徒，教我识字，学武练功，谆谆教导，如此才有今日的苏北玄。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千千万万。师仙子，师尊为人极重情义，你当年对他有一份救命之恩，今日他心中对你必有一席之位，所以你是世上唯一有可能伤及师尊心境之人，是师尊唯一的破绽，唯一的弱点，不必紧张。没有师尊命令，我等不会贸然行事。此番只是想要告诉师仙子一件事情。何事？今日之战，倘若有失，我们这些人一定会为师尊报仇，不惜代价，不论得失，无所不用其极的报仇，还望仙子知晓，谨记，铭刻于心，请吧。许久不见了，他们让你来杀我，你杀不了我。我知道，但我不得不来。是吗？那拔剑吧。唉，不必害怕，你杀不了我，也伤不了我，只能杀死一个人。一个人？谁？你。人生在世，问心无愧。雨蒙山前，地踏风下，许安踏空而来，飘然落地，止步于此人身后。久闻天道之名，今日一见，果然不虚。卿会请我来杀你，是吗？那为何不在地踏风上？因为我不想杀你，也没有本事杀你。我已岭南，换你一物，如何？何物？宝船。可以，那就如此定了。天刀8式，我已悟出第9刀，却一直无可试刀之人。许兄能否与我一试？求之不得。好，请了，请。许兄在世，道不孤也。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便是200年过去。又一个寒冬之月，长安大雪纷飞，一名女子靠窗而坐，凝望着下方漫天风雪。
许久不见了。许久不见，又出去走了一趟，得有什么收获？我还以为你会拐个小女孩回来，结果你摘主的重任呢。不过也可以理解，毕竟地塔封毁了，随行进站没了，到了尼姑们解散的解散，跑路的跑路，舔狗们也死的死，伤的伤，全都凉了，还要什么继承人？舔狗，你不知道，这是最近的流行语，你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哦。小孙兄，你怎会在这里？这话说的，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阴魁派没了，魔门也灭了，就连青楼200年前也都扫荡一空了。我想当个花魁都没地方去，不来这地方借酒消愁，吃吃喝喝，还能去哪儿？怎么了？你老了，是人都会老，我也是人，自然会老，你不也是吗？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现在才200多年，200多年还不够漫长吗？200年前，许阳一掌打碎地塔封，封上众人，结葬神封下，至此天下归心，山河一统，一个盛世拉开了帷幕。五经之法传于神州，流遍天下。一境内力，二境真气，三境真刚，四境凝神，五境合道，破碎虚空。得益于五经之妙用，活力、民力、生产力都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提升，人口、寿命、境界、修为也实现了惊人的增长。四境凝神，心灵圆满的宗师，拥有整整300年的寿元，并且能够保持青春不老、气血不衰，直至寿元中际，想要散功之时才会显出老态。这便是融合了众多秘法的五经，可谓夺天地之造化。我要入宫一趟，一起去吗？这个都还是你自己去吧，我可不想当电灯泡，打扰你们的2人时光。帮我向大王问个好。去。回来了。听闻石之轩已入5境，很快就要破碎虚空了。不错，他与宋缺都是天纵奇才。宋缺早已抛下宋氏之事，专注修行，除刀之外再无他物，因此30年前得以先行一步。所以你放他离开，让他也一心专注于修行，这才得入5境，破碎虚空。他尽心尽责，苦功多年，昔日邪王之业已经悉数赎回。我也不该再禁锢这一代奇才，说不定日后还能听闻他们的传说呢。说的也是，那你呢？什么时候走？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不能就这样离开。是吗？青阳，你与我说过人之一生但求无憾，那你有过什么遗憾吗？有。什么？很多，所以我才要不断追求，不断进步，直至掌控一切，挽回所有。不要忘了我，人生在世，如梦如幻，如露如电。师尊，轩儿有负重托，但是此生无悔。虽然知道你不喜佛法，但能为我念诵一次往生咒吗？不是不许佛，只是不许虚情之法。若佛为真，若法为实，现又如何？多他家多因，他名利都不提。若有来世，若有轮回，君不弃，我不离。青阳，打咒。就在此时，现实世界紧闭的眼眸猛然睁开，沉睡的人也猛然惊醒。轮回光生，一世大周，一世损耗，前后已有500多亿，庄周梦里轮回往生。数月之后，一处凡人不可触及的神秘存在。安种是个女儿嫁哪，是吗？如此说来，也是缘法。昨夜你降生之时，吾在冥冥之中听闻梵音禅唱，如梦如幻，如电如露，如此，吾赐你一名，唤为梦梵音。战神殿藏匿于虚空之中，许阳独自面对着世界最大的秘密，决心揭开战神屠戮的神秘面纱。4月如梭，600年后，一片大漠之中，异常磁场波动，确定目标方位。目标已确定，却为战神殿。师尊，陛下，数据分析，这片磁场应该还能保持1个时辰的稳定，是否让我等一人先行进入？不必了，你们退下吧。是。战神殿，此事最大的秘密，最难捕捉的存在。据说4大奇书之首，天下武功源流的战神屠戮就在其中。古往今来，不乏大气运者机缘巧合入此殿，从而悟出绝世武功，长生诀、天魔策、四行剑典都是由此而来，都有一部分战神屠戮的痕迹。所以战神屠戮为4大奇书之首，与天下武功源流。只有掌握了战神屠戮，才算真正收获了这个世界的果实结晶。这也是许阳志士800年来举国上下最大的奋斗目标。战神殿，一个独立的空间，自成一界，每次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这几百年，无数次的失之交臂，终是成功抓到他了。800年前，利用邪地舍里一举踏入河道境，寿元增长到了850年，但也只限于此了，再无其他手段能够增长。再过10几年，我也就又死了，我最后的机会。战神殿，战神屠戮，传说中的无上玄功，终于被我找到了吗？那是一个人。以我现在的功力，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顶得住我全力一指。这广成子正破碎金刚于此。广成子破碎金刚，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它与破碎虚空有何不同？为何广成子没有破碎虚空而去，而是死在了这里？或者说，将他的肉身一退，留在了这里？这镇神殿究竟有多少惊天动地的秘密？
这就是战神屠戮。若天资不够，那就是无字天书；反之，天资卓越者，即使大字不识，也能领会其中真意。从古至今，未有一人能将这里的49副浮雕全数领悟、融会贯通，推演出完整的战神屠戮。我能做到吗？我的资质并不差，又有辅助，几百年的学识积累，说是古今第一人也不为过。否则也不能将三大奇说和天下武学尽融五经。但这战神屠戮，这武功实在是太过高深了，说是修仙功法都不夸张。还有这战神殿，怎么看都不是凡人建造的，自成一界，虚空挪移。总而言之，这里面的水很深，只能是尽力而为了。我死了，怎么死的？以我现在的修为，已经完全可以做到福气辟谷，只要吸收天地元气，那就是几十年不吃不喝也没问题。战神殿中也没有什么敌人，只有一个老邻居广成子，也不会遭到攻击，看来是受尽而亡了。沉浸其中一悟便是10余年，直至到了850的寿命极限。有些遗憾，战神屠戮太过浩瀚玄妙，纵是10几年也没完全悟透，只领会了部分精妙，这就不是凡人能够练成的东西。不知我那遗骸能保留多久？若是再有后人进入战神殿，看到2个死人在那里并排坐着，会不会觉得这战神屠戮会害死人，不敢再去参悟修炼？若是如此，那罪过可就大了。如果以后还有机会进入这个世界，那一定要探清这战神殿的秘密，最后想办法将之收入囊中，救下和氏璧，传国玉玺，这是一件奇珍异宝，能够洗涤心灵，强大神魂。为了将这和氏璧运送过来，消耗了整整400年的时间。前200年用各种方法奇珍异宝壮大神魂，后200年则是传输成功后的神魂虚弱状态恢复弥补。为了这和氏璧，舍弃了许多技能特性，不过还是值得的。毕竟大唐也没比大周高多少，几百年也没刷出什么逆天技能。五经再得一世积累，有正道长生之法，有护道斗战之术，再加上医药丹阵各种学识和战神殿中所领悟心得，百指竿头更进一步。轮回往生，这是继庄周梦蝶后第2个带有金光特效的4字特性，涉及到了轮回的力量。利用这个技能特性，对一个生灵的魂魄进行超度，助其轮回往生转世，并且能护其真灵不灭，勘破胎中之谜，保持或者尽早复苏前世记忆，不至于本我丧失。轮回这种事情虽然可以看作众生，但实际跟杀死没有两样，记忆与自我都会被抹除。如此轮回之后重生的那个你，究竟还是不是你，谁也说不清。但有了这个特性，就能护住真灵不灭，免受轮回洗刷。待到胎中之谜破解后，本我意识就会恢复，并且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真真正正的活出第2世。由此可见，这个技能特性的恐怖，理论上都可以做到百世重修。如此自带金光特效，与庄周梦蝶并列，没有任何问题。大唐一世800余年，和氏玉璧、五间五境各种技能收获满满，几乎没有遗憾。遗憾是飞轩大唐世界除战神殿外唯一的遗憾，也是这一世最大的遗憾。这份遗憾还有可能弥补，还有希望追回吗？虽说最后轮回往生可以护住他真灵不灭，转世重生，且一定会转到我所在的这个世界。毕竟这轮回往生乃是以我为根本。但天下广大，人海茫茫，即便他能轮回往生来到此世，能否再续前缘，我也无法保证。且看天意吧。800年的岁月消磨实在是太过沉重，下一步还是先着重于现实世界的发展吧。现实也过了将近3年，这3年来修为也达到了真气境，很快就能化为真刚了。以真刚的修为，在凡俗之间定是可以自保了。如此，我再以江湖高人的身份将部分武经修改传授出去，如此一来，配合辅助，坐享其成。什么武林江湖，什么修真寻仙，自己只要享受生活就可以了。转瞬之间又是3月，还是那个于氏，还是同一家酒馆，但很多都已物是人非。3年时间虽然不算漫长，但也发生了很多事。金鱼帮一夜之间覆灭，听说是触怒了某个大人物。铁狮帮也被门下的一个弟子篡位了，曾经的80巡校，现在已死得一干二净。金鱼帮是没了，又来了一个阴差帮，更是变本加厉。果然世事无常，一切难料。3年间唯一不变的就是一个名字，一个禁忌，老许头。客官，您的酒。许阳一边吃酒一边听着旁边的聊天。客官慢走，以后常来啊。客官，东西都给你装好了，送到哪里去？我来吧。客官，老司机呀，你这车驾的当真厉害，比我这驾了10几年的老家伙还要稳当。那是。过来过来，都给我过来。那不是老楚头家的小子吗？我记得好像叫什么楚河来着。他怎么被银叉帮给？难道犯了什么事？谁知道呢？哼，这个小子竟敢偷我银叉帮的武功秘籍，真是胆大包天，不知死活。今天就给大家看一看我银叉帮的家法规矩，省得其他人跟他一样犯下大错。
打得好，八爷，你这功夫真是越来越俊了。这个楚家小子竟敢偷拿我们银叉帮的武功，真是不知死活。还有那个老家伙，嘿，田野了他。那楚家小子有这本事，还会在湖上风吹日晒的大雨。十有八九是他机缘巧合捡到了一本什么武功秘籍，偷偷摸摸练武的时候，给那狗腿子小姐捅到了银叉帮那里。这几年来已经习以为常了，渔民偷偷练武都会被严刑拷打，这回又多了一个老楚家，怕是老楚头已经凉了，剩下这小娃娃也不知道能挨多久。看好了，这就是偷练我银叉帮武功的下场。别说八爷我没提醒你们，有些东西不是谁都能碰的。如果以后再有人胆敢偷拿我银叉帮的东西，或者捡到了却不上交，自己私下偷偷找过，哼，这就是下场。就这样吊着，给过往的看看，知道什么是教训。是。客官，哼。该死，真是晦气！凭什么那帮家伙能和八爷去吃酒，我们就要守着这个臭小子喝西北风？谁叫你小子也舍不得孝敬八爷呢？这苦活累活，自然只能由你我这样的穷鬼来做了。他娘的，这些臭打鱼的，浑身榨干了也没几个钱。亏今儿我还起了一大早去那老楚头船上一搜，好吗？就一些破家事，好不容易搜出2、3吊钱，还都给八爷收走了，我是一个子也没分到。你就知足吧，得亏这小子捡到的只是一本普通拳谱，要是他真的捡到什么神功秘籍练成了，这趟我们都得没命。就像3年前的那个老许头。好家伙，你是不知道他下手多狠。那金鱼帮的3小姐，我跟你说，干我们这一行风险也不低。金鱼帮知道吗？当年就是因为干我们这活儿，结果引出了一个大家伙，一夜之间把金鱼帮上下屠了个干净，这才有我们银叉帮上位。真的假的？这么危险？那帮主怎么还弄这些事情？不怕跟金鱼帮一样？你知道什么？你以为这种事情我们帮主能做主吗？背后不知道有多少大人物呢？所以啊，我每月一发银子，立马就去快活，省得人没了银子还在，那可就亏大了。我这是别动，我在为你疗伤。前一日机缘巧合，捡到一本普普通通的拳谱，本想练一练，希望能改变渔夫的命运，没想到被狗腿子张三看见了，遭了此恶难。哎，可惜都太晚了。差不多了，感觉怎么样？好多了，多谢老神仙救命。你想报仇吗？报仇，想，做梦都想。好，我传你一门武功，若是练成，报仇不是难事。武功，多谢老神仙，多谢老神仙。我不是什么老神仙，就是洞庭湖上普普通通的一个钓叟而已。你愿不愿意当我这钓叟的弟子？愿意，愿意。楚河愿意，师傅在上，受弟子楚河一拜。很好，起来吧，你我缘分只在今夜，你能领会多少，就看你的造化了。今夜，我现在传你5经公字卷，助你运行内功心法，此乃修行根本。一切由此而来，不可懈怠，细心体会。如此这般，不知多久。很好，你的身体已经记住了5经心法的行功路线，只要你勤勉不辍，努力修行，终有一日能生出内力，练成真气，乃至凝真成钢。武功，只有功力可不行，还需要武技配套，才能与人斗战搏杀。所以，我在传你一门斗战之技，你惯用什么兵器？鱼叉会使吧？会。那我就传你一套插法，看好了，鱼叉乃长柄尖刺兵器，可如枪刺，又有2股，可加可锁。这套武功名为铁叉8法，只有8招，化繁为简，大巧若拙。你若练成，配合功法，寻常武者绝非对手。这是我手书的5经，内中除去文字功法，还有人体行功图。刚才教你的铁叉8法，我也会写在后，不明之处自行翻看。师傅不要抛下弟子，并非如此。我方才说过了，你我之间只有经验一晚的师徒缘分，如今缘分已尽，自要分离。最后还有一事，你要铭记于心。这师傅请讲。不成真刚，不要报仇。以你的资质，若无机缘奇遇，想要成就真刚，起码得10余年苦修。你要按捺住心思，不要自不量力，前去送死。真刚，那银叉帮有真刚境界的高手？不清楚，但我知道3年前的金鱼帮有，这银叉帮想来也不会太差。知道了，弟子铭记于心。不止于此，你练成真刚，报仇之后绝对不能衣锦还乡，大肆炫耀，最好低调行事，或者直接远遁千里，再也不要回来。这又是为什么？3年前，金鱼帮也因为你这样的事情，惹出了一位神秘高手，以至于一夜之间被这个神秘高手灭尽满门。这你知不知道？灭掉金鱼帮后，这个神秘高手哪儿去了？死了。这个世界的水很深，银叉帮只是最浅的那一层，甚至只是一个鱼饵。你吞掉了它，那钓鱼的人自然会发现你的存在，也自然会派出更强的人来处理这件事情。那灭掉金鱼帮的神秘高手就是这么死的。这就是打了小的来大的，打了大的来老的，环环相扣，已成体系。你明白吗？这弟子明白了，师父大恩，弟子无以为报。若有来世，必定做牛做马。不必了，只要日后你惹出祸来时，不把为师说出来就行了。师父。楚河66号洞庭甲一区，在此之前的3个月，许阳已经收了60多个这种遭遇的弟子。
大肆印刷派送武功的事情还是算了，动静太大，难免会发生什么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慢慢寻一些家破人亡、血海仇深的小朋友送机缘的好。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的改变比较保险。经过这段时间的探索，也是得出了2条重要信息：现实世界虽然罡气就是武道极限，没有凝神合道的武者，但却有修真者，并且这帮修真者的战斗力还不低。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修真者们不喜欢待在凡俗世界，越强越如此。只有强大的仙元者出现，才会引出强大的修仙者。只要不是仙元者，不闹出什么大动静，那些修仙者几乎不会来找麻烦。我一个老实人，从来不喜欢主动搞事，收几个弟子，传授些武功，探探路，试试水，这就差不多了。接下来埋头种田，继续发展。好了，马上就来。余音不用多说，相伴数年的老六金雕，最近这段时间饲养的猛禽中最出色的一只，战斗力已经赶超老六，侦查能力与机动能力也十分优秀。好了，吃吧。喂完了飞禽，又该喂鱼了。接下来去看看稻谷怎么样了。第一批稻谷仅用1月时间，就在风调雨顺、茁壮成长的效果下成熟了，还因为奇花异草硕果累累的缘故，产量极高，并产出了部分异种稻谷，味道更好，营养更高，并且有略微增强人体气血的效果。3个月的时间，在和氏璧的作用下，心灵也早已洗涤干净，恢复活力。大唐的仪式积累，还有战神屠戮的心得领悟，也基本消化了。现实世界的情况已经初步探明。如此，在享受着悠闲的种田生活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品味一下新的梦幻人生呢？长时间不搞事，感觉浑身不舒服。希望这一次的庄周梦点能出现个新奇的事件呢。什么情况？这一次的身份是溺死的倒霉蛋。等等，不对，我变成了一条鱼，3寸来长的一条小青鱼。好了，腹中的饥饿感挥之不去。这是一条营养不良、饥饿而死的小青鱼。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看看周边环境与自身状态，长期处于饥饿状态，饭都吃不饱，以鱼的那点灵智，周边环境无法得知。目前唯一知道的一点就是这个梦幻世界与现实时间的时间流差为10比1，梦中10天，现实1天，相比大周大唐的365倍时差，这个世界缩短了许多，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是环境情况。一条4个月大的青鱼已经勉强达到了成鱼的年纪，但因为食物稀少、营养不良，它的体型要比同龄青鱼小上许多。体型小，力气更小，捕食更加困难，最后只能饿死。这就是原主一生的遭遇。但现在换到了我，自然不会这么倒霉，直接呼叫本体原著。得亏和氏璧这件异宝，这段时间不仅洗涤了心灵，神魂力量也得到大幅增长，否则还真无法将这个附带4字特性的游泳技能传输过来。人生很难，鱼生更难。作为一条鱼，必须时刻与大自然对抗，才能在大自然中生存下来。开吃。那是一条大鲶鱼，这体型大的有些夸张啊！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不想成为别人的腹中餐，就增强实力，成为最大的那一个。只是怎么增强呢？无精行不通，五经功法乃是以人参为本，鱼的身体结构和人完全不同。相比人参，鱼参不仅经脉窄，窍穴少，丹田更是几乎没有。也就是说，鱼参凝就气血、修炼内力的效率将远低于人参。估算了一下，最少低下100多倍。效率低也就算了，还没丹田储备，辛苦练的内力要么排除体外，要么强行留在体内，时刻保持内力充斥的状态，这样有害无益，对身体负担极大，说不定哪天就爆了，尸骨无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看来只能炼体了。没有丹田无法储备，那就不储备了，练出来的内力全部用于强化身体，此刻也没有更好的选择，炼体是唯一的出路了。练功也好，炼体也罢，其根本都是人参不鱼参的气血力量，所以想要修炼，必须先壮大气血。若是营养不足，气血亏虚，那练功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必须先吃饱。梦中36月，现实108天，3年过去，一条青鱼正在鬼祟行动。一口香，嘎嘣脆。3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体型也是从3寸不到吃到了6尺有。除去最开始本体支援的浑水蛟龙特性，以及前段时间特意输送的道术技能，这3年来又练出了几个技能特性，重点是见识。日啖一牛，以形补形，大鱼吃小鱼。日啖一牛虽然本体也有能使我的消化与咀嚼的能力增强，并且排便畅通，永无苦恼。以形补形这个新特性，能够吃什么补什么，不只是鱼类，只要能吃下去能消化的东西，就能起到增强自身的效果。
最后就是大鱼吃小鱼，一个作用于战斗的特性。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体型比对方巨大的时候，各项能力都会得到提升，包括但不限于力量、速度、身体强度、神经反应，还有生命恢复、鳞甲防护等等。但只限鱼类与虾蟹、龟鳖等水中生物，并且需要水下环境，离开了水域就失去了效果。虽然限制颇多，但反而显出它的强大，能让自身提升整整一个炼体境界。经过1年的时间，以自身为蓝本，改创出了一部适合鱼类体质的5经功法。鱼龙变目前只有3个修炼境界，分别是对应内力境的气血境、对应真气境的皮肉境，还有对应真刚境的筋骨境。修炼这鱼龙变功法，还刷出了2个全新特性：鱼龙之变、外练筋骨。正是有这些技能帮助，我现在也算是这黑水河外围潜温算得上的1号鱼物。不过要说这黑水河可以分成3个区域：最外层的浅水温、中内层的深水区以及最深层的黑水区。浅水温就比较正常，生长的基本都是正常的鱼类。深水区就不同了，河水开始泛黑，水中还有大量怪鱼，甚至水怪异兽，竞争激烈，每天都有许多大鱼在内厮杀，以致死亡。要说野兽的世界应该很简单，相互厮杀不是为了猎食生存，就是求有延续。这深水区的情况却打破了常理，究竟是为什么？至于黑水区，虽然没进去过，但从其内涌动的黑水来看，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还是太过危险了。毕竟黑水区的外围都盘踞着深水区的强悍水怪、顶级霸主。上次去好悬被一条大肥鲶鱼给我开了背。现在的浅水区比以前冷清了不少。没办法，修炼武功本来就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又有日啖一牛、以形补形这样的特性，更是需要大量猎杀、大量进食，如此一吃就是3年。浅水区的生态已经被严重破坏，要不要进入深水区呢？兄，睡觉，今天不适宜出门探索深水区的事情，还是过段时间再说。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此次的梦境世界暂时命名为黑水世界，国有他庄周梦蝶，今由我许阳梦鱼。养鱼大业已有几分成效，鱼群中出现了一种，暂就叫它赤红鲤。这赤红鲤不仅味道鲜美，食用后还能有效的增强气血。喵！不得不说，这文艺真的很让人上头，有一种跟老天爷闻命的感觉。总算刷出来了，我这6尺之身，在这深水区中也是厉害鱼物。只要不去招惹盘踞在禁区边缘的5大霸主，那几乎没有什么鱼能与我抗衡一二。但今天开始，这个格局怕是要改一改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我许青鱼要上位了。柿子要挑软的捏，先吃小的，再吃大的，一步一步爬到最高。鱼龙之变加浑水蛟龙加大鱼吃小鱼，虽然只有气血境的炼体修为，但在这3个技能特性的加持下，我的战斗力绝不下于筋骨境的妖物。1境异兽炼体气血堪比内力武者，2境精怪炼体皮肉堪比真气武者，3境妖物炼体筋骨堪比真刚武者。深水区的5大霸主全都是3境妖物。龙种之血，我的鱼龙便有了提升。看来这龙虾体内似乎有一丝不同寻常的血脉，那就继续吃。数日之后，还是同一片水域。这条好的大青鱼在我地盘交破去，殺我做忠贞的对。龙白尾、鱼头炮，5大霸主之一，红背虾王就此陨落。不错，舒服。不对，那红背龙虾果然有龙种血脉，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丝，但龙种血脉就是龙种血脉，积少成多之下，龙血效果终显。再加上以形补形、鱼龙之变等技能特性，终是完成了一次小小的血脉返祖，余生进化。接下来就要找当初差点给我开背的那条肥鲶鱼报仇了。黑水河的深处，星光悠悠，一场生死搏斗在浑水之中悄然上演，其内便是5大霸主之一的黑皮肥鲶鱼。我和你拼了！5大霸主再减其一。这鲶鱼的肉质肥而不腻，不见土腥，更无腐臭，绵密香甜，可谓上品珍馐。与之前的红背龙虾王各有千秋，都很好吃啊。下一步对谁下手？深水区5大霸主最好搞定的红背龙虾王与黑皮肥鲶鱼已经解决了，还剩下巨鳖、电鳗、赖皮蛇3个棘手货色。巨鳖那玩意跟座小山似的，一身龟壳硬的难以想象，怕是站在那里让我啃，我都啃不下来。电鳗更加不行，普通电鳗都是水中杀手，这妖物级的电鳗更是如此。这黑
黑水河中除了那巨鳖，怕是没什么妖物能承受住它的电击。这玩意还喜欢群居，除了妖物级别的电蛮王，还有一堆小电蛮。若是让他们聚在一起发电，那怕是巨鳖都要落荒而逃。赖皮蛇不行不行，这玩意有剧毒，并且也是群居，手下一群剧毒水蛇。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咬穿自己的青玉鳞甲，但依旧十分危险。剩下这3个家伙，哪个都不好欺负，也是要好欺负，早就给人灭了，哪能活到今天？要不是龙虾王和鲶鱼王被我所克制，等等克制。以形补形，进化成长，看来要给自己增加抗毒抗电的能力，再去搞定那电鳗与赖皮蛇。那电鳗与赖皮蛇最厉害的就是电击与剧毒，没了这俩手段，那就是龙虾王与肥鲶鱼一样的货色，解决起来不要太简单。所以怎么增加抗毒抗电的能力呢？这是一只河豚，这几年来我也算吃遍黑水河了，什么种类的鱼鳖虾线我都尝过，唯独没有尝过河豚。这玩意有剧毒，即使有以形补形的特性，也是没有尝试过，不知道能不能让我获得抗毒能力。一只小小的河豚而已，怎么也不可能把我这妖物级的鱼龙毒死吧？貌似没什么感觉啊。好像有点感觉了，再来。如此这般，3月之后，黑水河中。这几个月来，整体而言变化不大，就是多出了一个天赋栏目。这种天赋能力不属于技能，无法刷出特性，只能像功法一样修炼，或者通过成长与吞噬的方式进行提升。至于能否输送到本体，因为还未实验，所以不得而知。总的来说，这天赋能力应该为异兽独有，并且与异兽的血脉成长息息相关。血脉越是纯粹，越是浓郁，天赋越是强悍。皇天不负，终有收获。天赋百毒不侵，专克毒物。赖皮蛇，我来了。黑水河中禁区边缘，蛇场所在，一条9尺长短的长蛇，周身时有时无的散发出蛟龙气象，最是醒目。这蛇王体内竟也有龙血，蚊子腿也是肉，不吃白不吃。体内的龙血之力再度提升，可惜没有满足鱼龙2变的需求。今日已经吃饱喝足，还是先睡一觉再说吧。如此一睡便是3月。我脱发了，不对，这是新增了2个天赋能力：幽冥剧毒、龙蛇之退。幽冥剧毒可以像之前赖皮蛇一样喷出毒液，龙蛇之退可以通过蜕皮加速消化、增强吸收、治疗伤势、恢复力量。每蜕1次皮，龙蛇的体质都会得到提升，还能消除受伤、虚弱等不良状态。不过我不是龙蛇，而是龙鱼，看来是退灵了。5大霸主一落其3，剩下就是那巨鳖与电鳗了。巨鳖暂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但那电鳗只需要像对付赖皮蛇一样锻炼出抗电能力即可。这帮家伙果然恐怖，若不是我青玉鳞甲防御惊人，这次恐怕就要交代在这了。不过有了这第1只、第2只、第3只就简单了。如此这般，又是3月。黑水河中已过4年，这电蛮王的实力当真可怕，智慧也远超寻常妖物。要不是他即将突破，我还得再过些日子来。如今不得不来，若是让他再进一步化为电蛟，那这黑水河中恐怕我还未去找他，他便已经找上我来了。总算搞定了，这电蛮王实在太恐怖了，哪怕这段时间吞噬电蛮，进化出了抗电天赋，但在对方电网之下，还是被电得头晕眼花。若不是有一手幽冥剧毒，这回鹿死谁手还真不一定。酒足饭饱，该好好休息一下了。这一睡就是1年，1年之后，黑水河的河床之上。修为已经是极限境界，坚固境，寿命也是达到了3境修者的极限，180岁。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新的天赋驱雷彻电，无论何种体系、何种修行，雷法皆为顶尖。得益于电蛮王与其族群的贡献，以形补形获得了一个涉及雷法的天赋驱雷彻电。不过我目前的驱雷彻电还没有这种威力，勉强能催动一些电能，仅此而已。但如此也够了。那电蛮王凭一手控电之术，便在同境内几乎无敌。如今我凭此天赋，再加上刚刚突破，哪怕是挑战这深水区最强的存在，几乎也没有任何问题了。巨鳖虽强，但不是重点关键，真正的关键还是这黑水的秘密。禁区之中究竟隐藏着什么？5大霸主为何盘踞在禁区之外？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若有好处，那他们为何只在门外盘踞，不干脆点进入其中？难道当中有什么危险，乃至大恐怖存在？还是先去黑水区试探一番，之后再去找那巨鳖麻烦？这禁区之中尽是漆黑粘稠的黑水，深水区中的鱼鳖虾蟹全都无意识地避开此地，唯一例外的就是那头巨鳖，半个身子埋在黑水之中，是唯一触碰黑水深入禁区的生灵。这黑水有什么奥妙？我这毒箭射出，如泥牛入海，没有任何反应，还是泥牛入海毫无反应。
这黑水竟是天地元气。相比大唐世界凝神武者能够调动的天地元气，这黑水的天地元气更加精纯。不，天地元气这个概念实在太过笼统了，应该建立体系，分出等级。第一级就是普通的天地元气，游离在天地之间，肉眼凡胎难以得见，唯有凝神武者催动神意道运，才能与之接触，调为己用。第二级乃是精纯的天地元气，同普通元气有明显区别，可以造成肉眼可见的异常环境，比如这黑水河中泛黑的河水就是灵气异化的表现。第三级则是拥有灵性的天地元气，或者说天地灵气，不仅能改变环境，还能实质具象，以各种形态表现。比如眼前这禁区之中的黑水就是精纯的天地灵气。大周、大唐还有凡俗世界存在的都是普通性质的天地元气，而这黑水河紧身水区就有精纯元气，禁区之中更是有天地灵气存在，可见这个世界等级之高。这禁区之中的黑水对于生灵来说，只要泡在其中，哪怕不吃不喝不修不炼，也能坐地升级，就是这么好的东西，可惜是有主之物，难怪之前五大霸主只在周边盘踞，不敢进入其中。灵气之中有一股精神意志，想要吸收这些天地灵气，必须先清除当中的精神力量，若不清理，长时间的吸收极有可能被其同化。这禁区之中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你终于来了，你知道我？当然知道。那只奇异的小青鱼，当初你窥视神府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你的存在。现在看来，我没有看错，那几个灵性未开的蠢东西，已经成为你的食物了吧？哼，亏他们还在神府周边修炼了这么久。神府？什么神府？你不知道？看来你是天生智慧。这黑水之中有一座神府，乃是黑水河神的府邸。只要进入其中，找到黑水神印，就能成为新的黑水河神。黑水河神？黑水神印？那原来的黑水河神呢？自然是死了，不然这黑水河怎会是现在这般景象？死了？怎么死的？不知道，但他确确实实死了，你也可以感受到吧？这黑水之中，灵气之间载而不灭的那股精神意志，就是黑水河神遗留在黑水神印之中的神念。因为这股神念的存在，我们这些生灵无法直接吸收黑水灵气，否则必为其所夺，同化成黑水的一部分。只有你我这样生出智慧灵光，练就神魂之力的生灵，才能净化黑水之中的神念，吸收黑水灵气，壮大自身修为。但这样吸收的速度实在太缓慢了。你想不想成为新的黑水河神？黑水河神怎么成？跟我一起探索神府。谁找到黑水神印，谁就可以成为黑水河神。以我们现在的修为，足可抵挡黑水之中的精神意志，只要不沉陷太久，那就没有危险。我们联手一起探索，找到神府的位置，黑水神印就在其中。只要炼化了黑水神印，那就能成为新的黑水河神。如果我先找到了，那我成为河神之后，可以封你为青鱼将军，你我共享神府灵气。反之，如果你先找到神印，成为河神，那我希望你看在我告诉你这些事情的份上，不要将我驱赶，我可以给你当个鬼丞相，如何？可以。很好，那就来吧，我已经有些等不及了。这是这些年我探索的地方，已经绘制成地图，接下来我们要探索这些区域。地缘重水，这头巨鳖乃是天生异种，名唤黑水玄龟，生来便有控水控的两大神通。地缘隐蔽，重水如山，你已无路可退，环水交融。没想到你竟得了那只小泥鳅的控电之能，是我大意了。那黑水神府是真是假？自然是真的，你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拥有与我合作的资格，之前的条件依旧有效，我们可以一起探索神府，寻找神印，谁拿到就是谁的，怎么样？不愧是鸡年老鳖，脸皮之厚，城墙不挤。不管那黑水神府是真是假，都要先弄死这个老家伙。只有清除掉这个障碍，才能全无后顾之忧，放心大胆的探索黑水禁区。只是怎么解决呢？这巨鳖不像其他，靠的是纯粹的硬实力，修为相当于四境凝神的武者，还是神意圆满的宗师，还有天赋。这巨鳖乃是一种天生便有控水控的之能，结合的神通更是恐怖无比。最后是肉身，我全力发电轰击口舌，都只伤而不死。也就是这次我将计就计，方有机会轰击较为脆弱的口腔。若是胃部轰击，怕是只能对他造成些许擦伤而已。这么硬的一个大家伙，如何针对呢？这条青鱼非同小可，如此偷袭都未得手。一只青鱼短短几年就从普通生灵化为强悍妖物，将原本的五大霸主吞吃4个，这样的成长速度实在太过可怕，已经完全威胁到了我。可惜我身体庞大，行动缓慢，没有办法追击行动敏捷的对手。可这样放任它成长，日后必成心腹大患，必须加快速度，在那青鱼之前找到神府，接掌神印。正面硬拼完全奈何不了这只老鳖，看来得给他上点绝活了。只要在这老鳖找到黑水神府，成为黑水河神之前，将自身实力提升到超越对方的地步，那就能轻松解决这个问题。异兽成长关键有3：一是元气环境制约，2是食物资源制约，3是血脉天赋制约。如今我俩算是同一起跑线，元气不用多说，老鳖可以入进去吸收黑水灵气，我也可以。重点是食物，老鳖身形庞大，行动缓慢，捕食十分困难，那些精怪级异兽级的鱼类
远远就能发现它的存在，第一时间就能窜逃离开。想要捕食大鱼，除非施展神通，这么做消耗的元气怕是还要超过进食的补充。先从食物下手，压制老鳖发育。至于血脉，老鳖天生异种，我也有辅助加持。虽然血脉无法压制，但只要继续修行鱼龙变功法，纯化龙种血脉，那必定能赶超进境缓慢的老鳖。现在开始，首先要做到自给自足，循环供应，不能涸泽而渔，毁灭生态。其次要对那玄龟坚壁清野，彻底断绝它的食物来源，让它只能喝西北风。所以要做好养殖、监视、疏散等工作，培养手下鱼多力量大。搜寻了整整3天，还是一无所获。这3天黑水的侵蚀对我的精神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负担，还是先找些大鱼进食补充一下吧。这次就奢侈一点，用神通捕捉几只精怪大鱼，好好犒劳自己。捉哪些比较好呢？红背虾味道鲜美，鲶鱼肉也不错，鳗鱼泥鳅也很久没吃了。鱼呢？鱼呢？我黑水河的鱼呢？鱼不见了，深水区的大鱼都不见了，这是谁干的？这么丧心病狂，一条都不留给我！小贼，这个小贼着实该死！想要断绝我的资粮，限制我的成长，无所谓，反正有黑水灵气，完全可以代替食物，就算不进食也不会饿死，甚至还能提升修为，纯化血脉。只要时间足够，一样进境。你个青鱼，难道还能熬过我这玄龟？就算找不到神府神印，我也吃定你了。如此3年之后。这3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探寻黑水，足足寻了58次。虽然一直没有找到那黑水神符，但长时间的满负荷吸收黑水灵气，修为再次提升，血脉也更加纯化。会不会有阴谋？哼，也就这点本事了。有本事你就把这黑水河里的鱼全部吃光。都去干活吧。3年时间，修为虽然没有变化，还是在金骨境，但之前功法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3年，参照自身血脉变化，青鱼返祖化龙之境，终是推演出了第4关的鱼龙变功法。脱胎境，脱胎换骨，已非凡俗，可谓优秀。5大霸主之中，正因老鳖乃天生异种，出世便有灵慧，修行速度远胜其他精怪。其他精怪踏入第3关后，便被开灵解锁了，难以脱胎换骨，化为优秀。只有他通行无碍，直入4关，成为了黑水河中唯一的妖兽。可见神智灵慧对妖兽的重要性。这3年，自身的技能也有变化。进食方面，从日啖一牛进为日啖10牛，还多出了一个返祖归元的新特性，比起之前更甚10倍。呼吸也多了一个纯血化气，通过呼吸来提升血脉纯度。虽然效果很小，但永不间断。再配合进食的返祖归元，这3年来我的血脉之力是增强了不止一点。重点是影之这个技能，3年前从本体上传送过来，利用这3年时间刷出了3个全新特性：灵兽点化、茁壮成长、龙王号令。不光可以为生灵开启智慧，还能够让养殖的灵兽提升体质，最后通过号令统御所有等级低于自身的灵兽。现如今黑水河中，水族总种类1万多种，妖物35只，精怪560只，异兽2352只。如此庞大数量，待到我修为大成，兵强鱼壮之日，便可一举将鳖头斩下。春去春又来，花谢花又开，岁月如梭，一转眼便是15年后。青泥鳅，死杂鱼，滚出来！你给我滚出来！有种的你就滚出来，跟我决一死战啊！滚出来啊！怎么会这样？这15年发生了什么？你一讨鱼还会养鱼，看来今日我憋命修你。纵使如此，我也要拉你做垫背。你15年的蛰伏，15年的积蓄，不出则已，一出便要凶猛杀之，不留余地。从今以后，黑水河中须视青鱼为王。不过巨鳖到死都坚信禁区之中有一座神府存在，这黑水的种种表现也说明禁区之中必有玄妙。之所以找不到，无非2种可能，要么禁区太大，要么内有阵法扰乱隔绝。看来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了，鱼多力量大，剩下的问题就交给时间来解决了。鱼龙20载，黄粱卧3年，大梦终须醒，本我方是我。3年了，梦入黑水之境，前前后后已3年有余。3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如今我已达到金骨境与真刚境的极限，马上就能突破，踏入炼体4关的脱胎境与武功4关的凝神境。今日就是我突破之时。观想自身，掌握自我，我即天地，天地即我，凝神合道，脱胎换骨，4境关卡就此突破。
一境之差，天壤之别，痛快！凝神脱胎，内外死关，穿越至此，终在60之年有了一番成就。前45年都在蛰伏积累，不知受了多少冷嘲热讽、欺凌压榨，但这都是值得的。没有这45年的隐忍蛰伏、蓄势积累，我不可能走到今天。往日仇怨，今日之后都可以一一报了。貌似已经没什么好报的了，金鱼帮凉了。那些找我麻烦、欺凌压榨的，这几年也都被我暗中干掉了。既然都死了，那就算了吧。过去已经无关紧要了，现在开始要规划下未来的发展了。从入大周，创出5经，再到如今成就4境，前后一共用了15年的时间，相较大唐一世炼制凝神用了近20年。这一切都是我辛辛苦苦、勤恳栽种的回报。厚积不发，天道酬勤，人生一世便该如此。洞庭湖上，烟波浩渺，云遮雾罩，一叶孤舟，泛于湖上，3男2女立于其中。久闻洞庭烟波甚起，今日一见，果然不虚。此处还在湖外，再往深处抵达湖心，那更是迷雾浓浓。可惜有此奇景，仍是凡间，无有灵脉埋藏，灵气凝聚。若有灵气，恐怕早为各大宗门或是家族大修所占，岂能容许我等游览？不少修士见到这洞庭奇貌，都会认为内中必有玄机，甚至暗藏仙源至宝，因而浪费时间搜遍水域，最终都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这等笑谈多了，便再无人来此浪费时间。只有那些初入修真界、什么都不懂的除外，会上那些今生的当来此寻觅什么仙缘。哈哈，宋兄这话可不是在说我们。自然不是，今日我等来此，乃是游山玩水，非是为什么仙缘。话虽如此，但说不定也能撞上什么趣事。不错，此地虽无灵气，不为我等修者所喜，但在那些凡俗武者眼中，却是一处奇异隐秘之所在。不少所谓的武林高人都会潜身于此，寻觅仙缘泥。听说前段时间就有一人自称吊叟，出没于此传授武功。哼，武林高人，武林再高也是凡人，若真有资质，早就被各方寻仙使发掘，送入各大宗门修炼了。谁还会练那威力频频、前途有限的武功？铁姑娘，你资质不凡，得天独厚，万不可痴迷于所谓武学，练气修真方是正道。这还用你多嘴？听闻铁姑娘已搜罗到一枚青玉宗的寻仙令，只待9月青玉仙门一开，便可入室其中。以铁姑娘的天资，必能拜入青玉宗，成为入门弟子。青玉宗啊，说到青玉宗，那就不得不提张兄了。听闻张兄你不日就要被天书宗收入门墙，是真是假？这还有假？谁人不知张兄得天独厚，际遇非凡，不仅修为高深，悟性更是非凡，可谓天生的镇师种子。天书宗乃正道大宗，自然要将张兄这人才揽入门下。哪里？听说前段时间这洞庭湖中有蛟龙出没，竟有此事？是啊，传闻许多渔民的见，那日湖中浓雾之处，一道龙吟惊啸而起，百里可闻。随后又有雷霆惊走，金龙之影腾空而现，于云海之中翻腾嬉戏，徘徊片刻之后，方才消失无踪。这无知凡人，以讹传讹罢了。龙乃至尊神兽，怎会现于凡间？说不定是蛟龙。纵是蛟龙，也可比肩金丹大修，乃至元婴老祖，怎会落在这连灵脉都没有的洞庭湖？照我看来，只是一时云雨，彩虹异象，又有惊雷声响，百姓不知缘由，以讹传讹罢了，不足为奇。原来如此，还是张兄见多识广。张兄怎么了？那小岛有古怪。古怪？什么古怪？这阵法换阵只有一重，看来有道友在此落户。诸位随我前去拜访拜访。诸位放心，我等不是那穷凶极恶的邪修，只是前去看看而已。若真是同道中人，那就拜会一番；若是邪魔妖孽，方才斩妖除魔。铁姑娘觉得呢？张兄所言甚是，说不定我那仇家就躲在此地。好，那就前去看看。这是灵敏，凡俗之地竟然能够种出灵敏，与理不合，与理不合，除非仙缘，仙缘异宝，定是仙缘异宝。张兄，这必定是哪个仙缘者的手笔，此等机缘，何该为张兄所得？哈哈，既是机缘，我等共享之。先搜遍此地，看那些缘者是否在此，再收割田内灵敏。我看那边还有一处，似乎是药田，你等千万小心，不要伤了灵药。是，走吧。小心！大哥，竟然还育有一头精怪，那件异宝非同小可。张兄，高手。告解，青玉甲。不管你们是谁，既然发现了这里，那就全部都要死。张兄，救我！这你是3关圆满，不破尽4关的体修，该死！武道凝神，天人合一。我勒个雷！你不是体修吗？这又是什么玩意？这真功报废了，哎，可惜了，可惜了。
这4个小袋子应该就是修仙者的标配装备储物袋了，只是要怎么打开呢？不行，不能用蛮力，感觉再用点力气，这袋子就被我撕破了。这就是储物袋，空间之法果然神奇。精神烙印、密码锁。这个储物袋比其他的储物袋空间大了好几倍，不仅空间大，东西也多。除去那柄几乎报废的金剑，还有一堆什么玩意，得问问这些都是什么。我有些事情问你。前辈饶命，是我等有眼无珠，不知此活，惊扰了前辈清秀，在下愿为奴为仆，永生永世侍奉前辈，以赎此身罪孽。闭嘴！我现在没有心思跟你废话，我你的，不说就死。等前辈有问，小人不敢不答，但还请前辈答应饶过小人一条性命，若否小人宁死也不吐露半字。前辈的此仙缘却在凡间徘徊，想必还未入修真界。小人虽然不才，但对修真界内种种还有天下之事知晓颇多。只要前辈立下心魔之誓，饶过小人性命，那小人必定。还以为是个硬骨头，一张没纹就招了。听他所言，整件事情其实与我并无关联，乃是他们近乎有吻，顺便寻一下那个铁姑娘的仇人。没想到那铁姑娘居然是铁狮帮的余孽，在其满门被叛徒弄死后，亡命天涯，得了奇遇，成为修仙者，准备杀回铁狮帮报仇。更没想到那叛徒是个仙缘者，手持异宝，虽不敌他，但保住了性命，逃入洞庭湖中。这才找了几位朋友一起探寻游玩洞庭湖，结果仇人没找到，发现了我的老巢，惨遭团灭，真是世事无常。不过他的这段经历倒是给我提供了一点信息，仙缘者确实是肥羊，但并不代表仙缘者就一定要与修仙者对立，仙缘者完全可以成为修仙者，而有的时候修仙者也会被动的成为仙缘者，都是实力问题啊。看来我目前可以去修真界了，不过还是稳一点，先收集消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大致可以分成4类：功法、消耗品、法器装备。除了这3种，还有一些特殊物品。这个玉佩就是一个名叫青玉宗的试炼性物，不过这玩意对我来说鸡肋一块，倒是可以拿去售卖，估计能卖不少零食。其他的暂时没有用处，留着以后再说。此番收获全部换成零食，估计上千了。果然，杀人放火金腰带还是劫修来钱快。死的也快啊！这是。这功法，修真界的功法，修真的炼器体系与我研究出来的炼武炼体2大体系有不少相通之处，但又不尽相同。修真炼器炼的是天地灵气，必须要有一种名叫灵根的特殊资质，才能踏入修行之门。炼器12层，3层一关卡，可分前中后大圆满4境界，初期内息，中期真气，后期法力。大圆满则是前3者都达到圆满，方才能冲击筑基之境界。按照目前5道体系对应的话，内力等于炼器前期，真气等于中期，真刚等于后期，凝神等于圆满，爆丹等于筑基。我现在应该是炼气圆满的修真者，不过道理是这个道理，实际却不能这么算。修真功法内普遍吸收天地灵气，功法中都有修炼神魂的法门，所以修真者无论神魂肉身还是内元法力，都要高于同境界的武者。不过这只限于普通武者。这些修真功法代表了一个体系，修真炼器的体系，将它们融入5经之中，化为5经底蕴。终有一日，5经能够超凡脱俗，成为惊天动地的存在。有没有搞错？我居然没有灵根，难怪各大势力都有寻仙使行走人间。要是我有灵根资质，早就被发现了，也不至于在这洞庭湖打几10年的破鱼。没灵根，那不修就是了。修真功法无非是天地灵气的运用和神魂神念的修炼，虽然这2者都是围绕灵根而成，但大道3000，殊途同归，可以移植其中理念，改创出属于我的5道修仙之法，或者用什么器官来代替灵根。按照书中描述，灵根这玩意和丹田差不多，都是人体秘藏之物，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确实存在。既然存在，那就有办法移植、代替、催生、创造。我就不信活人能被尿憋死。这是一部游记，修真界的游记，记录了修真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还有一张地图，记录了修真界的地形地貌，还有势力分布，甚至表明了势力信息。阵法书不是，只是最基础的阵法知识科普而已。可惜这只是一本阵道初解，并非真正的阵法书，内中只有几个普通阵法的解析和一些阵法常识，没有真正的布阵法门。可以考虑去买一本，反正有不少零食，初级的阵法书总不会太贵吧。就是这里了。吃吧吃吧，吃完这次，下次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了。
我要出去一段时间，你们自己藏好，不要给外人捉去了。顺便再帮我看顾鱼群，别整天就知道吃。这是大范围的阵法，只是普通的幻阵，隔绝仙凡两界，让凡人不能入内耳。占地虽广，但有灵气，这阵势几乎没有什么消耗，就能隔绝外界，不让凡人进入吸取天地灵气。算起账来还赚了不少。不对，这幻阵只是表象，内中应当还有一道阵势聚集灵气。这白龙岛的灵气浓度已经比得上黑水河的深水区了，难怪岛屿周边烟云涌动，四蛟龙环绕岛屿，始终不见消散。入刀费一令是。这位客官可要领路。客官第一次来这白龙岛，不错，有什么介绍？要介绍那可就多了，就看客官需求，是要赚取灵石，还是要买卖物品、符篆、法器、丹药，又或者需求功法，各家铺子都有不同。哦，那就先说赚取灵石吧。赚取灵石啊，赚取灵石之法有许多，若是修为高深、实力强悍、斗战之法了得，那大可去接取白龙岛的委派任务，报酬十分可观。若是精通丹药、符篆、炼器等技艺，那也能日进斗金。无论是白龙岛自身，还是各大商铺，都愿意高价雇佣丹师、符师、炼器师。此外，追捕缉拿作恶的仙缘者也是一条路子。若是运气好，撞上大仙缘，那可就一飞冲天了。仙缘者，仙缘卖仙缘罗。这位客官可要买仙缘线索？仙缘线索？什么仙缘线索？自是那些仙缘者的行踪线索了。客官买后前去追查，说不定能得大仙缘，就此一飞冲天。是吗？怎么卖呢？消息不同，线索不同，价格也不同。有1灵石的，有10灵石的，还有100灵石的，任君挑选。先来个1灵石的看看。好嘞，白龙湖向东又有一湖，名曰洞庭。数月前湖中出现一象，蛟龙惊走风来，数百余民的剑，想来必有仙缘。完了，1灵石吗？就这样了。客官若是买10灵石的、100灵石的，那肯定有更详细的仙缘线索。怎么样？要不要来一份？不必了。客官，你可不要信那人的话，他是白龙岛出了名的奸商。奸商卖这东西的有哪个不是奸商吗？这个确实，卖这消息的基本都是奸商，他们在凡间组建帮派势力，以此搜罗仙缘之事。若有可靠消息，他们早就自己动手了，哪里会卖给别人的？这些基本都是2-3手，乃是20-30手，人尽皆知的传闻，也就是您初来乍到。这么说你也知道不少。那近段时间，除了刚才那则，还有没有其他关于洞庭湖的传闻？洞庭湖没有，那洞庭湖虽有一解，但这么多年早被成千上万的修真者探查过了，就是一凡俗之地，不存在什么灵气暗藏。倒是一些仙缘者喜欢藏身其中，自以为能够隐秘行踪，但区区800里水域，对修真者而言根本算不得什么，费些功夫就能翻遍。好吧，我想买点东西，给我带路吧。是。掌柜的果然神机妙算，志气过人。这一唱一和之后，他果然对我放松了戒备，随我去了好几家商铺。他都买了些什么？有紫竹楼的紫墨竹，白龙岛的鱼龙金，还有一些铁王山的玄铁金刚，都是些材料。随后又去回春堂买了养元丹、补气丹的丹方。这些加起来有数百灵石了吧？415块下品灵石。他手上的灵石有些不够，又卖了2-3件法器，我瞧得清清楚楚。他身上起码有4-5个储物袋，2-3件法器，4-5个储物袋，莫不是个劫修？来此钓鱼，一人上钩。一个炼气期而已，大概率是仙缘者。就算真是劫修钓鱼，这黑吃黑，谁怕谁还不一定呢。那索命香你用了没有？用了。好，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看看这一次大爷我能撞上个什么仙缘。自古杀人。此时的许阳离开了白龙岛，站在湖岸边。下品法器青竹舟，售价100灵石，主体由灵竹制成，硬刻有清风阵纹，遁速极快，但防御极弱，甚至经受不起炼气中期的修真者攻击，只能作为交通工具使用。用钢元代替法力注入其中，便可化作1丈大小，果是神奇。不过只能切换固定形态，看来唯有高阶法器乃至上品法宝才能大小自如，随心所欲。虽未修真，但神异钢元与修真法力本质上都是能量，只是修真法力质量更高，将自身神异钢元转化为修真法力，就是有点损耗罢了。除了没有灵根，也和正常的修仙者没有任何分别。怎么样？去往凡间了？可看出什么跟脚来历？没，生面孔，没见过。看来真是个厨啊，动手吧。就是这白龙湖的劫修，我们大多都见过，也都心照不宣，谁也不会做这种事情，除非是过江猛龙。但过江猛龙又如何？凭我们3兄弟的手段，就是筑基修士也能碰上一碰，怕他什么？看此人之前表现，必是仙缘者无疑，身怀重宝，出手阔绰，方式之中已吸引了不少目光。我们再不下手，其他人可要捷足先登了。那好，我们走。果然天地元气稀薄，难怪修仙者不愿常驻凡俗。根据那游记上记载，这世上还有一些禁区，环境比凡间还恶劣，日后有机会倒是可以去看看。嗨，小子，爷爷的癸水雷滋味可好？哈哈哈，果然是个厨儿，谁人不知白龙岛周边劫修劫水战高手，在我面前还敢下水，简直是班门弄斧，自寻死路。
大哥，3弟，那小子虚得很，快动手，莫让肥羊走脱了。哈哈，臭小子，有点还挺快，但再快能快得过5行遁术吗？让你看看修仙者的手段。大哥，3弟，这小子有几分手段，看来是得了大机缘，当心些。杀！气化3000。这是什么法术？不对，点子扎手，快走！不好，大哥，这是神念通灵，操控元气，他是炼气大圆满修士，快合力抵挡，不然都得死在他法术之下。怎样了？这动静可不像那3人的手段，看来这次白龙3兄撞上了个硬茬子啊！硬茬子？这动静哪里是硬茬子，分明就是铜墙铁壁。我就知道，现在这世道哪儿还有真正的主啊？都是装模作样、挂钩钓鱼的老魔头。难道是哪位筑基看不过眼，亲自出手料理这3个混账？这等动静，这般景象，筑基出手也不过如此吧？还好白龙3兄烫了这个雷，不然……是那死胖子的金蝉，极品防御法器，竟被摧残至此。闪电奔雷拳。前辈饶命，我等愿降。这位前辈行事当真不拘一格，惩奸除恶，杜留姓名，高义也。什么高义？这不就是抢完东西跑路吗？你喊大声些，把他喊回来，看看谁跑路。就是抢劫修这种事情，能叫抢吗？那叫除魔未到。这位前辈修炼的竟是雷法，当真恐怖。战修之中，剑道独尊；法修之中，雷电称王。修士本就逆天而行，无所畏惧，唯独忌惮雷霆天劫。修炼雷法，便是以人身之力控天地之位，哪有不莽的？败在此等人物手上，那3兄死的不冤，半点都不冤啊！昨日一战，观看之人想必已经传遍岛内。以我表现出的实力来看，估计没人会把我当作仙缘者看待了。哎，前期奈何没有资本，容错率太低，只能搞账。如今已经不同，筑基之下鲜有敌手，筑基之上玉石俱焚，不会有哪个筑基冒着同归于尽的风险来找我拼命。这么看，短时间内完全可以出入白龙岛释放堂而皇之的售卖当日的战利品。贵客登门，蓬荜生辉。小女子乃白龙楼管事云烟，敢问贵客，高姓大名？有棵小树。原来是有棵前辈，前辈乃是贵客，请上2楼招待。哪位是？昨日击杀了白龙3兄的修士，有棵小树，这名号没听说过啊？莫不是其他地方的过江龙？听闻此人雷法了得，白龙3兄那件护身的极品法器都被他生生轰碎了。云烟大管事对他如此恭敬，莫非白龙岛有意招揽此人？8九不离10，毕竟白龙岛那位的日子当真让人艳羡。若我也能练雷法，那该多好啊！练雷法，美的你有雷灵根吗？那可是一种灵根，有时无价，即便有灵根，雷法传承也是重金难求。这是灵雨山的特产灵茶，贵客请用。我是来做生意的。小女子知晓，前辈有何所需要，白龙岛一定竭力满足。可卖多少灵石？且容小女子查看。金蝉，极品防御法器，已成碎片，原材回收，价值300灵石。金蝉珠、黑龙叉、玄水剑，皆上品攻击法器，大体完好，总共3500灵石，加上其余武器，总价5921块下品灵石。量大加价，便凑个整数，6000灵石。贵客以为如何？可以，很公道。我白龙岛一向以公道为先，童叟无欺。这些丹药符篆我认得不全，请先鉴定，再谈买卖。原来如此。除去我收走的部分，这些全都卖了。好的，剩下的这些丹药共计336枚灵石。这是我自己种的1点灵米，看着给吧。没想到前辈还善农植之士，其内白玉米5600斤，价值560下品灵石，10斤1灵也算不错。黄色的呢？黄粱米，白玉米异变才有的特殊灵米，1斤公道，价格为10灵石。前辈若是愿意出手，我可做主，12灵石1斤。10灵石吗？以后有机会再合作也可。这是青玉宗的寻仙令，还有青蛇藤的种子，红河谷弟子的身份玉牌。这，我白龙岛的通行令，这些节修不当人子，这些杂物价值1200灵石，可以，总计8200下品灵石。前辈是否全部出售？全部出售。好，我这便让人取灵石吧。不急，我还要买点东西。哦，前辈预购何物？一些增进修为的丹药，还有一些丹方与材料。若是有整套的丹师传承，那最好。另外还要灵能传承、灵芝种子以及阵道传承、阵旗、阵盘等相关物品，你们可有？丹师、灵农、阵师，本以为这人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修天地法的苦修之士，可眼前这人搞这么多技艺，他想干什么？有没有？这自然是有。那好，照次都给我来上一份。虽有不少传承，但基本都是一阶，前辈全部都要。名单上的不重复的全部都要，还有各种材料。这好吧，前辈稍后。哦。
前辈要的东西都在这里，总耗费7853颗灵石，我们打个折扣，7500灵石，还剩700灵石，请前辈查验点算。没有问题，交易吧。既然交易完成，那就告辞了。前辈且慢。还有何事？前辈莫要误会，只是有些事情，白龙岛想要与前辈相商。这3000灵石乃是那3个劫修的赏金，前辈仗义出手，除魔未当，为我白龙岛除去遗憾，小小心意，还请收下。那就去之不恭了。此外还有一事，必须告知前辈。进来。此人乃是劫修爪牙，昨日为前辈引路，心怀不轨，我白龙岛已将其窝点捣毁，剩下此人如何处置，全由前辈定夺。前辈，我也是被逼无奈，还请前辈您大人大量，饶我一命。你们的事情与我无关。前辈真是雷厉风行。前辈虽是初来乍到，但外边的流言蜚语，想必也听了不少吧？有什么话开门见山吧。坊间传闻虽多是谣言，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全无根由。难怪白龙三兄这般嚣张，光天化日在白龙岛外行劫掠之事。白龙岛确实有些镇压不住局面，不然这些劫修也不会如此张狂。10多年前，白龙岛老祖即将受尽作化，已经无力出手，而少岛主修为尚浅，无暇顾及岛外。和调查的一样，这个世界有问题，修者的寿命出乎预料的短。明人不说暗话，只是敢问前辈乃散修，还是已有宗门家族落户？散修如何？已有宗门又如何？若是已有宗门，那我等自然不敢叨扰；但若是前辈为散修，那云烟代表白龙岛，诚心邀请前辈加入。多谢好意，但在下闲云也喝惯了，实在不愿受到拘束，告辞。前辈，罢了，大不了蛰伏一阵，待到少岛主修为尽尽，再向那几家还以颜色。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回来了，自拒绝白龙岛之邀离去已有1年。这1年游历扑风，除了阵法，其他技艺传承都基本学会了，也算是小有收获。看样子这1年多来，并未有人上岛，看来那5个修真者的死亡也没有引起很大的波动。当下重点有2：第一，梦境世界探索黑水禁区，找到神符神液；第二，现实世界突破凝神极境，踏入堪比筑基的爆丹境界。黑水禁区没什么技巧，就是时间熬磨，反倒是现实突破有些疑难阻碍。虽在大唐成功突破，但并非自身硬实力突破。现在破境关键就是融合，要么靠自身硬实力3元一体破关5境，要么靠灵丹妙药借助外力3元合一破关5境。自行突破风险太大，还是要借助外力。修真界中的筑基丹就可以帮助3元合一，不过这玩意大多都是拍卖，品阶还都不高，品阶高的价格还不菲，看来只能自行炼制了。利用梦境世界将其炼制成功，还能梦中冲关，积累经验，当真是梦中自有颜如玉，梦中自有黄金屋啊！现实10年，梦中100年。原来黑水世界乃仙神之事，天仙修天道，地奇修地法，人神收香火，神印便是记录了地奇的修法，而上任黑水之主便是在魔界入侵中重伤而亡，可惜了神印不能完整的传送回现实世界，而我也在这次的魔界入侵中被一掌击溃，此事一梦。经过那一遭，与那些真正的神魔仙佛相比，自己依旧渺小如蚁，卑微如尘埃，这就是这个世界最后的收获。神印崩解后的一块碎片，喂，连碎片都算不上，就是一点结晶而已，小是小了点，但总好过没有，更别说以后还能成长。这个世界应该没有人修炼地气之法，就我一家独大，必定发展迅速。短短100年，因魔罗降世而亡，练就的技能并不多，传输回来的就更少了。首先是做梦技能，又增加了一个新特性，神游万界，消耗神魂之力，定位一个世界，直接神游，不用梦蝶他人，而是直接创造身体，相当于投入一个分身。不过这个特性是在黑水世界刷出的，所以之前大周大唐不在定位里。做梦之后是替代养殖的新技能，御兽新增的龙君恩泽鱼跃龙门，能够提升对水族的点化效果和能够提升水族之中隆重成长进化的效率，甚至脱胎换骨。再看阵法镜花水月，替代以假乱真，增强换阵效果。兵法战阵能够以兵为起，增强战阵效果。玄水助阵，水域布阵之时能得玄水助益，不算很强，但也还行，差强人意。阵法之后则是替代种植的新技能灵植，新增2种培育，小型隐语、五谷丰登3项特性各有用处，也算不错。灵植之后乃是替代匠人的新技能炼器，旧技能的新增特性就这么多，新技能不多，只有3项：炼丹、画符、地起。前2不必多说，重点是地起。黑水世界的100年成就，梳理地脉，提升地脉效果；地起点化，增强点化之效。有龙则灵，灵地之中所有龙属生灵都可注意灵地，甚至提升灵地品阶。神奇未可。最后的虾兵蟹将、棒女归城、龙不侵军，则是进一步提升对虾蟹龟蚌以及所有龙种鱼类的点化效果。配合御兽技能，它完全可以在洞庭湖中拉起
一支强大的水军，这便是黑水世界。大梦10年的全部积累与收获。翌日清晨，许阳睁开眼眸，久违的睡了一觉，爽！真想一直这样下去，可惜不太现实，这个世界还是要争上一争。如今是时候了，这些材料足够炼制3次筑基丹，只要成功1次，便可借丹药之力成就筑基。以我现在的丹法造诣，再加上技能特性的帮助，成功率大概有50%左右。开搞，开！去了一起，去。如此这般，不知多久。1份材料便得成功，还是极品筑基丹，快哉！如今还有2份材料，若是2只妖兽也能成功筑基，那我就有3大筑基战力。只要不惹金丹三宗，那这2国修真界便任我纵横了。积累10年中的回报，接下来便是筑基了。3日休养，状态已经达到巅峰，出发。就是这里。3元者，3华语，玉华为心，金环为气，9华为神，3元相合。如此这般，不知多久。没想到此番突破竟达到了筑基中期的巅峰境界，突破筑基境界，寿元直接暴增到了800岁。现实世界元婴修士不过才1000年寿数，照此发展，金丹境界说不定能得2000寿元，堪比化神尊者。虽寿元长久，但功法与那些顶级修法相比，仍远远不及。长生之法、护道之术，如今前者已见希望，后者却还有诸多不足啊！还是要梦中走一遭，既补长生法，也修护道术，梦中正道。小雷电斧虽是一阶灵斧，但此灵斧乃是一阶符传之中攻击力最强的灵斧。如今我绘制此符的成功率已高达70%，更有辅助加成，其威力已和普通2阶符箓没有分别。很好，有这件2000张雷电斧，就算炸不死金丹，炸残个筑基大圆满还是没有问题的。还要再去一趟白龙岛，补充下所需物资，便能安心入梦了。你们大管事呢？大管事正在与岛主议事，在下已经派人前去通传，还请前辈先上2楼用茶。大管事片刻就来。这位前辈又来了。听闻此人修行雷电之法，战力绝强，可比筑基。真的假的？区练气也敢碰瓷筑基修士？别的练气不行，但他是雷法修士，当真拼起命来，筑基也要避其锋芒。若非如此，他怎能来白龙楼交易这么多次，还一直安然无恙？谁都知道此人身家丰厚，甚至堪称巨富，但却始终没有结修敢打他的主意。实力强悍，便可震慑宵小啊！也不知他何时能够突破筑基。听说云烟大管事与此人相交莫逆，深有结成道侣之意。前辈大驾光临，白龙楼蓬荜生辉。此人突破了，虽透露出的气息还是炼气圆满修为，但却多出一股危险之气。老规矩，看看吧。是。其内各种灵米共7800斤，总价3652下品灵石、玄龟盾、青鳞甲、幻云珠、玄雷珠。前辈的这些法器质量越来越高呀。怎么吃不下？前辈说笑，我白龙岛虽然算不上家大业大，但一批法器还是吃得下来的。这批法器总价13563枚下品灵石。我方才在方室中行走之时，发现各种丹药、符传、法器的价格都上涨了不少，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吗？我正要与前辈叙述此事，坊间传闻2国金丹3宗欲联手开辟10万大山，还准备征召各方修士，放出各种宝物，公战公兑换。筑基丹都是平常，还有极品法器乃至灵器以及金丹功法放出。金丹3宗10万大山。战士将起，丹药、符传、法器的价格自然飞涨。反之，不能立即转化为战力的各种材料价格都在降低。毕竟10万大山开辟之后，肯定会有大量材料产出，冲击市场价格。我白龙楼做生意向来是童叟无欺，前辈这批法器俱是精品，倘若压后一段时间再抛售，那价格定会增长不少。不必了，就按照现在的市价交易吧。前辈大气，既是如此，我白龙楼也不能让前辈吃亏，价格就在市价基础上再提1成。另外，前辈可否还要购买材料？现在材料价格降低了不少，入手绝不吃亏。可以，照此各种材料多要1倍。是。交易完成，许阳乘着他的飞鞋直奔洞庭湖而去。万事俱备，回家睡觉。
你说好端端的，这人怎么就没了呢？是啊，族里每年花那么些钱，给他小子吃好喝好的伺候着，不就指望着他考个功名回来光宗耀祖吗？听署里老先生说，这小子文章写得极好，将来考个秀才，甚至举人都有可能。真是奇怪，前天我见他还能吃能喝好的很呢，怎么说没就没了？不会是遇见鬼狐精怪被吸了阳气吧？什么鬼狐精怪？你小子可别吓我！你们几个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妄谈那鬼狐之说。八爷怎么说？难道世上真有鬼狐精怪？你再大点声，小子们记住了，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神鬼之事敬而远之。这八爷您老别吓唬人。就是，我看那小子八成有疾病，并发霉的。他动了。臭小子，别闹！大晚上想吓死人啊！尸变了。尸变了，快来人，救命啊！怎么个事？如今头颅这般剧痛，不只是简单的皮肉伤，而是魂魄之伤。看来原主致死的魂魄之伤对我庄周梦蝶也有影响。此时八爷正向门口挪动。马文才自幼父母双亡，国阔无依，但好在天资聪慧，得宗族培养，入族学读书，因表现优秀，每月还能得到2米供给。他心知不易，希望考取功名，出人头地，却不想就在考试前夕，竟然记忆中断了，后面的记忆没有了，没了，但不知因何没的。八爷还在向门口挪动。连死亡前记忆都没有，仿佛灵魂被撕裂夺走了一块。如此来看，虽缺少记忆，但原主的死亡绝非意外，乃是人为。如今他死而复生，若对方知晓，肯定会寻找机会再度发难。先走一步看一步，实在不行便易容潜逃，暂且远离这是非之地。八爷已经快到门口了，快，围住这里，别让他跑了。文才，是你吗？此时八爷终于爬出了屋门。是我，族长，我没死，更没有尸变，你们别激动，小心误伤。这还能说话？真没尸变，死人活了，说不定是会说话的尸体。再试试，不行就一把火烧了他。那个文才啊，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实在是这种事情。总之你委屈一下，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等明儿天亮，我们再过来接你。好，没问题，但能不能丢点吃的给我？有点饿。没问题，你等着。贫乏，极度的贫乏。这世界的元气太稀薄了。难道说这方世界乃天地末节，污浊恶世？虽说不依赖天地灵气修炼，但元灵如此稀薄，对修行者很不友好呀。不过目前只能肯定一件事，这个世界存在超凡力量，极为强大的超凡力量。从世界流速也能看出来，100比1，百倍时差。梦境世界等级越高，力量越强，与现实世界的时间差越小。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元灵之气如此淡薄，但世界等级却不低。这个世界靠的是香火信仰聚众而成的神魂之力。原来如此，原主是给精怪看上，吸尽文气而死的。不对，原主还未科考，连院士都未过，科举身份都未得，哪里来的什么文气吸引精怪？更何况连带性命都吸干了，应当成为干尸才对。而原主的死因乃是魂魄受到重。等等，魂魄邪修，打死你个龟孙！打死你个龟孙！邪法咒术。文才，你这快去叫族长！来人啊，他又尸变了。虽不知施咒之人藏身何处，但中咒后似有一股感应，隐约间为吾指明方向。桃花山。打死你个龟孙！叫你魂飞魄散不逃生！片刻之后。居然挂了，挂于那打小人的咒术之下。不过马文才的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世界神魂修法，借假修真，咒杀之术，隔空索命。有意思，施展神游，再入此界桃花山。以我现在神魂强度，神游之后最多创造出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分身，本体还要再修养一段时间。但那独特的修法与咒术也正是五经目前缺失之一，值了。10年后，桃花山山中独坐一老登，名号桃花道人。哎，无用之功，平日骗人骗鬼也就算了，如今怕不是要连自己也骗？莫非有人算计，欲要谋害于我？不，天道隐居于此，不惹是非，谁人会来与我为难？难道身份暴露了？不应该，这些年一直与人和善，远离是非，唯独就遇见一件怪事。马家村的穷苦书生与我八字相合，因此我一时没按捺住，施了咒法，将其谋害了。
你是何人，竟敢犯我桃花关？天魁，黑狗血，雕虫小技。哼，你倒是挑了一个好时候。若是平时，就你这点美墨本领，连我桃花山都上不了，如何有幸见得到野手段？你般若波罗蜜，区区一道般若心经符。雷符，你。法师饶命！法师饶命！我等被这桃花道人邪法控制，感谢法师救命！法师饶命！我等愿奉法师为尊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饶命啊！哼！3卷经书：太洞诀、9天雷宝集、玄冥异鬼术、道法、邪术。太洞诀，道门修法，主修长生之法。此法虽可以修行，但与我之道路初衷不合，而且换到了其他世界，没有香火供奉，就变成了一本普通的经书。9天雷宝集，这是道术。哇！竟是罕见的雷法斗战之术，除了最基本的驱雷擎电之法，还有各种雷霆符转咒法之术。如此完整体系的高阶雷法，其价格难以估量。发了！玄冥异鬼术不仅有邪修之法，还有异鬼之术。邪修功法就算了，弊端重重的邪法。不过此经之中的异鬼之术虽然比不得之前那部雷法真经，但也有不少法咒符转之术，也是一重对敌手段。桃花山上桃花关，桃花关里桃花仙。听闻此山有珍馐，端是妙法道人家。上次在这桃花关给道长赐下仙药一副，回去之后果有神效。难怪张兄你近来雄风大振，在那春风楼里大杀四方，原来得了道长仙丹灵药。此等好事，不早叫我们这些好友同享，该罚该罚。好，明日春风楼我请客，行了吧？快跑！这桃花道友蒙难了，是遭遇了妖魔，还是鬼怪上门？阴潭谷中鬼气森森，定是鬼魅邪修无疑。妖人暗害了桃花道友。不对，若是妖人上门暗害桃花道友，为何会留下这些东西？此地桃花道人乃是鬼魅妖人，邪法修士，已被贫道诛杀。这些阴潭谷中尸身骸骨，皆是关内掘出的妖法邪物。贫道云游至此，替天行道，诛了这个妖人。此后桃花山桃花关便改为有柯山小树关。诸位可有异议？怎么？诸位觉得贫道不配居此道长？这雷法，道长且收神通。本官早就觉得这桃花关与桃花道诡异古怪，不似善类，竟是妖人邪修，伪作道门真人。如今道长将其诛杀，又愿坐镇于此，威慑妖邪，当真是百姓之幸。敢问道长仙山法号？有棵小树，一介散修。原来是有棵道长。道长诛杀了这妖人，又愿意接手此道观，必有一方平安，实乃此地百姓之福祉。本官回去立即上报，将此山改为有柯山，此关改为小树关。此后便是道长之道场。白山大士清河道长，两位意下如何？我二人无异议。这桃花妖人藏得如此之深，多亏道有火眼金睛，否则我等怕是要遭其算计。我等二人生死事小，祸及一地百姓事大，道有此举，功德无量，入此山中理所当然。那就如此定下了。果真是纯正雷法，此人实力不可小觑。那桃花道若真为鬼道邪修，死在此人手中，也是合乎结束。有此人坐镇郭北县，也是一件好事，起码能压压兰若寺那只老妖的气焰。这个世界不可小觑，三教传承，各方势力，还有诸多妖魔鬼怪，可谓卧虎藏龙。如今有了这么一重身份，说不定日后还能逐渐加入道门，谋取传承核心的神魂修法。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先提升实力。看来还得从这3部道经内寻求办法。太洞诀、9天雷宝集没什么好说的，就一个字牢。反倒是玄冥异鬼术倒是有几分捷径可走，其中的阴兵鬼将法、增寿损命二将，通过斩杀恶鬼、吞噬恶鬼迅速成长，甚至将自身因缘以增损之法供给将主，增加将主的法力，提升将主的道行，甚至增长寿命，好处颇多。不过坏处也明显，就是极易失控，有事主风险，没有点实力可不敢尝试。不过我倒是没这个担忧，虽凭玄冥异鬼术中的手段或许镇压不住增损二将，可再加上9天雷宝集，简直是天课。既然如此，那就设法炼制增寿损命二将，同时修行道经，苦练雷法，三管齐下，相信不用多久，我便能在这个世界站稳脚跟。许阳摇身一变，离开了有柯山，回到了郭北县城。李介元，当真是李介元。剑尘先生，你回来了。李兄，几日不见，去了何处？莫不是出外游学？虽等雅事，也不招呼我等一声。原来是李大官人，我说今儿眼皮直跳，原来是要遇贵人。这便是那李建成李游仙，这么装逼，可不嘛，装逼就该让他飞起来。嘿，什么东西？恃才傲物，还没考上状元呢，眼珠子就长脑门上了。
傲也是有傲的资本，愿府县3世皆为暗手，乡试更是一举夺冠，名中介元，甚至有望连中3元，青史留名。若天下才有一时，他李刘先独占八斗。哼，才高是才高，但却无我读书人风骨。就是我等儒生，饱读圣贤书，上报国家，下安百姓，不负一身所学。此人却醉心于旁门左道，当真不学无术，辜负光阴，斯文败类，衣冠禽兽。你猜为什么这些年郭北县城里的恶霸少了那么多？难道都是招惹了他，然后一个个没的？这怕什么？我辈诗书之人，岂能惧他淫威？哼，我听说他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出城一趟，不知所踪。早有传闻，此子非人，乃是精怪妖孽所化。休要胡说八道，他不是人，怎能参加乡试？你以为文渊先生与诸位考官大人都是摆设，放任一个妖孽进场入室，还点他为暗手戒元？就是出城乃是去城外庄园耕种，虽为读书人，但却不忘农桑之本，哪像矮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全靠他人供养，也有脸说自己是读书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般诗词尔等写得出来吗？也就是我们这些路人，要是他理管私塾的门人，听见你们如此搬弄是非，颠倒黑白，怕是得扒了你们的皮。去，滚出去！我们不做你们生意，读书人什么东西？呸！好你个李建成，假仁假义，收买人心，我等不屑与汝为伍。快走，别说了，再说他们就要人翻头了。老爷，这几日城中无事，知县令带着捕快班头离开了一趟，听说桃花山出事了，具体的还在打听。按您吩咐，又在城外收购了2座庄园，用来种药，还有。来这个世界10年了，积累10年，不过3关之境，还是又快点提升实力。此事法门借假修真，3教为本，其中道佛2门接收信仰香火供奉，从而修炼出内元法力。儒门稍有不同，练的乃是文气，接收神魂之力的方式，功名利禄、文华才艺，3教之间道门最强，佛门次之，儒门最弱。若在凡俗世界，肯定是掌握功名这一上升渠道，与释迦门阀高度重叠的儒门最强。但这里不同，道佛传承悠久，儒门立教尚短，底蕴最薄，远不及道佛2门。这10年来，不仅取得戒严功名，琴棋书画样样没落下，但文气积累依旧缓慢。王朝末年，官场之上淫波诡谲，这节骨上踏进官场，纯找罪受啊！老爷，这是百鬼夜行图，这老爷构思当真天马行空啊！莫干之后装裱好，我要拿去送人。是，先生，进来。先生，一人求见。我何人？这个不知，单看样子可能不是人。我等看他非同常类，不敢自觉，所以前来请教先生。有趣，请到客厅去吧。是。不是人，可要召人回来。不必，这般礼貌拜会，想来不是恶客，我等主家怎能失礼？是，走吧。老先生，请用茶，我家公子片刻便来。不忙，李介元贵人事多，老朽等候就是。贵客上门，未能远迎，失礼了。李介元，老朽怎值得李介元远迎？能入府门已是不胜荣幸了。老丈言重了，请入座。介元请。还未请教老丈高姓大名？唐突拜访，还未介绍。失礼，老朽姓辛，名号黄石，这是我家14娘。原来是辛老先生，不知辛老先生来此有何贵干？不敢欺瞒李介元，老朽来此确实有一事相求。老先生请讲。听闻李介元还未婚配，你看我家14娘如何？老先生有话不妨直说。明人不说暗话，我等并非人胎灵长之身，而是精怪异类之属。看得出。天下大乱，我等有心隐居避世，但却屡有祸劫上门，逼得我一家只能远走。如今老朽活了200余年，寿数将尽，死也无碍。但我与老妻膝下儿女颇多，我2人若去，他们便孤苦无依，必定饱受欺凌。因此这些年我夫妻2人接连嫁女，希望他们有所依靠。前13个女儿已寻得人家，唯独14娘还未有托付，还请李介元可怜我这小女，大发慈悲，收了她吧。李介元，你才高8斗，举世无双，未来必是状元之才，有此功名在身，可谓贤魔必矣。我那仇家虽然厉害，但也绝技不敢动你分毫。我夫妻2人也会竭尽所能，让其引走，绝技不让他来与你为难。介元以为如何？不瞒老丈，在下无意功名，更无意官场，死后都不会再参加科举，状元功名怕是无缘了。不过我有一行教化之事，将私塾改为书院，广收学子。老丈若是愿意，便让这位姑娘前来入学。以书院文气之事，寻常妖魔必不敢犯。这书院入学，这李介元这般做法是不是太招摇了？倘若引来我们那仇家注意，伤及无辜，那老朽如何过意得去啊？我这间书院的宗旨便是有教无类，只要为善想正，那无论是人是妖，都可入我书院求学。谁人前来为难，便是与我为敌，定斩不饶。如此，我这小女便托付给李介元了。14娘，从今以后，李介元便是你夫君，你要好好侍奉于他，生不相离，死不可弃。爹，14娘见过夫君。不必如此，你入我书院，便是我门生。至于新老丈，当真不愿留于郭北。我们那仇家甚是厉害，万万不敢连累公子。小女能有归宿，那就心满意足了。小薄礼，本想做14娘的嫁妆，如今便做书院的束修吧。这份礼太贵重了，还请先生收下。好吧。
你唤14娘。是。此乃小命，可有大名？山中野狐，古有名讳。从小到大，爹娘与姐姐们都只唤我14娘。既然如此，那我为你起一名如何？好，好，好，还不多谢公子。 14娘多谢公子。俊者美云也，美人如玉，便叫新俊如何？新俊，多谢公子赐名。老丈不愿留居国北，在下也不强人所难。日后若有所需，尽管来此选我，但有所能，绝不推辞。多谢李介元，小女有此归宿，老朽纵入幽冥，也可含笑九泉了。14娘，送爹爹出门吧。这就是国北书院，李介元行事当真是天马行空，令人难以揣摩啊！就是这个时候，不赶着进京赴试，反而开办什么书院，他到底在想什么？功名不要了，难道是此次科举他无必中之把握，所以此次暂缓，下届再进京复考？得了吧，他就是怕了得了介元之后便分心他物，甚至补弄话本，平白浪费才华，生怕此次进京不得高中，所以干脆不去了。高不高中对他而言也就那样了。前几日书院开学，一是不知道周边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没来的也派人送了礼，甚至有科山小书馆的那位道长都送了大礼。这里流线的人脉竟如此恐怖。9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荒野外的山顶上，一僧一道，两人的目光冷眼观望。枯荣山、枯荣关、枯荣道人、枯荣妖人，此等邪修坏我道门名声。这该死的恶道邪修，作恶多年，手段凶残，横行无忌，一直逍遥法外。无非是仗了那兰若老妖的事，要不是这边的道法高人都坐镇兰若寺周边，岂能容他张狂？这妖人流窜至此，似有图谋，说不定与那兰若寺中的老妖有什么关联，恐有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之计。诸位道兄自是不可为他轻举妄动。可恨你我二人道行微薄，法力不济，不及几位道兄，否则必破他妖关不可。这妖人有点东西，练的一道法术，乃是道门正宗的灵眼之法，如今已有几分天时地听之能。这山里更是不变耳目。3年前，法华寺伏龙主持曾离开兰若鬼域，腾出手来扫荡这枯荣关，结果被这妖人早早发现，到时已是人去楼空。伏龙主持气不过，一连追了3个月，最后无功而返，令这妖人气焰更嚣张了，实在狡猾。天时地听，此乃大神通之术，岂是他一个邪道妖人能够修成的？灵眼为我道门正法，确实有问查3界之能，不知道这妖人怎么获得的，还能修成此法，想要破他枯荣关，确实有点难度，确实不易。希望今天有颗道长出手，能够斩灭此妖人吧，否则让他继续狂下去，不知会有多少百姓遭殃呢。有颗道兄啊，自从5年前灭了那白鬼道人之后，就没再出手过了。如今5年过去，不知他雷法到了何等境界了。定然不凡，否则此次也不会对着枯荣关下手，还约你我2人前来观礼了。是，有科兄坐镇，莫说郭北，便是金华，乃至江浙一省，近年来都太平不少。这枯荣妖人今日怕是完了。有科兄这一手行云布雨、驱雷擎电之术，越发出神入化了。我竟观瞧不出多少术法痕迹。不对，这非是术法行云、驱雷擎电，而是顺应天时。这浑然天成，雷雨自来，果然没有多少术法痕迹。看来是有科兄不算天时，知晓将有雷雨降下，所以才选今日对枯荣关动手。天时地利，以占先机。那妖人乃是邪法修士，此时一身邪法必定去之七八。山中的那些耳目也没了作用，再加上此雷雨乃天地自然而成，无施术痕迹。纵那妖人有灵眼之术，也预料不到。妙啊！这妖人凭借邪道之法，速成修为，已入阴神出窍之境，堪比我道门真人。但在这雷雨天，天地雷霆震怖，莫说他一个邪法妖人，便是我道门正法真人，也不敢在此时阴神离身出窍行法。不能出窍行法，他与我等又有何异？邪法妖人终是邪法妖人，一身修为8成水分，还有诸多禁忌。若非如此，当年他也不会被伏龙主持一路追杀，狼狈窜逃了。今日道兄出手，必能破他。以我之真气和天地之造化，雷公助我去。这里不对，有人欲要暗害于我。哎，有科山小书馆，有棵小树，我不去找你，你反倒来惹我。哼，小法师未成出窍，真以为你雷法强悍便能越境而战？今日便让你看看真人未能出窍手段。这怎有可能？纵然你修行雷法，但人魂阴神脆弱，唯于天时，绝无出窍之能。更别说你还未入出窍之境，阴神之能、咒法之术，如何都不该有此威能。怎么是？不可能！四境法师施展威力能这么大，我安全招都难以抵挡。难道我天眼出问题了？不应该。如实救我！哼！这是那妖人惨嚎，莫非有科兄攻城啊？不对，妖气未散，邪气未消，道观之中法力尚在，那妖人还未身死。已有科兄之雷法，还有天时地利之术，如此都拿不下这妖人。出窍真人果然非同小可，我等也开坛作法，助有科兄一臂之力，今日亦要破了他枯荣关。
有颗熊，我等还是小看了有颗熊神通啊！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你开坛做法，无雷行咒也就罢了，雷雨天使，贫道奈你不得。可你还敢孤身杀入我芙蓉关装逼，我要你嘎！那伏龙老秃驴真人修为，尚且不敢单刀赴会，你区一个4境法师，竟敢孤身闯我芙蓉关，怎么可能？你一个4境法师，雷府卫能如此之大？你到底是何方神圣？来公主，哪里走？收。几年不见，道兄神通又是突飞猛进啊！如今我等当拜一声前辈才是。多谢前辈为精华除一大害，道兄功德无量。两位道友谬赞了，此等妖人是所不容，贫道不过顺势而为罢了。有颗兄果真性情中人，今日你除了这妖人，为精华府除一大害，正肃我道门名声，当真叫人佩服。这些年来，有颗兄扫荡群魔，令郭北县、精华府乃至江的风气都为之一振，实在功德无量。斩妖除魔，替天行道，乃是修者几人，如何能够居功？可惜贫道法力不济，道行微薄，奈何不得那兰若寺，只能放任此等鬼域为祸人间。兰若寺那兰若鬼域与幽冥相通，内中妖魔鬼怪无数，盘踞在此已近1000年，多有高人前来不伐道法真修，结果都无可奈何。如今白云观长荣真君亲至精华，连同佛道2门诸位真人，才将其堪堪制住。有颗兄，你雷法超凡，正是妖魔克星，日后成就真人真君，必定荡灭此域，扫尽那些魑魅魍魉。两位放心，我当下并无意入那兰若寺。那就好，不说此事了。听闻前段时间百鬼灵又有事端，不错，约莫半年前，有一道人自号阴山，入百鬼灵，战乱藏岗，在其中一鬼炼法，以作修行，手下阴兵鬼僧众多，甚是厉害。我这么说，和尚你跟他见过了？见虽然没见，但却过着棘手，贫僧技不如人，连百鬼灵都未能进去，就败在了他鬼将手下。如此厉害，那岂不是与当初的百鬼道人一般？怕是比那百鬼道人还要厉害。这阴山道人的异鬼之法非同小可，甚至练成了增寿损命2大鬼将，厉害无比。当日我去探查，便败在了那增寿将手中。增寿损命2将，听闻此2将非同小可，乃是万恶之恶，鬼中之鬼，能够吞噬恶鬼修行，进境极快，未来甚至能成鬼王鬼帝，堪比真人真君。不错，那增寿损命2将不知练了多久，虽然还是鬼将修为，但法力却远胜于我，且不被我佛法克制，仅一个增寿将便将我打得狼狈不堪。连和尚你都不是对手，那增寿损命2将必然练到了鬼将极境。那阴山道人练得如此2将，自身修为必定已入5境，未尽真人，否则绝技镇压不住。这阴山道人怕不是比枯荣妖人还棘手？怕是如此。这有颗兄你怎么看？其实前段时间我便会过这阴山道人了。竟有此事？有颗兄，那阴山道人手段比你如何？不好说，我与他并未交手。那阴山道人他只修炼了异鬼之术，并未修炼邪道之法。相反，他之修法根本也是道门真经，一身道家法力纯正至极，绝对没有修炼过那凶残极端的邪道法门，所以他并非是邪修。难怪当日与我拼斗，得胜后也点到为止，只将我驱出，并未狠下杀手。原来与那百鬼道并非一丘之貉，不是邪修便好。此人底细我也查过，不仅不是邪修，还是正道栋梁之才。实不相瞒，我与阴山道兄惺惺相惜，已经8拜为交。此后我2脉一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哈哈哈！有颗兄当真性情中人。百鬼灵之事乃是贫僧鲁莽，来日必定上门向阴山前辈负荆选罪。这就不必了，阴山道兄为人豁达，此等小事必然不会记在心上。如今正在林中修法，我等还是别去叨扰，等哪天有空，大家再把酒言欢，自然是去浅显。这好吧，还请有颗兄为我转达一份歉意。这是自然。有颗兄不知那李介元是否已拜入你门下？见臣与吾忘年论交，平辈相称，不言师徒。此人才高8斗，文武双全，可惜经时局不定。他若敢考必中状元，未来成就大儒也是轻而易举。是啊，如今天下如法难修，此人高才可谓璞玉，若入修行之道，必有不凡成就。我与清河道友一直想引他入门呢。我已送了一本道法真经与他。有颗兄牛逼，我等虽然爱财，但爱门户规矩，也不能轻易传法。若入我2人之门，怕要虚耗10余光阴。如今有颗兄传法，我等也能心安了。此人身怀大才，将来成就必然要胜过我2人，唯有颗兄能可与之比肩啊！两位道友谬赞了。如此言欢，直至拜响过后，3人方才离去。原来上古时期，这个世界也是元灵充裕、神佛漫天的仙灵盛世，只是后来没落了，只剩一些皮毛流传世间。9年时间，3重身份，各司其职。本身修为进境不多，想要突破天地限制，不受元灵贫瘠之难，起码还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积累。不过这10年积累，郭北之地一再掌控。虚荣老登纵横多年，身家不少，不过都是没啥用的，只有这2本书还算有些价值。
向天问道：“已经设计了天机，当真大神通。枯荣老登当真舍生取义，全了我之心愿。”哈哈，成了！虽才入门，微能尚浅，但修至圆满，便可看穿三剑，洞彻九幽。轩辕神剑诀，真是缺啥来啥。斗战真法，品阶也不低，可惜是残本，只有上部。不过照此发展下去，未来补全也不是什么难事。100倍时差加上辅助，就是了。又到假期了，这时间过得怎么这么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夜不见，岂不百年？百年吃不到他为我精心烹调的饭菜，我要死了！你发什么花痴？还为你精心烹调？那叫食堂，食堂你懂吗？学院1万多人，谁都可以去吃。青文彩凤，江南10大花魁之2，他们竟然都入了书院。何止他们，10个花魁，6个都进了书院。可恶，厉流仙，我与你势不两立。他们是什么人，竟让诸位兄台这般郁闷？楚兄，你初来国北，有所不知，他们乃国北书院的女公子。怎个说法？书院由那李流仙所创，说什么有教无类，连女子都招收入学，并且不收束修，3教9流都可入内，乌烟瘴气，不堪入目。不仅如此，那帮人还横行霸道，一言不合就直接拔剑。这些年，国北县、金华府，多少人被他夺去了身家性命。楚兄，你自北方而来，虽然不说，但我等知晓，你在京中必有手段，不知可有办法制止此人？对，我等江南百姓苦他久矣。此聊已成毒瘤，我等读书之人理应除之而后快。诸位放心，回京之后，我必将此人恶行呈于天子，为江南百姓除去这颗毒瘤。楚兄当真救我等于水火，我等代江南士子和百姓感谢楚兄大恩大德。好说好说，那枚女子什么来历？这楚兄不可，她是那李流仙的侍女，口味禁挛，楚兄万不可招惹于她，否则那李流仙怕是会拔剑杀来。李流仙，哈哈。14娘，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感觉好像有人在盯着我，这不很正常？我家14娘天姿国色，连流仙公子都把持不住，更何况这些凡俗男子？你别胡说，公子可没什么，你倒是说啊，我们可好奇的很呢。我不理你们了，哈哈哈，休了。那田里的灵芝人参长势越发好了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药。做药干什么？苦得很，还是煲汤好。公子真是大才，创出了文气侍农之法，不仅令稻种丰收，还能培植各种灵药。大姐，好像有些不对。诸位姑娘，在下这厢有礼了。你是什么人，竟敢来此作怪？人怎么？我看起来像人吗？你是邙山的楚家郎，不错，邙山楚才，见过诸位姑娘。哼，你想干什么？今日来此，并非为难，而是道喜。喜事？什么喜事？哈哈，久闻新家湖皆国色天香，不可方物。今日一见，果然不虚。在下不才，想娶一位新家湖女为妻，不知诸位姑娘意下如何？不知楚公子看上了我们哪个姐妹？正是14娘。原来是14娘，可惜公子晚来一步，14娘早已许了人家，乃国北书院院长，名满天下的李流仙李公子。李流仙，诸位姑娘不用拿他唬我，莫说他一个解元，就是中了状元，我也照吃不误。放肆！快滚，不然有你好看。今天你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动嘴，吃了他们。布阵。这是什么阵法？不管了。妹妹们莫怕，如此动静，想必有棵道长已经听到。我们这阵法足可撑住，待道长一到，这憨狼必嘎。溜了。怕了呢，总算跑了。不对，这方向他不是要逃。书院公子，妖魔公子才高8斗，书院文气浩然，你这是自寻死路。装高手？怎么可能？我父乃是邙山楚狼王。公子，院长，14娘她只是昏迷，没有大碍，我会为她疗伤的，不必忧心。多谢公子。识字，这尸体妖气太重，你们不好处理。无事了，各自散去吧。是。别装了，你伤刚好，好好休息吧。公子，俊儿想要。不可，你为我两世之人，难有结果。不嘛，俊儿不要结果，哪怕只有一时。罢了。哦，妈呀！好了，公子该起来了。公子，白日不可啊。
俊儿，那太阴炼刑法我钻研已久，但还有几处地方不明，你来配合我检验一下。太阴炼刑法，公子要俊儿如何配合？很简单，给我变变看。啊，变什么？先变个耳朵看看吧。公子不要戏弄俊儿了，我很认真的研究术法，绝无他意。好吧。哦，这样算不算有2双耳朵？算吧。那再变变其他地方。公子指的哪里？公子，你斩了那妖老，可要当心楚家的报复。楚家？什么楚家？邙山楚家乃是妖魔王族，比当初我们新家招惹的那个仇家还厉害。哦，怎个厉害法？这个我也不清楚，只听说妖魔界的几大王族，族中最少都有1尊妖王坐镇。只是妖王吗？放心，纵他们要报复，我也有办法应对。倒是你们以后遇到危险，先跑再说，万不可置身危险之中。公子放心，俊儿知道了。看来我也要放几天假了。梦中20多年，事业都已走上正轨，接下来就是稳步做大了。现实也是过去了2月有余，以道法世界炼制出的吞天葫芦，这段时间已经收集了诸多气象，是时候了。筋斗云，可惜了，上品法器没有加持，果然质量下来了，不过也够用了。接下来就是修建法坛了。怎么方室之中弥漫着一股悲怆绝望的气息？发生什么事了？还不是金丹三宗开辟10万大山，不知怎么半月前突然出现一头金丹圆满的妖王，只能停止开辟计划，结果还没发布征召令就没踪影了。原来如此，那损失确实不小。是啊，这波冲击下来，不知损失多少，别说散修了，我们这种筑基势力都亏大了。是吗？那现在各种材料的行情怎么样？这有涨有跌。照这上面写的，购买跌价的材料，涨价的就算了。看来是时候更进一步了。告辞。前辈且慢，云管事还有何指教？前辈说笑了，近来动荡，前辈小心些。多谢提醒。此人什么来历？像个千年老怪，琢磨不透。罢了，大家以诚相待，互惠互利就是。有客道友，请留步。出击，该死！哈密哈密哈。大管事。什么？当真？半点不虚，就在方才，白龙岛外75里，不少修士亲眼所见。这样吗？看来我们还是低估了这位有客法王啊！按照之前那份单子，尽量给他收集齐全，就算贵些也无所谓，不可怠慢。说。少爷，经过几日探查，位置已经确定了。很好，下去吧，保持监视，不要轻举妄动。上百名修真者不可能无故失踪，这洞庭湖内绝对藏着什么秘密。希望消息传回之后，老祖们能及时动身。这洞庭湖的势力可不止我们王家啊！什么人？前辈，在下出自红枫山王家，家中筑基老祖王天灵，此次来到凡间是为一些凡俗琐事，不知何处冒犯了前辈。哼。这些年来，许阳的岛上埋了数百具修真者的尸体，用来肥沃土地。这样的人，这样的势力，要如何操作？许阳心中已有定计。洞庭湖的上空，一朵白云划破天际，一场灵地之争即将拉开序幕。这便是道友之灵地，果然人杰地灵。劳烦先使大家，还请探查灵地。哎，道友这说的哪里话？此地灵气不算充裕，勉强算得上一界，道友没少费心吧？在下飘零半生，修行至此，潜力已尽，再无进境希望。最大心愿便是有一力存身，将来能传承下去，也不枉人生世上走过一遭。道友不容易啊，只是灵地之争乃是宗门规矩，必须公事公办，在下也无可奈何，还望道友见谅。明白明白，先使只需秉公执照，在下尽力而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倘若技不如人，说了也就说了，绝无怨言。道友豁达，既然如此，我这就回宗门上报，昭告各方修士，开启灵地之争。届时道友只需台上守擂3轮，便可夺下这块灵地，作为日后家族基业。前前后后都要时间，便定在3月之后，如何？3月就依先使所言。好，3月之后，洞庭湖中开启灵地之争，祝愿道友旗开得胜。半个月的时间，许阳不仅炼制了百鬼幡，还收集了众多恶鬼，炼制成了鬼将，以及完成了法坛的布阵。如今，除非金丹亲临，否则没有任何威胁。
有棵小树筑基中期渐修，哼！区一块一阶灵地，他筑基中期的修为，占了也就占了，可是他肆意妄为，辣手残杀我等子弟，此仇不报，恨火难消。岳丈听文官也被那奸贼所害，此仇不能不报啊！此人残杀我家族子弟，血海深仇，不能不报。只是鲁莽相斗，着实不智，唯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此来看，3类我压最后必胜于他。岳丈放心，我上1类必定看出此人根底，看他有几分手段。虽尔我修为浅薄，上类只是徒增笑柄，难以看出此人能为，还请老主见谅。无妨，我已给那燕长风去过消息，此番他占第1类，天灵占第2类，我占第3类，那有棵小树必败无疑。燕长风若是那人，那定稳妥。作为代价，得胜之后，四方灵地归他所有，他则以灵石补偿我等损失。这也可，一阶灵地还是下品，食之无味，给他也无妨。那就这么定下了。一个筑基前期，一个中期，一个后期，王家、周家正合我意。诸位来此，所谓何事无需多说，本使也不做废话，领地之争就此开始。道友，请吧。有可我呀，牛马半生，欲求一地存身，还望各位给个薄面。你这无耻小人，还有颜面现身，今日便要你血债血偿。怎么，尔等能夺他人机缘，他人就不能取尔等性命？有棵道友说的不错，自古杀人者，人恒杀之。诸位若是不忿，那便上台一战。仙使所言不错，修真路上各凭本事，生死有命，何须多言？好，第1类便有2位1分高下，一方认输击败。有棵道友冒犯了。这剑法似有几分武功痕迹，此人怕是以武入道，所以才修剑气之法。看这模样，他之潜身定是仙元者无疑。难怪他对王周2家下手，这2家可是极热衷仙元之士。道友高招，在下认败。这小子战斗力果然不同凡响，我的战斗力只有6000，起码有1万以上。道友剑法果然不凡。第1类有棵道友胜出，还有2类，哪位道友上台一试？我来。今日纵然身死，也要为我王家子弟，还有一干无辜惨死之人讨还公道。哼，什么剑修，不过如此。这王天灵身家如此丰厚，4件极品法器，不愧是2阶炼器师，难怪周老鬼愿意嫁女给他。天灵小星。什么？这是人剑合一，以身御剑？不要，我认。周明宇，你敢坏我青玉宗的规矩？是老朽一时情急，失了方寸，并非有意，还请仙使恕罪。哼，既然你如此说，那本使便饶过你这一次。若是再犯，休怪我禀报宗门，治你忤逆之罪。是，多谢仙使。贼子，你安敢下死毒手？擂台之上，生死有命，不服你来。你不错，擂台之上，生死有命。他王天灵记上了台，那就要有生死的觉悟。第2类仍是有棵道有胜，还有1类，哪位上台？第3类，老夫来。尔等数字，我必斩。别吹牛逼！哎，让老夫看看你还有多少精灵。一块1阶灵地做到如此地步，有棵我为此仗剑，宁折不弯。你很好。仙使如何？有棵道友牛逼，不愧剑修之名，3类尽守，洞庭灵地，此后便为有棵道友所有。果然英雄出少年，但一块1阶灵地而已。以道友实力，将来未必没有其他选择。人生苦短，唯有一争，将来之事谁能定论？也是，从今以后，这洞庭灵地便归道友所有。但每隔5年，宗门都会派人前来查勘灵地，评定等阶，等阶越高，需要承担的税负与劳役就越多。若是不能满足，灵地将会收回，还望道友知晓。在下明白，这是前20年的供奉，早已准备好，内中还有我方才施展的那一式残招，不出意外，应当来自一部金丹剑诀，在下愿奉与上宗。这怎么使得？使的，我这各方灵地都有税负与劳役之责，只是在下时日无多，只求安享晚年，奉上此诀。虽然只有一式残招，但凭仙使手段，应当能免在下这20年的劳役吧。这道友放心，在下一定尽力而为。多谢仙使。清风山周明宇，怎么回事啊？有人滥害于我。老祖，这是增寿损命。
当真？确认无误。周家回城途中遭遇邪修劫杀，法器被夺，人员被杀，老祖周明宇与家主周森下落不明，生死不知，凶多吉少。是他吗？不，时间也对不上，更别说他还受了伤。据回报，周家有几人逃出，出手的是一邪修，袭击之时阴气汹汹，此等表现与前段时间在鬼市行走又杀了2名筑基的阴山道人极为相似。阴山道人一个邪修能截杀周明宇，周明宇虽不弱，但被有棵小树重创，遭此人突袭致死也正常。有棵小树也罢，老夫变做一个顺水人情。周王两家的100年积累，这一波下来怕是要发了。果然杀人放火金腰带，可惜这种事情不能常做，还是老老实实种地，安安心心做梦吧。